我的世界空岛生存模式降临，开局和同桌困在万米高空的方块上，掉下去就会死亡。想要生存下去，只能和搭子配合，利用钓竿垂钓云朵，而云朵里可以钓出食物、资源，甚至是可以扩大方块的物资。存活3日后解锁空岛探险功能，空岛上能获得超强的道具。咱们的龙傲天和他的死对头就这么出现在小方块上，他俩当时就傻眼了。柳如烟本身就恐高，这一看直接吓得往下掉。龙傲天想抓住他，可根本来不及了。完了，这下芭比 Q 了。虽说平时他俩总吵架，柳如烟还老打他小报告，但这真要看着他掉下去摔死可不行啊。结果下一秒，柳如烟跟个没事人似的出现在方块上，龙傲天这才想起有10分钟的保护时间，现在掉下去也不会真死。哟呵，你刚才居然哭鼻子啦，真是个嘤嘤怪呢。柳如烟虽然嘴上不饶人，但龙傲天担心的样子还是挺让他感动的。你别太过分啊！两人本就积怨已久，跟斗架的攻击似的互不相让，这方块哪经得起他俩这么折腾？没一会儿，两人都掉下去好几次，几番折腾后，他俩终于老实了。可冷静下来的柳如烟居然害怕的哭了起来。哭有啥用？听我的，我可是玩空岛生存游戏的大神，跟着我，保准能带你起飞。就会吹牛。这时一条系统公告出现，10分钟时间到，此时若再掉下去，那就是真正的死亡。聊天频道，交易市场半小时后开启。不远处正有一朵云慢慢飘过来，龙傲天赶紧拿出了钓鱼竿。钓鱼竿一天只能钓10次，升级之后可增加次数。龙傲天心里一盘算，两人一天也就20次机会，钓不到吃的就得挨饿。随后他把鱼钩甩进云朵，那云居然不动了，这熟练的动作直接给柳如烟看呆了。没想到你钓鱼还挺厉害呢。龙傲天没搭理他，眼睛紧紧盯着钓竿。突然钓竿猛地抖了起来，他一使劲收竿，一道金光钻进了他身体里。恭喜获得 S 级天赋每次复制，每天能复制1次东西，次数能存着，到时的倍数还能随机暴击，存越久暴击越厉害。这系统播报柳如烟也听到了，他满脸失望的嘟囔：不知有啥用？咋不直接钓到无限食物和水呢？可龙傲天心里那叫一个激动，他知道这天赋厉害着呢，多存几天再用，以后肯定能派上大用场。不过龙傲天继续钓鱼的时候，系统提示钓过的云不能再钓了，他只好让柳如烟来钓。他照着龙傲天的样子把鱼钩甩进云里，不到10分钟就有货上钩。垂钓成功，获得奶油面包1。柳如烟直接把面包1分为2，把大的一半递给龙傲天。这举动把龙傲天惊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要知道平时柳如烟可是个十足的吃货，现在居然主动分给他，还是大头的。好心给你，不要拉倒，过期不候哦。回过神来的龙傲天赶忙接过面包大口吃起来，这肚子一填饱，整个人都舒服多了。这时他突然想到聊天频道和交易市场已经开启，于是他点击游戏面板。好家伙，聊天频道热闹的像菜市场一样。我钓到个超牛的天赋，饥渴减缓，食物和水需求直接减半，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饿肚子了。我刚刚钓到了一个泥土块，可以放置在任何位置，这不就是我的世界空岛版吗？方块上太拥挤了，我已经将我同桌推下去了。谁让他平时总打我小报告，还不让我抄作业？大家都是同学，至于吗？多钓几个方块，平台不就大了？推同桌的那个太过分了，祝你也早点掉下去。各位不要杀死你的同桌，要知道你的搭子死亡之后，钓鱼竿也会消失不见，这样就少了10种物资的来源。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龙傲天和柳如烟都被群里的聊天内容惊到了，他俩都没想到有人竟然狠心到杀死自己的同桌。没想到真有人这么狠，你不会哪天也把我推下去吧？虽然我有点讨厌你，但也不至于坑死你。放心吧，臭宝。你这家伙居然敢讨厌我，看我不收拾你！这时远方又一朵白云慢悠悠飘来，这朵云能钓出什么物品呢？这两活宝后续又会发生啥有趣的事儿呢？点个收藏，咱就接着往下瞧呗。上集说到龙傲天和柳如烟这对欢喜冤家又吵了起来，这时刚好一朵云飘了过来，他们只好放弃斗嘴开始垂钓，很快就有收获。获得稻草1，10个稻草可合成稻草块，获得小麦种子1。这都钓了个什么鬼？这些东西也不能吃啊！时间就这么1分1秒过去，眼瞅着都中午了，愣是一朵云都没飘过来。早上的奶油面包早消化的渣都不剩，现在俩人的状态是又渴又饿。救命！我要渴死了！再钓不到吃的，我可就把你生吞了！你可真是个小吃货。龙傲天一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硬着头皮打开交易市场。好家伙，满屏的木材、稻草，唯独没有他们最需要的方块和食物。就在这时，柳如烟突然指着前方尖叫一声：“是云朵，来云朵了！”龙傲天也看了过去，发现这个云朵好像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发现食物云朵，垂钓必得食物或者水源。食物云朵，这简直就是救命稻草。他俩二话不说，抄起钓竿就开始垂钓，几乎同一时间有货上钩。获得矿泉水1瓶，获得便当1份，耶！我过来了，我还能再赚500年。柳如烟捧着便当差点哭出来，龙傲天却盯着手里的水两眼放光，他觉得可以用 S 级天赋每日复制多复制1份出来。柳如烟也觉得这主意很棒。随后龙傲天一顿操作猛如虎，储物篮就这么凭空多出1瓶矿泉水，两人一人1瓶，咕咚咕咚喝了起来。活过来的柳如烟忍不住夸赞一句：可以呀，你这同桌关键时候真能处。还没等两人好好喘口气，惊喜再次降
降临，2朵云分别从两边飘了过来。这次飘来的是方块云朵，垂钓会随机出现方块。龙傲天没有丝毫犹豫地甩出鱼钩，垂钓成功，获得木板方块1，可进行分解为10个木材，也可选择进行放置。龙傲天很幸运地钓到一个方块，而柳如烟则是钓到了一袋糖果。虽然糖果吃不饱，但过嘴瘾也不错的。龙傲天这边选择放置方块，让空间变大。只见一道奇异的光芒闪过，原本小小的方块一下子变大了许多。哇塞，位置终于大了。接下来的时间里，二人除了等待云朵飘来之外，还在聊天频道看着大伙聊天。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差点没把柳如烟气死。我一下子掉了10个平台，我同桌一下子掉了10个烧鸭饭，现在已经是3×3的格局了，晚上躺在平台上睡觉就行。还有另一个欧皇说的也很气人，这有啥啊？我同桌钓到了天赋，每天都可以获得随机1张图纸，图纸可是能卖大价钱的。气死我了，他们都掉了好多好东西，咱们的运气也太差了吧。知足吧，没饿死就是万幸。要知道现在还有很多人饿肚子呢。接下来的时间里不断有云朵飘过，两人把剩下的12次垂钓机会全部用完，分别收获了木材5、2卷纸巾、3包压缩饼干、5根火腿肠。最让人惊喜的是，柳如烟居然钓到了一份凝水器图纸。凝水器可以凝结空气中的水蒸气，每次可凝结约1000毫升的水源。建造要求：石材石、铁块石、能量结晶1。你也太欧了吧！如果能够建造出来，说不定水资源就不用担忧了。只可惜建造资源根本不够啊！能量结晶这可是稀罕东西。你真笨！明天把图纸再复制一份，高价在交易市场卖出去，说不定能获得一大笔资源呢。你可真是个大聪明。柳如烟拿着这张图纸耀武扬威地看着龙傲天，仿佛在说：“快夸我，快夸我！”龙傲天看着他那副小傲娇的样子，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柳如烟立马炸毛，两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打闹起来。此时天色渐渐暗了，一轮圆月缓缓升起，预示着夜晚已经到来。打累的两人看着这2平米的方块，突然意识到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么小的方块应该怎么睡觉呢？是背靠背坐着睡，还是轮流睡？万一睡着了不小心掉下去怎么办？这一个个问题让刚刚还嘻嘻哈哈的两人犯了难。想知道这对欢喜冤家在这小小的方块上到底怎么度过漫漫长夜吗？后续他们又会遇到哪些惊险刺激的事情呢？点个收藏，咱们继续往下看吧。谁能想到前2集还在互掐的龙傲天和柳如烟，夜里居然背靠背缩在小方块上熬通宵，直接给我看暖了。喂，杂鱼，我们聊会天吧。聊啥聊？都聊了1天了，白天吵的还不够吗？你觉得我们的爸妈现在还活着吗？他们现在是不是连块能站稳的方块都没有？想到父母也可能跟自己一样在方块上受苦，柳如烟不自觉地哭了起来。别瞎琢磨了，他们是成年人，肯定比咱们过得好，说不定在大方块上跳广场舞呢。你这个家伙可真逗！柳如烟被逗得咯咯直笑，一想到他俩的父母可能真过得还不错，心里的慌乱总算消了一些。此时的天色已经很晚了，二人就这么背靠背的睡了过去。谁能想到平时见面就掐的死对头，此刻竟成了彼此唯一的依靠呢？第2天太阳刚冒头，系统提示音就跟催命似的炸响。丁，存活玩家剩余60%，赠送所有小队5个方块。同时从今天开始也会出现属性云朵、怪物云朵和野兽云朵等全新云朵，请大家今天继续努力存活下去，千万不要从方块上掉下来哦。啥？以后不仅防掉下去，还要防天上吊怪兽吗？先别慌，加上昨天的方块，咱能搭7平米的平台了。说干就干，他抄起方块就开始扩建。柳如烟在旁边跟个小喇叭似的喊着加油。经过10多分钟的不懈努力，平台一下子就变大。呜呼，这下睡觉能伸开腿了。随后龙傲天又用天赋把凝水器图纸复制1份出来，然后将图纸以2个能量结晶或者2个能量核心的价格在交易频道上架。聊天频道直接炸锅了，这图纸简直能救命啊！我很想换，可是能量结晶和能量核心究竟是什么？能量核心可以提升垂钓的次数，但是能量结晶我就不知道功能了。我只有能量结晶，我想换点食物，有人跟我换吗？龙傲天看到一个叫牛大力的玩家想用能量结晶换食物，他立马发去了私聊。牛兄弟，1块压缩饼干换你一个能量结晶咋样？哥，能换热乎的不？压缩饼干那玩意太硬，硌嗓子啊！最后跟牛大力掰扯了半天，龙傲天用1块半压缩饼干换了个结晶，同时也有1名欧皇玩家以能量核心2的价格兑换了凝水器图纸。交易刚搞定，柳如烟就叉着腰傲娇起来，那模样一看就是想求夸奖。看见没？没我掉的图纸，你能这么风光吗？我就是咱们队的欧皇担当。是，柳大小姐最厉害了。对了，要不然等明天再建凝水器吧。如果一旦建造，图纸很有可能就会消失，那岂不是没有图纸可以复制了？龙傲天听完像是看智障一样看着眼前的大萝莉，他堂堂大学霸居然说出了这么堂的话。难道我说错了吗？你将图纸留着明天再复制1张，不就有2个凝水器图纸了吗？柳如烟，你说直接复制凝水器本体不香吗？而且不需要资源，直接卖凝水器卖的价格会更高。这话一出口，空气突然变得安静，柳如烟的小脑直接萎缩了。你咋不早说？丢死人了！
看着柳如烟炸毛的样子，龙傲天突然觉得这高空孤岛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随后他拿出图纸开始制造。饮水器建造要求：石材石、铁石、能量结晶。只见一道光芒出现，饮水器就这么建造好了。这东西长相如同一个饮水机，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从而产生饮用水。解决了后顾之忧的两人就开始等待云朵上门。随着大中午的到来，太阳高高挂在天空之上，两人都被热得直冒汗，整个人身上都酸酸臭臭的。你看啥？你身上也有汗味，还好意思这么看我？我什么都没说啊。嫌弃我是吧？我过来了。柳如烟故意靠近龙傲天，就是为了熏死他。就在二人又要打闹时，终于来云朵了。属性云朵，垂钓可获得任意属性，属性可增加身体素质能力。小伙伴们，想知道新增的属性云朵能开出啥好东西不？他俩能不能靠复制天赋实现水源自由？点个收藏，咱们接着看这对欢喜冤家在空岛上搞事情。这对欢喜冤家简直是运气爆棚，今天的第一次垂钓就撞上了属性云朵，获得攻击+1，防御+1。龙傲天钓到的是加攻击，他感觉全身力量都长了一小截。再看钓到防御+1的柳如烟，他的属性面板上生命值只有70，其他属性也只有个位数，活脱脱一个脆皮辅助。你这属性，怪兽打个喷嚏就能把你秒了吧？我是柔弱美少女，再说了，不是有你保护我吗？这话直接让龙傲天不知道该说啥好了。幸亏这时有私聊弹窗及时救场。哥，我这有很多材料，还有一张图纸，想跟你换点水行不？我和同桌都快渴死了。牛大力跟同桌的状态明显很不好，而龙傲天这边有饮水器在，所以根本不缺水喝。两人一番商量后，便用800毫升水和对方换取材料和图纸，分别换到了木材20、石材20，还有一张实践制造图纸。这下升级钓竿的材料总算够了。随后龙傲天和柳如烟拿出钓竿，只见一阵光芒闪过，二人的鱼竿都升到了2级。2级钓竿一天可以钓15次，升级之后可增加次数。虽然外观没有改变，但垂钓次数增加了5次。就在这时，远方竟然飘来一朵食物云朵，两人开开心心的进行垂钓，很快就有货上钩，分别获得了一个苹果，还有美味烤鱼2条。龙傲天看着自己钓的苹果一阵叹息，人和人的欧气果然不能比。随后他接过对方递过来的烤鱼一起吃了起来。吃饱喝足后，两人继续垂钓，期间也陆续有货上钩。总算在夜晚来临的时候，他们将所有垂钓次数全部用完了。龙傲天还顺便将那实线给合成出来，这东西攻击力+5，貌似有点用处。如今是穿越到方块求生第2天的晚上，柳如烟和龙傲天坐在方块上欣赏着圆月。龙傲天，你说我们今后还能回去吗？也不知道为什么，女孩子一到晚上就会莫名的伤感。为了调整这悲伤的气氛，龙傲天用夸张的语气说道：“当然能回去，而且回去后你抓紧洗澡，身上的味道都快熏死我。”滚，有病！二人就在这么打闹中沉沉睡去。很快来到了第2天早上，游戏系统突然出声：新手保护期结束，怪物和野兽云朵出现概率提升至50%，怪物和野兽大概率只会选择杀死一人，一人死亡后便会离去，只有小概率会将2人一起杀死。50%的概率，也就是说今天必遇到怪兽嘛？怕什么？昨天刚造的+5攻击力的实现，正好拿怪兽试试手。不只是柳如烟情绪激动，区域聊天频道早已炸开锅，玩家们的恐惧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救命！昨晚看见隔壁队被怪物一口吞了，方块都没剩。还好我刷出来铁锤的图纸，并且制造了一把铁锤，增加了5点攻击力，说不定可以对抗怪物。求购武器，我用3天份食物换武器图纸。楼上傻不傻？现在武器比水还贵，没人会卖的。看完聊天记录的两人陷入了一片寂静，尤其是柳如烟，那双大大的眼睛之中满是害怕的神色。怎么办啊？我不想死。看着一旁大萝莉害怕的样子，龙傲天忍不住想逗逗她。系统说野兽云朵大概率吃掉一位玩家就会离开，如果真的遇到了怪物和野兽，我肯定会。你肯定会给怪物献身，然后舍命救下我的嘛。龙傲天，谢谢你，你真好。等会老子就把你喂给怪物。就在这时，柳如烟突然怪笑一声：龙傲天，狼来了，狼来了！你是小红帽吗？什么狼来了？龙傲天往柳如烟指的地方看去，这一看直接也给他吓了一跳。只见大约10米开外正有一个野兽云朵，云朵正在朝着两人的平台靠近。龙傲天也没有少活宝了，他掏出石剑站在了柳如烟身前。到了这种关键的时候，就需要他出马了。毕竟柳如烟这种废物小学生，怎么可能挡得住了啊？躲好了，让你看看体育课代表的厉害。龙傲天，你要加油呀！你要是死了，我就把烤鱼全吃掉。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总想着吃？家人们，龙傲天的石剑能不能击退饿狼？野兽死后又会不会掉落稀有资源呢？点个收藏，咱们接着往下看吧。家人们，接上集，青狼云朵正在慢慢靠近方块，龙傲天和柳如烟的高空生存战正式进入白热化。青狼云朵，生命值70，防御13，攻击17，常见的野兽，不算太难对付。龙傲天看了下自己的属性面板，发现自己生命值100，攻击14，再加上实践的5点攻击力，硬拼血量的话竟然有胜算。看来这把可以一战。龙傲天，你要加油呀！随着云朵越来越近，青狼一跃来到平台上，龙傲天二话不说直接砍了一下，青狼被打掉了1点血，然后愤怒的用力咬了一口。龙傲天同样也
也掉了一点血，就血量来看好像并不难对付。就这样，龙傲天跟青狼就你一下我一口的战撸起来。这时柳如烟一个闪身来到青狼的背后，对着狼屁股就狠狠踹起来。龙傲天，我来帮你了，丑狼去死吧！虽然柳如烟踹得很卖力，但因为他的攻击力不到10点，所以根本破不了防，但他却依旧对着青狼不断攻击着。很快5分钟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被两人压着揍的青狼终于一命呜呼死掉了。龙傲天则是一屁股坐在了方块上，刚才的战斗让他损失了1半多的血量，现在有点虚弱了。龙傲天，你没事吧？看到大萝莉这么担心自己，他也一阵感动，尤其是刚才还帮忙一起围殴青狼呢。虽然没啥用，但是这足以证明了柳如烟并不是只会嘤的花瓶。没事，我休息会就好了。好的，你先休息，今天剩下的云朵我来负责掉。就这样，他沉沉睡了过去。只要吃能够回血的食物，或者好好休息，生命值就会慢慢恢复回来。等他醒来的时候，下午的夕阳已经升起。在他睡觉的这段时间，柳如烟还在尽职尽责的垂钓，除了钓到一些材料外，还钓到一张匕首图纸。只可惜金铁需要10块，目前已经不够了。你可真哦，真都能被你钓到。当然啦，我可是欧皇担当呢。随后两人在交易市场花费了500毫升的水更换到了10个金铁，然后将匕首制造了出来。获得匕首藏1，攻击力加4，可用于分解动物。就在这时，拿到匕首的龙傲天发现青狼尸体上出现一个可采集提示。很快，龙傲天直接选择用匕首将青狼肉给瓜分，分别获得了青狼肉30、青狼骨10、青狼牙10，还有一张完整的青狼皮。随后，龙傲天直接使用了今天的复制天赋，复制出了一把匕首出来。柳如烟好奇地看着手中的匕首，在得知自己的攻击力突破11点后，非常的开心。终于不是个位数攻击了，龙傲天，你简直是我的福星！少拍马屁，先把生狼肉吃了，明天要去空岛探险，得攒体力。龙傲天在背包里拿出了2块生狼肉，一块递给了柳如烟。青狼肉服用可恢复10点生命值，可瞬间饱腹。柳如烟有些犹豫，虽然她现在很饿，但是还没有吃过生肉呢。见龙傲天没有犹豫的将生肉吃下，她也只好硬着头皮吃了下去。生肉的膻味熏得她差点原地去世。此时天色渐渐的黑了下来，为了迎接明天的空岛降临，二人没再打闹，而是早早的睡下。很快来到了全民穿越空岛的第4天。恭喜所有玩家存活过3天，今日将出现空岛探险功能。空岛面积有大有小，空岛越大方块暂停时间越长，空岛越小方块暂停时间越短。空岛上物资应有尽有，同时除了有丰厚的物资，也有数不胜数的危机。提示3：当方块过了离开时间，将永远留在空岛上。留在空岛并非可以安全享受空岛的物资，停留时间过长将出现大恐怖。这就是空岛探险吗？果然，我原本以为这个所谓的空岛探险是福利，现在看来根本不是。龙傲天，怎么办啊？还能怎么办？只能等空岛了。就在这时，脚下的方块突然快速的移动起来，柳如烟被突如其来的飓风吹得一个没站稳，差点就要往方块的下方掉。还好龙傲天眼疾手快将他拉住。此时他们以一种非常快点速度行动着，看来目的地就是空岛了。家人们接上集，方块就像会飞的魔法毯子一样，载着这对欢喜冤家冲向云海中的空岛，很快便到达了空岛边缘。龙傲天率先从方块上跳下，非常帅气的落地。别怕，像在操场跳沙坑，我接着你。真的吗？那你一定要接住我哦！柳如烟说着便从方块上纵身一跃，然后扑通一声栽进沙子里，脑袋埋的只剩下一对小辫子。抵达灵溪空岛，逗留时间5小时。就这样，二人踏上了空岛探索之旅。还没走出多远，就见几只粉嘟嘟的章鱼怪晃着可爱的小触手爬了过来，两人兴奋地上前发起攻击，还好并不难对付。3下5除2就全部解决掉了，同时他们还获得了一堆章鱼肉，这可把柳如烟高兴坏了，就等有了火种之后烤章鱼吃呢。随后他俩又往里走了一阵，前方出现几棵高大的椰子树，系统提示需要斧头才能砍伐。龙傲天用饮用水在交易频道换了木斧图纸，然后用10个木材给造了出来。你留在这里砍椰子树，我去林子里找吃的，小心别乱跑。柳如烟握着斧头用力点头，小脸上写满认真。龙傲天走进丛林中，没走一会就发现了一些蓝莓果树，幸好蓝莓并不需要用工具采集，他一股脑全部采摘下来，总共有几10颗之多。就在这时，一根弓箭突然出现，擦着他的肩膀飞了过去，就见一个拿着长锋的野人从树后跳出来。玩家龙傲天被箭射中，扣除15点生命值。远在沙滩上砍树的柳如烟也得到了提示，急得他赶忙给龙傲天发去消息。龙傲天，你怎么样了？为什么会被攻击？这里有野人，你别过来，我自己能处理。野人拿出弓箭又要攻击龙傲天，吓得他赶忙往丛林深处跑，还没跑出去多远，忽然哎呀一声，他竟然掉进一个大坑里，摔得屁股疼不说，系统又提示扣了25点血。就在这时，他看见坑底有个闪着荧光的宝箱，未上锁的白银宝箱，有几率开出极品道具。龙傲天果断打开宝箱，一道金光闪过，里面有一把红红的剑和一个像图腾一样的东西。获得武器刺铁剑，增加25点攻击力，获得治疗图腾，可回复15点生命值，冷却时间10分钟。要知道龙傲天的实剑攻击力才5点，有了这把攻击力25的剑，他可以原地起飞了。治疗图腾也是好东西，可以留给柳如烟用，这下全职辅助算是有了。随后他开始往上攀爬，好在大坑并不深，没多一会就爬
爬了上来。还没等他喘口气，那个野人突然出现在不远处。只见他手里的弓箭飘向空中，也不知道是不是在编什么大招。龙傲天拿出赤铁剑，直接对准长弓野人劈了过去。这一下直接打掉了野人25滴的血量。下一刻，野人一个后跳拉开距离，然后拿出一支弓箭想再次攻击时，然而下一秒，柳如烟突然举着木斧冲过来，啪的一声敲在野人背上。龙傲天趁机一剑砍中他的脖子，野人扑通倒地，就这么死了，化成一道光消失了。龙傲天，你吓死我了，我还真的以为你要死了。我不是说你乖乖待在那边砍树就行了？我不会抛弃你的，碰到青狼的时候是你保护我，这次轮到我救你了。谁也没想到平时跑200米都气喘吁吁的废物萝莉，竟然跑那么远来救他。龙傲天感动的同时并没再说什么，而是将治疗图腾交给了他。对方装备上之后就开始治疗起来。只见地上出现绿色的光圈，龙傲天的生命值在缓慢的恢复着，没一会就恢复了15点生命值。走吧，岛内太危险了，去边缘，实在不行回平台离开这里。很快二人又来到了沙滩这里，只见原本有着椰子树的地方变成了半截树木，以及一些木材，以及2个椰子。可以啊，没想到你小小一只干活那么勤快。哼，那当然了，你进到森林之后，我就马不停蹄的砍树。柳如烟双手叉腰傲娇道，很显然，对于龙傲天的表扬，他很受用。你是伤员，在沙滩上休息休息，喝喝椰汁，我再砍点树。还真别说，柳如烟平时看着挺刁蛮任性，但是到了重要的时候也不会耍公主病，该干活就干活。当他们离开后没多久，一大群野人突然出现，如果再晚一会走，说不定会被他们给包围了。家人们谁能想到，曾经连体育课都喊累的废柴小学生，如今进化身伐木小能手，一斧一斧砍伐出好多的木材。柳如烟觉得现在的自己可厉害了呢。砍树太累了，手都酸得不行。龙傲天，你帮我揉揉。话音未落，头顶椰子树突然沙沙作响，一颗椰子掉落下来，刚好砸在他的大脑袋瓜上，立刻苦了个大包出来。玩家柳如烟被椰子砸到，扣除10点生命值。疼死了，这破椰子！快过来休息会，别在树下站着。就在这时，丛林里冲出来10几个野人，这些野人二话不说，拿着弓箭就射，箭嗖嗖的飞过来，差点打中他们。野人追来了，快跑！他们怎么跟狗皮膏药似的，好讨厌！还好他们距离方块不算远，没多一会，两人跌跌撞撞逃回漂浮的平台上。追过来的野人们却在沙滩边缘停下脚步，就那么傻傻的站在那儿，仿佛看不到两人一样。龙傲天，你看这些野人怎么不动了？他们应该无法离开空岛，既然攻击不到咱们，那就不管他们了。咱整理下这次空岛探险的收获吧。随后两人开始整理物资，收获最大的肯定是赤铁剑和一个能加血的图腾，还有很多木材、椰子、面包和几十颗蓝莓浆果。柳如烟看着加血的图腾，觉得自己能帮忙了，再也不是那个只会拖后腿的人了。以后你负责打架，我负责奶人，咱们是最佳搭档。先把你头上的包治好吧，我的小奶妈。就在这时，耳边突然传来系统播报：方块停留时间到，准备离开空岛。随后方块突然朝着远方移动，两人也总算放下心来，看着越来越远的方块，柳如烟忍不住发出感慨：要是没有野人，这真像度假岛呢，一直住在这也不错。但系统说了，不按时离开会遭遇大恐怖，听系统的准不会错。龙傲天随后打开聊天频道，想要看看有没有逗留在空岛上的倒霉蛋。果不其然，和龙傲天猜想的一样，今天去空岛，上面除了一堆沙子之外什么都没有，真是烦死了。给我安排了一个什么空岛啊？别提了，我是正常的绿洲空岛，就是迟到了1分钟罢了，结果平台就开走了，速度非常快，我跟也跟不上，现在只能待在这里了，希望没有危险吧。系统不是说过了，没按时离开空岛的会遭遇大恐怖，兄弟你死定了。就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刚刚那个迟到1分钟没有抵达平台的玩家突然发出令人惊恐的消息：救救我，有怪物在追我，怎么办啊？我会不会死啊？什么怪物？是野人吗？不是，是一群丧尸，各种各样的丧尸，我完了，救命啊！这名玩家发完这条消息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很明显已经挂掉了。他用生命的代价告诉了众人留在空岛上将发生什么。此时龙傲天和柳如烟大眼瞪小眼，眼神之中彼此都浮现恐惧。幸好我们按时回来了，以后必须遵守时间，空岛的大恐怖真不是闹着玩的。此时两人的平台彻底驶离了空岛，这时刚好有云朵飘来，二人马上开始垂钓。接下来运气不错，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云朵，两人垂钓了一些有用的木材、食材，还有一些食物等等。真是既充实又劳累的一天啊！今天就这样，咱们准备休息吧。就在他们准备睡觉时，远处出现了一个方块平台，而平台上面有2个男人，前面的男人坐在木板上，面前有个像方向盘的东西，像开车一样。这两人是双胞胎，叫刘大虎和刘二虎，他们是同桌，所以刚好分在了一个方块上。刘大虎有个技能，能让方块像开车一样移动。他们已经抢了3个人了。哥，那边有人，开过去打劫他们一下。方块车嗡嗡的开过来，龙傲天听到声音，看到对方的方块越来越近，吓了一跳。柳如烟也很害怕，偷偷拿出匕首藏在身后。龙傲天，他们过来了，小心，他们可能是坏人。2个方块越来越近，刘大虎和刘二虎拿着武器露出了坏笑。龙傲天握紧赤红剑，柳如烟攥着加血的图腾，一场麻烦就要来了。
上集说到欢喜冤家被双胞胎兄弟盯上了，这兄弟二人已经打劫了3队玩家，抢夺完物资之后就把人残忍的杀害，而此刻他们正急速向龙傲天和柳如烟靠近。别怕，躲在我身后。不要，我要和你一起战斗。柳如烟不想做一个只会嘤嘤的废物小学生，他这次要选择跟龙傲天并肩作战。很快，对方的平台靠近了，2个方块平台砰的撞在一起，然后竟然很自然的融合成了一个更大的方块。刚一停下，刘大虎就上前几步开始叫嚣起来：“把东西交出来！我俩可是初中生，不是你们这些废物小学生能对抗的。”可是他的话还没说完，龙傲天的红剑就砍到了他的胸口上，一下打出了高额的伤害。揍的就是初中生，怎么你不服吗？这他妈是什么武器？你用外挂，这叫实力。龙傲天说着又砍一下，直接给刘大虎整懵了。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小学生的伤害这么高，恐怕3下就将自己砍死了。刘二虎看刘大虎竟然吃亏了，刚想上前帮忙，结果被柳如烟给挡住了。别动，你的对手是我。柳如烟说着就砍了对方一下，虽然他的属性很垃圾，但扛一会还是没多大问题的。而龙傲天趁这个机会又砍了几剑，刘大虎就倒在地上不动了。玩家龙傲天击杀玩家刘大虎，获得任意属性点乘5。龙傲天来不及看系统的奖励，赶忙上去帮柳如烟砍了几剑后解决了刘二虎，同样拿到了5点任意属性点。他也终于明白眼前这2人为什么要打劫玩家了，除了抢夺物资之外，杀死玩家还能够获得属性点。他把属性点全都加在了攻击上面，拿着赤铁剑就是47点的攻击力，也就是说柳如烟这只小萝莉只需要2剑就可以砍死。你看我干嘛？赶紧打扫战场呀！他俩好东西肯定不少。小丫头今天这么棒，还以为你会一直躲在我的身边呢。对，今后我不想当没有用的花瓶，我要和你并肩战斗。好吧，我相信你。很快，2人开始清理一下这次的收获。收获最大的肯定是方块平台，现在融合在一起后整整大了1倍。然后除了一些杂七杂八的材料食物，还多了一个驾驶方块。柳如烟凑过来一副跃跃欲试的娇憨表情。龙傲天哪里不知道他的想法，毕竟他俩除了开过碰碰车，还没开过方块呢。第一次我来，10分钟后再换你上。好吧，10分钟后就到我了哦，你不能耍赖。当龙傲天的手搭在方向盘上时，系统提示需要10个木材充当燃料，也就是说一个木板方块可以驾驶平台整整1天，如果节省点使用，可以用好几天。随后龙傲天没有犹豫的将10份木材拿了出来，下一刻方块再以60码的速度前进。挖洞了，方块飞起来了。怎么样，刺激吧？快给我玩，我也要玩。等等，现在才几分钟呢，你着什么急？就这样，等龙傲天驾驶了一会后，又换柳如烟来，轮番驾驶几轮后，新鲜劲总算过去了。这时的2人也感觉到了疲惫，毕竟从空岛回来之后，他俩还没合眼呢。随后2人就这么沉沉的睡着了。这一觉2人睡得十分香甜，一直睡到第2天的太阳升起。2人醒来后简单吃了点东西后就开始干活了。龙傲天驾驶着方块主动寻找云朵，找到后就由柳如烟来负责垂钓，现在的效率大大提升，仅仅1上午的时间就将垂钓次数全部用光了。就在这时，驾驶方块的龙傲天看到了另外一个方块平台，平台上面还有一个4×4大的小房子，这可是柳如烟梦寐以求的东西，就等收集到足够的方块也搞个小房子住呢。对方平台上的一对男女同桌恰巧也看到了正在开车，哦不，正在开平台的龙傲天，2人对视一眼后都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随后男玩家连忙打招呼：大兄弟，大妹子。龙傲天不想理会，正准备驾驶方块离开呢，结果那边又喊了：哎，别走呀，我们有图纸，想换一些食物。听到有图纸，龙傲天立马停下，然后开着平台向对方靠近，双方的方块隔着大约1米的距离。这时对面方块上的男女正用贪婪的目光盯着自己这边的驾驶方块，这让龙傲天有些不舒服。如果你们不是来交易的，那我就走了。家人们接上集，这对欢喜冤家又遇到新的麻烦了。就见一个带小房子的方块平台上，正有对男女喊着要跟他们换食物。同学别走，我们有生火的图纸，换你几个面包就行。那个男人说完摊开手掌，2张就图纸露出来，一张画着石头打火，一张画着燃烧的火堆。龙傲天眼睛一亮，有了火，生狼肉就能烤着吃了。而这时柳如烟却悄悄凑近耳边小声嘀咕：他们眼神不对劲，背后好像藏着东西。龙傲天假装看图纸，其实早看到他俩的小把戏。刚才那2人把手别到背后，那里分明藏着一把石斧。龙傲天假装没看到似的张口问道：你们确定用图纸换食物吗？你那带方向盘的方块我看着挺不错的，能不能一起换？他们原来是盯上了驾驶方块，这东西目前可是稀罕物，就算给做金山银山，龙傲天也不可能换的。你长得挺丑，但想的还挺美的。不给是吧？那我们就动手抢了。这人索性也不装了，他从后腰抽出石斧，朝龙傲天劈了过来。其实龙傲天早有准备，只见红色剑光一闪而逝，那家伙血条直接少了一半。怎么也没想到这小学生的攻击力这么高。我错了，不要方块了，给点面包就行。你不是认错，是怕死，敢动手就别想活。既然敢主动出手，那绝对不能放过他。只见龙傲天又砍了一剑，直接将他送走。那女的看到这一幕，尖叫一声，刚想跑，结果被柳如烟拦住。很快，这名女玩家也被2人合力轻松解决。我还以为你会劝我别对这个女的动手呢。我有那么傻吗？放着不管，等她以后找咱们报仇嘛。柳如烟现在也明白了，在空岛世界里，主动靠近的陌生人可能藏着坏心思。通过昨天晚上刘大虎、刘二虎事件就知道了。打败2人后，现在他们的平台变得更大了，甚至还有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小房子。2人来到屋子内部，发现除了2张睡觉用的草席以外，什么也没有。不过也无所谓。
所谓，以后什么都会有的。随后龙傲天拿出打火石的图纸查看，发现除了石材外，还需要石墨和石英，这些他都没有。而篝火就很简单了，只需要5个石材和10个木材。龙傲天将篝火建造好后，将它放在了屋子外，紧接着他又拿出2块青狼肉，将肉放在了篝火上烤制。没一会，肉香就传了出来，一旁的柳如烟馋的口水都要流了出来。随后2人就这么吃起了美味的烤肉。等吃完了肉，龙傲天把今天杀死2人获得的点数加在攻击上，直到提示不能再加了。他感觉自己力气变大了，可是身体有点不平衡的感觉。我怎么感觉自己明明很强，但又很虚弱呢？你怎么都加在力量上了？现在你几拳能打死自己呀？5、6拳吧。哈哈，那你这么简单就把自己打死了，明明是功高防御低的小脆皮嘛。柳如烟说完直接嘎嘎笑了起来，这话也提醒了龙傲天，他赶紧把剩下的点数加在防御上，这下感觉好多了。你笑得很开心是吧？哈哈，又虚又壮的小杂鱼，我看你是皮痒了。玩闹一阵子后，天色已经黑了，2人正准备睡觉，这时龙傲天突然发现聊天频道的信息有些不对劲。各位，你们有杀过人吗？楼上的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杀人了？为了大家着想，我决定说出来，杀死玩家就可以获得5点属性点。所以为了你们安全着想，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找个人守夜。楼上说的有道理，我杀死了10个人，刚好得到了50点任意属性点。不过你能够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看着众人的聊天都聊到了加5点属性点的问题，龙傲天叹了口气，和真相哥说的一样，晚上恐怕必须要安排人守夜了。看来大家都知道杀死其他玩家能获得属性点了，今晚开始咱们得轮流守夜，防止别人偷袭。我觉得也是这样，要不今天前半夜我守，后半夜你来守。好，就这么说定了。为了我们的安全，可能接下来会很辛苦。我不怕辛苦的。柳如烟认真的说道，她决定一定要跟龙傲天一起好好活下去。虽然她现在很菜，但是柳如烟发誓一定会做得更好，尽可能不拖累龙傲天。家人们接上集，为了避免晚上睡觉时被其他玩家偷袭，这对欢喜冤家开始倒班巡逻。凌晨5点钟，柳如烟揉着眼睛叫醒龙傲天，声音中带着浓浓的困意。杂鱼，该你值班了，我快困死啦！龙傲天起身时发现他黑眼圈中的能挂水桶，显然是强撑了半宿。只见这小妮子一头栽倒在草席上，秒变呼噜小雷达。龙傲天有些无语的看着他，这么晚才叫醒我，难道他只准备睡2个小时吗？随后龙傲天离开小屋，来到方块平台上，准备开始今天的垂钓。结果整整一上午过去了，竟然一朵云都没碰到。再看小屋内，柳如烟的呼噜声此起彼伏，房顶都快被她的鼾声掀飞了。眼瞅着到了大中午，这丫头终于睡眼惺忪的从房间里走出来，她看着头顶上大大的太阳，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去，我竟然睡这么久了。龙傲天，有钓到云朵吗？有屁的云朵，你这呼噜声，连云朵都得绕道走。2人正要拌嘴呢，头顶的太阳突然被遮得严严实实。他俩抬头一看，我去，高空飘着一个巨大的石台，跟悬浮的巨型城堡似的。这是空岛吗？怎么这么大？得上去看看才知道。龙傲天二话不说，操控方块升空，几分钟后就到了空岛边缘。到了云海了，龙傲天，云海是空岛的边缘，再往前一会就到空岛了。到了云海区域，龙傲天突然掏出钓鱼竿甩向云海，柳如烟当场笑不活了。大哥，云海能钓个啥？你怕不是睡迷糊了？结果下一秒系统提示荧光素打脸，垂钓成功，获得500毫升水衣。原来云海也能垂钓。随后2人各垂钓10次，收获5份泥土方块、5份食物、5份水源，还有1张木栅栏图纸。柳如烟拿着图纸高兴了挥了挥手，这下平台4周可以装护栏了，再也不怕有人偷家啦。龙傲天却注意到他手腕细的能戴儿童手表，默默记下要多搞点肉给这丫头补补。很快，2人的方块总算到达空岛的入口处，抵达乾隆空岛，逗留时长10小时，请在10个小时之前回到平台。这个空岛能待10小时耶！上岛看看，记得带上红剑。龙傲天用今天的复制天赋将红剑复制了1份，现在他俩战力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玩家了。很快，2人在茂盛的森林间探险了半个小时，竟然发现了一个干净的小水潭。在确认水潭安全后，柳如烟发现潭水可以饮用，兴奋提议卖水。龙傲天却持反对意见，交易市场已经卷疯了，现在卖水赚不到几个钱。柳如烟不信，打开交易市场一看，果然满瓶都是山泉水买1送1、湖水换木材的广告，直接给他整破防了。早知道昨天就该多囤点水，亏大了。咱们有红剑和治疗手套，不比卖水香吗？不过现阶段还不能复制红剑拿出来卖，不然就会增加敌人们的战斗力。龙傲天在交易市场高价买了几个空瓶，装满5000毫升水后，2人决定在水潭洗漱。龙傲天二话不说脱下上衣，然后一个猛子跳进水潭里。柳如烟嘴上喊着耍流氓，却透过手指缝悄咪咪的看。你看着是个细狗，没想到还有不少肌肉呢。那当然，我可是体育课代表呢。10分钟后，龙傲天将身上的污垢和脏东西清理了一遍，顺便将自己的衣服也给洗了，然后穿着湿漉漉的衣服，还好此时是大太阳，穿着湿的衣服一下子就干了。该你洗了，我去周围探探路，看有没有什么资源。龙傲天在水潭周围转了转，发现没有什么可用的资源，随后拿出斧头开始
是砍树，毕竟木材可是永远都缺的。不远处水潭边的柳如烟和龙傲天一样，将脏兮兮的身子和衣服好好的洗了一顿。不过这一洗就是半个小时，快点吧，已经登岛1个小时了，还有9个小时。我知道了，等等嘛。柳如烟洗着洗着，顿时被水潭里的一阵金光吸引。这是什么东东？就见一个宝箱，就这么从水里飘了上来。天赋宝箱，小概率能够得到天赋，极小概率能够得到 A 级以上的天赋。柳如烟这运气简直就像开了挂，不愧是队伍里的欧皇担当。家人们谁懂啊？柳如烟洗澡居然洗出个天赋宝箱，直接给龙傲天当场看呆了。这小妮子怕不是开挂了吧？在龙傲天的催促下，柳如烟果断开箱，就见一道金光闪过，系统提示音直接炸穿耳膜。恭喜获得 S 级天赋天文感应，被动能力，速度的属性将和自身最大生命值一样。主动能力，大幅度增加敏锐程度，在战斗上可以提前预知敌人的动向。真心感应，能够消耗体力预知他人的想法。龙傲天当场震惊了，这能力不就是海贼王里的见闻色霸气吗？而且能力效果更强。首先主动能力就很逆天，可以提前感应到危险，以后再也不用怕被后捅刀了。被动能力更逆天，血条越厚速度越快。要知道此时龙傲天的速度也才10几把了，柳如烟的生命是70，只要一直提升他的生命值，那他今后将成为又肉又敏捷的强者。最重要的是人心感应，岂不是以后背地里说这小妮子坏话都能被听到了？我操，柳如烟以后将不是小废物了。龙傲天暗暗想到，结果柳如烟消耗了一部分体力，得知了龙傲天的想法，突然瞪眼看过来，不准再叫我小废物，我可是能预判危险的 S 级强者。龙傲天看着眼前向自己耀武扬威的柳如烟，突然想到，当时自己能够获得 S 级的天赋，貌似也是因为她的缘故。不得不说，这小妮子简直是个福星。好，以后叫你刘姐还不行。对了，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能随意探查我的内心，明白吗？知道啦，咱们抓紧探索空岛吧。一路上，龙傲天深刻明白了柳如烟天赋的厉害之处，比如有蛇从背后攻击他，柳如烟直接一个躲闪，随后再点那蛇就是一剑。要知道龙傲天还没有反应过来呢，这小萝莉的身法跟开了挂了一样。随后二人在森林里转悠一会后，除了采集到一些野果和杀了几条小蛇以外，就没了其他收获。这个岛看上去那么大，结果资源那么少。此次空岛探险大概还剩7、8个小时，是时候该去挖矿或者砍柴了。所以你挖石头，我砍树嘛。来到空岛，除了采集食物资源外，还需要采集方块资源，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平台越建越大。柳如烟眼神闪过一丝犹豫，她有点不想和龙傲天分开。算了，你跟着我一起去挖石头。龙傲天还是不打算把柳如烟一个人丢在别处，万一遇到危险咋整？好耶！很快，两人从地面上找到一个裸露的大石头。龙傲天在交易市场上看看有没有稿子售卖，不过很可惜，稿子贵得离谱。因为可以挖石材，石材又可以合成石块，基本有人用过图纸合成之后都会选择自己去用，而不会售卖。哪怕只是最低等级的木镐，都卖到了15个方块以上。这些狗卖家卖个木镐居然都这么贵。龙傲天，要不明天你复制一个蛋糕吧？柳如烟无所事事的站在一旁提议道。龙傲天白了一眼柳如烟，你以为这么容易复制啊？一天只能复制1次，明白不？驾驶方块，还有凝水器，这些更重要。当然，还有你捡的天赋，也得尝试复制。随后他花了一些水资源以及方块资源、食物资源，才勉强换到2把木镐。两人握着木镐开始挖矿。6个多小时过去，两人总共采集到120个石材。眼看天快要黑了，他俩是时候返回了。柳如烟，你现在跑得快，要不背我跑回去，这样还能节省时间。龙傲天看了一眼他，一眼提议道。原本以为柳如烟会啐一声之后拒绝，却没有想到他点了点头，傲娇的说道：那是，我的速度现在天下无敌。说完，他对着龙傲天撅了撅臀部，示意他上来。龙傲天一阵汗颜，不过不得不承认，在柳如烟得到这个天赋之后，或许自己就不是他的对手了。就这样，二人在林子里飞速狂奔起来，还没过几分钟就回到了平台上。柳如烟将龙傲天丢在了平台上，然后牛皮哄哄的说道：龙傲天，怎么样？我牛逼不？牛，我的同桌是最厉害的那一个。柳如烟有些洋洋得意，她终于可以帮上大忙了。之前都是龙傲天出力，柳如烟决定等以后出空岛，她都要背着龙傲天出行。家人们接上集，这对欢喜冤家刚驾驶着方块离开空岛，龙傲天突然灵机一动，如果能再登岛一次，岂不是可以再白嫖10个小时的登岛时间？想到这儿，他立刻操控方块返回，结果弹出提示说登陆空岛需要冷却时间24小时。龙傲天耍小聪明的样子，给一旁的柳如烟笑个火了。哈哈，得了吧，策划早探穿你这个卷王啦！好吧，先升级平台再说。两人把12块石材合成石头方块，平台面积又变大了一圈，踩上去都感觉宽敞了不少。再看之前他俩登陆过的空岛，突然在眼前消失了。这下等24小时后再登岛的计划也泡汤了。此时天色已经很晚，两人继续轮流守夜。柳如烟照旧值前半夜，很快来到第2天早上，柳如烟还在小屋里呼呼大睡，口水都流了一地。龙傲天蹲在旁边盯着他的脑袋发呆。这小妮子的天赋那么厉害，我能不能也来一份？随后龙傲天将手轻轻放在柳如烟的大脑门上，系统复制她的天赋。这时突然一道金光闪过，系统发出提示：复制成功，获得 S 级天赋天文感应。
龙傲天感觉身体突然变轻，像是能看清空气中的小灰尘。好奇心作祟下，他对柳如烟发动读心术，这不看不知道，一看笑到劈叉。小妮子梦里全是烤肉堆，而自己穿着厨师的衣服，手里还端着超大份烧鸡。好家伙，这小妮子做梦都忘不了吃，真是个极品吃货。这时柳如烟刚好醒来，看到一旁的龙傲天，顿时吓了一跳。龙傲天，你在干嘛？是不是把我的天赋偷了？这叫复制。再说，我可什么都没看见啊，比如某人梦里的烤肉派对。你还说没看？看我不揍你！就这样，龙傲天迎来了一阵拳打脚踢，打闹一阵后，两人约定今后不能偷听对方的想法，要给彼此留一定的空间。就在这时，远方传来一片云朵，云朵之上则是3只绿色的怪物，看样子应该是传说中的哥布林。来得正好，试试新天赋的预判能力。哥布林怪叫着冲过来，在龙傲天眼里却像放慢动作的动画片。他轻松躲过攻击，赤铁剑唰的砍中哥布林身上。柳如烟趁机戳中另一只的屁股，3只哥布林像喝醉的醉汉，跌跌撞撞被吸水一番后，瘫在地上化成一阵光芒消失了，只留下几样爆出的物品。获得哥布林肉30，哥布枣1，哥布林的仇恨。获得的奖励很无语，哥布林的肉闻上去臭臭的，看来只能卖掉。而后面那个仇恨就更加逆天了，这岂不是说今后会有源源不断的哥布林找他们麻？这个哥布林真小丑，杀了3个而已就获得了哥布林的仇恨。不管了，将肉块和哥布爪上架售卖吧。我赞同，这恶心的家伙我才不愿意吃。将哥布林肉块和哥布爪上架后，哥布林肉换到了石材和木材，哥布爪竟换到木床图纸。看到图纸后，柳如烟眼睛亮得像星星，却发现需要羊毛。两人在交易市场找了一圈后，发现羊毛这东西贵得离谱。我不管，龙傲天，我要睡床。别急，那要不我们花点食物去买羊毛？龙傲天点击售卖羊毛的玩家发去消息，哥们可以用水源或者食物更换不？此时不远处的一个方块平台上，一个男子身前有一只绵羊。奇怪的是，他的方块上并没有其他人，这说明他的搭子大概率已经凉了。然而下一刻，男的却对绵羊说话：同桌，有人打算用食物跟我们换羊毛，要不要换？为什么不换？就是你售卖的太贵了。虽然现在绵羊稀有，但是你这么狮子大开口会很得罪人的。原来这只绵羊不是真绵羊，而是玩家。下一刻，男的拿出一把剪刀，在绵羊的身上咔嚓咔嚓后得到一堆羊毛。你说你好不容易有个稀有的变身天赋，结果是 C 级的变身绵羊，真是服了。聊天频道上不乏有炫耀天赋的玩家，有的玩家天赋是变身系，可以变身成为霸王龙；有的可以变成一只大鸟，可以在天空中飞翔。这些天赋不乏都是 S 级或者 A 级的天赋。然而他的同桌呢，竟然变身了一只废物绵羊。我的世界空岛生存模式降临，开局和同桌困在万米高空的方块上，掉下去就会死亡。家人们谁懂啊？龙傲天为了获得几张羊毛，居然掏出2份自热火锅加5瓶矿泉水去换。没办法，谁让现在羊毛比较稀有呢？龙傲天，这波血亏，草席也能睡啊？昨晚是谁喊草席太硬，给屁股硌疼了？这次高低给你换张舒服的床。死杂鱼，没想到你还挺关心我呢。随后两人连忙使用材料建造，很快便出现了一个大约1×2方格的木床。木床上还有一个白色的大棉被，一看就很软。只是有些可惜的是，只有一个枕头。这意味着两人如果要睡在木床上，只能枕一个枕头，睡一个被子。柳如烟想到这脸微微的烧红，不过很快就摇摇头。自己瞎想什么呢？现在可是特殊时期，而且现在可是需要守夜，两人大概睡不了一起的。随后这对欢喜冤家开始了今日份的空岛生活。两人分别驾驶方块寻找云朵或者空岛，云朵倒是找到了很多个，垂钓完毕后又多出了一些食物资源、金铁资源。值得一提的是，两人还找到了3个属性云朵。龙傲天垂钓到了3个防御属性点，他的防御来到了17；柳如烟则是垂钓到了3个任意属性点。本来他还想给到攻击的，但是却被龙傲天阻止了。你将属性点给到生命值，速度不也提升了？相当于6点属性点啊！柳如烟用不太聪明的脑袋想了一下，好像的确是的。于是他给到了生命值，这下和龙傲天差不多了。之后不论在哪找，都找不到空岛，而方块垂钓也结束了。时间来到了傍晚，柳如烟准备休息睡觉，今天由他来守候半夜。龙傲天则是坐在外面驾驶方块前寻找空岛的身影。随后接下来的2天里，他们都没有碰到空岛。眼看食物跟水资源都不多了，龙傲天再次复制了一个赤铁剑，他打算用多余的赤铁剑在交易市场上更换有用的东西。交易帖子刚发出去不久，瞬间引起了一部分人的轰动。要知道铁剑的攻击力也才15点，而且铁剑也很难获得，需要10块金铁块以及铁剑图纸，但是铁剑图纸都已经炒到天价了。听说有大佬用100个方块来换也换不出来，所以铁剑都这么受欢迎了，赤铁剑更不用说了。这是哪个大佬居然获得了一把赤铁剑？赤铁这东西貌似很珍贵啊，我开黑铁宝箱才能够获得1块。楼主，你可以送给我吗？我是1年级的小学生。楼上的，你是畜生也送不了你一点。聊天话题都彻底变味了，只有少部分私聊他或者在交易帖子下方想要交易。看来拥有能够比你赤铁剑的物品不多啊。这时，一个叫王二妞的消息引起了龙傲天的注意。龙傲天大佬，我有个东西和赤铁剑价值差不多，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交换？什么好东东？发来看看吧。这个王二妞也不含糊，竟然发来一本技能书。
青铜下品技能奔牛拳，施展奔牛拳攻向敌人，对敌人制造额外30点攻击，冷却时间5分钟。龙傲天有些犹豫了，这个奔牛拳虽然效果不错，但有些鸡肋，而且还有冷却时间，可能是看出来龙傲天的犹豫。那个王二妞连忙说道：“这个可是稀有的技能，如果配合拳击手套或者纸虎一起使用，攻击力还是很可观的。”随后王二妞又给发了一个装备，这是一个可以增加5点攻击力的拳套，有些心动了。不过你需要再加10份食物，10个方块。这不可能，你太贪了。龙傲天的狮子大开口让王二妞有些不爽了。虽然赤铁剑很珍贵，但是拳击手套和奔牛拳也不弱啊。下次如果有好的装备，也优先和你换如何？而且如果你们不和我作对，哪怕我在外碰到你，双方不敌对，如何？卖装备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线上乐呵呵的交易，线下大打出手，那岂不是卖了装备让敌人更加强大了？而龙傲天的承诺很明显，对于王二妞来说也很重要。行吧，那龙傲天大佬，如果今后有好的东西，能否第一时间和我交换？我这里还有很多宝箱呢。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可以同意。与此同时，龙傲天眼神闪过一丝凝重。这个王二妞虽然名字土，但是却不容小觑。居然说有很多宝箱，这是天赋的缘故吗？难道他的天赋是每天领取1个宝箱？家人们谁懂啊？这对欢喜冤家竟然用红剑换到一堆奇葩物品，除了奔牛拳和拳套还算正常，可5包辣条跟3包槟榔又是几个意思呢？王二妞一句你说可以给随机食物，直接给龙傲天整不会了。刚想吐槽，他突然眼睛一亮，槟榔这玩意儿不就和烟酒一样容易让人上瘾吗？这交易区这么多玩家，保不准就有人好这口，果断上架。一个槟榔换4份便当的操作直接看傻全区。要知道便当里有肉有菜，在这吃土的世界里堪比满汉全席。这边龙傲天在为自己的机智点赞，转头就看见柳如烟正美滋滋的吃着辣条，她晃着小脚丫哼着歌，一手拿着辣条还不忘挑衅。龙傲天，你确定不吃吗？不吃我可全炫完了啊！大馋丫头，你吃吧，我可不爱吃这玩意。吃饱喝足后，二人开着方块继续探索。运气爆棚的两人把云朵垂钓次数用完后，收获简直不要太丰厚。除了有1块能量核心外，竟然还有10个金铁方块，这下足够给小屋升级了。只见他秒变击剑狂魔，4平米小屋直接扩建到6平米，距离二人称霸空岛又近了一步。随后二人继续探索，终于发现了第3个空岛。这空岛面积不大，一眼就能望到头，但蚊子再小也是肉啊！就在龙傲天准备登岛时，一个方块平台快他们一步的撞了过来，竟然抢先一步抵达。就见上面站着4个人，为首的是个长相好看的女生。她看到龙傲天两人的平台方块如此之多，顿时起了一些坏心思。我叫何丽丽，不如我们组队吧？我们这边已经有3个小队，大家可以互相照应。旁边那人也在一旁附和，还时不时露出猥琐的笑容。龙傲天心里冷笑，这4人一看就不怀好意，但对方人多势众，自己这边还是先稳一手比较好。既然你们看中了这空岛，我们不和你抢，我们就先走了。龙傲天准备开着平台离开，但他可不是真走，而是对着那个女首领用了读心术。这2人那么肥，一定想办法拉拢，不能拉拢的话，宰了抢夺物资也不是不行。然而正当那4人商量怎么对付他俩时，龙傲天的平台诡异的上升，然后在4人目瞪口呆的表情中消失在天空。这是什么技能？怎么可以控制方块自由行动的？管他呢，就2个看样子是小学生的蠢萌家伙，还配给咱们造成危险不成？何丽丽这边果然轻敌，她自信拿着铁剑就能对付2人。随后他让其他3人下岛探索，自己则是留守平台。10分钟后，龙傲天驾驶着平台从天而降，一旁的何丽丽顿时眼神闪过凶狠之色。哼，果然来了吗？不知天高地厚的2个废物。何丽丽对自己非常自信，她觉得有一把铁剑就可以轻松对付这2个小学生。既然你们2人要找死，那我就……下一刻，龙傲天和柳如烟仿佛瞬身一样，凭空出现在何丽丽的身旁，然后2把赤铁剑对着何丽丽拼命的砍。何丽丽的血量顿时降低。找死，是你找死才对。柳如烟挥舞着赤铁剑对着何丽丽就是一劈，眼见血量越来越低，她娇喝一声：旋风腿。何丽丽如同陀螺旋转了一下，洁白的大长腿对准柳如烟的脑袋一踢，这是她的技能，也是最后的底牌。然而令人震惊的是，柳如烟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后移就轻松躲过，这是天赋见闻感应的效果，可以提前洞察敌人的攻击，再加上其身躯本就小小一只，灵活的一劈，然后再次一剑将砍下来。可恶，长这么高，腿这么长，有个蛋用。随着柳如烟的极度的理解，何丽丽被砍死了。柳如烟杀死何丽丽，获得5点属性点，恭喜获得技能速旋风腿，身体旋转一下，对着敌人就是一个侧踢，额外造成攻击力外加10点伤害。击杀玩家有1%的概率获得对方的随机技能。这技能虽然伤害一般，但有几率获得目标的技能倒是有点用处。龙傲天将技能书收起来，然后在这个平台翻找了一下，还真的找到了好东西，各种基础的木、石、铁以及食物都有蛮多。目前2个人获得的食物大概可以吃2周了。与此同时，刚刚去空岛上探险的那3人已经收到何丽丽死亡的消息。大人们谁懂啊？4人小队本想打劫这对欢喜冤家，结果却被反杀了1人，而剩余的3个却跑来恶人先告状。你们这堆恶魔，我们好心邀请你们加入，为什么对我同桌下死手？
还在这装好人呢。我的天赋是可以探查内心想法，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心思。这番话让这三人一阵的尴尬，毕竟他们的确想将龙傲天二人杀死抢夺物资来着，结果反倒被人家给识破了小伎俩。跟他们废话什么？干他丫的！柳如烟准备跳下平台，结果脚下一滑，他又一次脸先着地埋在了沙滩上。滑稽的一幕没有让对面笑出声，反而是一旁的龙傲天忍不住扑哧笑出来。你们严肃点，准备打架呢？很明显，这一对逗逼根本没把他放眼里，气得他掏出一个长枪，对着龙傲天就冲了过去。这可是铁枪，足有17点的伤害加成，受死吧！结果铁枪擦着龙傲天鼻尖划过，他早已用剑纹感应预判了攻击轨迹。再看柳如烟，正躺在沙滩上扭来扭去，躲开铁斧和铁铲的攻击。要知道柳如烟还是头朝下的状态，根本都没有看到两人，那两货简直心态崩了。这时柳如烟终于从沙子里出来了，一个斧头对着他的脑袋一砍，他仿佛长了眼睛一样，再次偏头。我靠，你是人是鬼啊！另一个人受不了了，拿着铁铲对准柳如烟的屁股就是一拍。然而柳如烟再次躲过。此时的他们哪里不知道两个人不简单，先撤，先撤！这小队很诡异，想跑？问过我了吗？龙傲天对着他一阵乱砍。就这么5分钟后，3具尸体躺在沙滩上，其中2个是龙傲天杀的。他现在的样子有些气喘吁吁，看来我们的体力还是比较弱，才杀了4个人就有点累了。那我们还探索空岛吗？当然，不过在此之前得先将他们的物资给收下。龙傲天看了一眼他们的方块，要是不及时将2个平台给相连在一起，估计过1个小时就飞走了。然而就在这时，耳旁突然出现一道播报声：今日为全人类方块求生第9天，目前区域仅剩3成玩家。开放排行榜系统，排行榜分为战力、属性以及方块排行榜。恭喜龙傲天和柳如烟小队战力排行榜排名第35名，奖励2人获得青铜级别随机技能书1，获得青铜级别武器1。恭喜龙傲天和柳如烟小队属性排行榜第18名，奖励2人获得任意属性点30点，请2人进行合理分配。播报结束，龙傲天和柳如烟再次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里的惊喜。万万没想到，咱们2个只会干饭的愚蠢小学生，战力居然在3万多人里排名前40。咱们这么强的天赋才30多名，排名更靠前的那些到底有多强大呢？龙傲天这下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以后做事还要更稳健一些。随后他打开储物栏，看到一本随机技能书、1个随机装备以及30个待领取的属性点。他将15个任意属性点分配给柳如烟，然后自己则是给生命值加10点之外，刚才击杀2名玩家的属性点也给到了生命值上。柳如烟也有模有样学着龙傲天加在生命值上。龙傲天拿出随机技能书以及随机青铜装备，这2样要是留着今后复制，是不是会更好一些？要是直接使用的话，那就是固定装备。如果复制随机的，以后说不定能开出极品呢。有道理，就这么大。此时空岛的探险时间只剩30多分钟，这点时间2人也不打算浪费，打算再去空岛上再砍一会树。很快他们便来到一棵大树跟前，然后开始砍伐起来。由于他们都更换上了铁斧头，效率大大的提升。20分钟后，他们身边的木材就堆起了小山，将他们全部放进背包后，2人满载而归，回到了平台上。如烟，杀死他们的物资也有3个箱子，加上先前的箱子，一共4个。今后我们分类整理，1个箱子放食物水源，1个箱子放方块和材料，1个箱子放装备技能书，最后1个箱子随意。好的，老大，都听你的。家人们谁懂啊？这对欢喜冤家吞并4人小队平台后，实力直接起飞。本以为能美滋滋躺平，结果刚登上排行榜就被针对了。榜3天空之城小队直接放狠话，要拆他们的方块去盖别墅，这也太欺负人了。自从排行榜开放到现在，已经收到好几条威胁私信，满屏的恶意都快溢出来了。咱不过才第35名，至于吗？这些人怕不是没见过世面。但吐槽归吐槽，他俩心里都清楚，能上排行榜的没一个善茬，被当成行走的资源包也在意料之中。当务之急就是提升实力，不然迟早要凉凉。当晚，龙傲天依旧守着上半夜，时刻警惕着周围的风吹草动。柳如烟也没闲着，后半夜接着坚守岗位。天刚亮，龙傲天就迫不及待开始复制技能。复制成功，由于为第10次复制，暴击成功，获得随机白银技能书。柳如烟听到动静，像只好奇的小猫凑过来，2人一合计，龙傲天属性更优，果断由他学习白银技能，光芒消散。龙傲天喜提白银级技能金刚掌，手掌金光乍现，随手一挥就能造成85点伤害，收割敌人不在话下。柳如烟也没落下，开出青铜级技能3连冲拳，虽说比不上龙傲天的技能，但也是一大助力。有了新技能，2人心里总算有了点底气。接着2人开始日常垂钓，突然一朵奇怪的云飘来，上面蹲着一只橘黄色的小猫，眼神警惕地打量着他们。柳如烟瞬间被萌到，眼睛都冒星星了。龙傲天快看，好可爱的猫啊！喜欢就钓上来。柳如烟兴奋地甩出鱼竿，小猫居然主动扑了上来。可一到平台上，小猫又害怕地直往后退。柳如烟假装拿出赤铁剑吓唬它，不听话就把你烤了。没想到小猫立马变得温顺起来，还不停地蹭它的小腿，这反转简直绝了。
还没等他俩和小猫玩够，又一朵云飘来，两人默契十足的奔向垂钓区。这一钓居然钓出了马桶图纸，两人差点相拥痛哭，以后再也不用露天解决拉屎问题了。但看到建造需求后，柳如烟当场裂开5000毫升水，相当于喝光10瓶矿泉水，马桶要求也太高了吧？先攒其他材料，水的事大不了再复制几个凝水器。紧接着又是一人驾驶平台，一人在垂钓区看有没有能垂钓的云朵，两人相互配合，很快将今天的30次垂钓保底给拿完。小如烟，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找空岛，云朵就不用管了。我知道啦。结果两人没找到空岛，反而还找到了正在对峙的2个小队，他们脚底下的方块数每个大约只有10来块，看样子发育的很差。其中一个小队他俩居然还认识，有2个人是自己班上的学委以及他的同桌李红和林涛，而对方也看到了他俩。龙傲天、柳如烟，你们来的正好，快帮我们！李红有些喜悦道，他看到对方有这么大的平台后想到了什么，发现他俩竟然在战力排行榜的第30多名，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班上的同学真成大佬了。咱们同学也是好起来了，这不得好好利用利用。这龙傲天和柳如烟不可能不帮自己吧？随后他高傲地看着对面2个小年轻，对面的朋友，你们还是赶紧把方块和资源留给我们吧，自己留下一个初始泥土方块就够了。什么？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对面的年轻男子眼神闪过愤怒，两人的方块好巧不巧地撞在一起。众所周知，当2陌生小队碰到一起之后，除了干一架就是互相警惕的对视，生怕对方会干自己。我劝你们不要乱来，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男子眼神迸发出恨意，挡着自己的女同桌，他不理解自己不争不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你们来愣着做什么呢？快来帮我们呀！我们可是同学呀！没想到这一对班上的吃货竟然混这么好了，必须得好好利用下才行。龙傲天仿佛没有听到李红的话一样，并且用读心的能力阅读着李红的思想。这李红多多少少有点大病，自己无缘无故抢夺别人方块也就罢了，居然还命令他俩一起干坏事。上集说到欢喜冤家遇到了学委李红欺负其他小学生，本以为龙傲天和柳如烟会帮他们，结果变成了打脸现场。龙傲天，你怎么不说话？我们是同学，快点帮我抢他们方块！李红叉着腰大喊，一副班干部的做派。柳如烟小声对龙傲天嘟囔，他是不是把这儿当教室了？忘了经常以班干部的名义欺负咱们了。突然林涛啪的一巴掌打在李红脸上，给龙傲天几人都看懵了。人家是榜35大佬，凭啥帮你抢东西？忘了你天天找他俩茬了。林涛，你居然打我！大家都是同学，你干嘛这么低姿态？再废话，下一巴掌带你飞进云层。林涛气呼呼地对同桌说完，转头就对龙傲天笑眯眯地递上一张制造图纸。这家伙满头冒汗，看来以前也没少欺负龙傲天。傲天大佬，这是赔礼。以前在班上瞎起哄的事儿，您大人有大量。林涛，你有点想太多了，我们好歹也是同学，把我们想那么坏干什么？龙傲天收下图纸后，深深看了一眼林涛，再次看了另外一对玩家。旁边的小同学吓得赶紧递上一个圆滚滚的蛋。大佬，我这也有东西送给你们，还请你们别对我们动手。龙傲天将其拿在手里，是一个圆圆的东西。神秘的蛋可能孵化出神兽，也可能孵化出伤人的妖魔。你有可能因为这个蛋起飞，也有可能因为这个蛋死亡，一切皆有可能。这哪是蛋，分明是盲盒。柳如烟运气一向不错，不如就让他负责孵化好了。收下东西后，龙傲天不打算跟老同学再说什么，毕竟以前他们的关系就不太融洽。咱们走吧，别在这浪费时间了。好嘞。柳如烟开始驾驶方块移动，随后平台在4人震惊的目光中向上升，然后快速跑远了。真是差点被你害死了！你忘了你经常以班干部的名义欺负他们了？还说我，你不是也经常欺负他俩吗？吵了一会后，两人一阵后怕，毕竟现在可不是在班里了，真怕龙傲天给他俩全嘎了。再看另一边的方块上，平台正在缓缓开着。龙傲天，你说这林涛还挺大方的嘛，竟然送了咱们浴缸图纸，他是不是怕盖了他们？两人相视一笑，他俩的确打了不少玩家，但是那些都是陌生人，并且对自身有恶意，他俩可不会丧心病狂的见人就杀。就在这时，一座空岛隐隐约约出现在前方。龙傲天，你看看，是不是空岛？走，去看看。柳如烟驾驶着方块朝着那个空岛前进，不过很快，他俩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空岛被浓雾裹得严严实实，像块会移动的棉花糖，凑近了看还直晃眼。这个空岛貌似和以往的空岛不太一样。两人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下一刻，他们耳旁响起一道播报声：1. 登录特殊岛屿迷雾空岛，登岛后将出现以下规则：规则1，除了拥有特殊道具，将无法在规定时间内离开；规则2， 5分钟后小队2人就打乱出现在迷雾空岛的随机地方，请在规定时间内汇合，并且存活下去，必须先汇合才有机会离开。规则3，等过了规定时间之后，汇合的小队才能离开迷雾空岛，也就是说过了规定时间，没有汇合的小队将无法离开。当小队只有1人，在迷雾空岛上的难度将翻倍。规则4，当每一座迷雾空岛有多个小队触碰，还需自相残杀，只剩最后一个小队才可离开。规则5，离开迷雾空岛将额外获得特殊奖励。播报完毕后，柳如烟想立刻使用驾驶方块离开，却发现平台牢牢粘在了空岛上，根本移动不了。怎么办？我们要分开了，这怎么跟鱿鱼游戏似的，还要跟其他小队自相残杀？
柳如烟急得不行，眼泪在瞳孔里打转。这个空岛的规则简直残忍，只有自相残杀到最后一队才可以离开空岛。上集说到这对欢喜冤家被困迷雾空岛的外围，就见光芒一闪，俩人突然消失在平台上。再出现时，他俩分别出现在空岛的不同位置上。龙傲天环顾四周，眼前只剩白茫茫的大雾。这时柳如烟的私聊弹窗突然跳了出来。龙傲天，浓雾周围貌似好像有黑色的怪物，而且我一旦动，那黑色的怪物就会朝着我追来。别慌，我用见闻感应锁定了你的方向，现在就去找你。因为有见闻感应天赋在，他很大胆地朝前方走。可他还没走出多远，三团黑影从雾中浮现，正用猩红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这是神马啊！想到柳如烟此刻身处险境，他连忙加快脚步，甚至跑了起来。诡异的是，他速度越快，黑影追击的速度也越快。他急忙急刹停下来，身后黑影果然跟着放缓步伐，最终停在离他数米外的位置。靠，这该怎么跟柳如烟会合啊？龙傲天暗自咬牙，突然灵光一闪，要是能知道这些黑影怪的数据，说不定能找到破绽。说干就干，他小心翼翼地朝最近的黑影怪靠近，对方竟也主动朝他走来。就在不足3米时，龙傲天迅速调出暗影怪物的数据面板。暗影怪生命值178，攻击40，它的最高速度可以抵达200，并且可以瞬间移动。不过暗影怪的防御力很低，并且视力也不咋的，可以依靠这点来进行反击。龙傲天很快就抓住了重点，尽管黑影怪速度惊人，但只要抓住其防御漏洞，未必没有胜算。他当机立断带上拳套，然后对着离他最近的暗影怪就是一拳砸下。奔牛拳！龙傲天低声吼道，拳头狠狠地打到暗影怪身上，紧接着补了一记金刚掌。2发技能下去，暗影怪的生命值竟然只剩1/3，188的血量虽然多，但是防御太低了。龙傲天趁势抽出赤铁剑连连挥打，尽管他被暗影怪打掉了16点生命值，但总算有惊无险将其击杀。检测到龙傲天玩家剑道经验抵达100，开启剑术熟练度，玩家的剑术熟练度为奉剑之势剑谱。他还没来得及喊牛波1，又获得了杀死暗影怪的奖励。获得暗影珠13，获得属性点1。龙傲天连忙将属性点投入防御，防御值提升至25点。看着属性面板上新增的剑图称号，他暗自点头，不错，以后可以逐走剑士流派了。他从储物空间取出便当补充血量，刚恢复状态，便发现柳如烟的私信轰炸。龙傲天，你没事吧？刚刚看你扣了16点血，说话，你是在战斗吗？加油砍怪，看到消息回我，担心你。不出所料的关心让龙傲天心头一暖，他赶忙报了平安，随即将黑不溜秋的暗影珠收进储物篮，重整旗鼓后，龙傲天继续朝柳如烟方向行进。凭借见闻感应在迷雾中穿梭时，他意外发现一个木质宝箱，打开后获得木斧3把和木镐1把。将工具收进储物篮后，他继续前进，却见第二只暗影怪正缓缓逼近。就在他准备干掉第二只暗影怪时，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玩家柳如烟被攻击，扣除31点生命值。这妮子是已经和暗影怪物动手了吗？龙傲天连忙发送消息，防御太低就原地等我，别硬撑，你还在吗？没记吧？打脸来得太快，这下轮到龙傲天担心了。还好没过多久，柳如烟总算发来消息，我已经干掉这个暗影怪了，没事，别担心我，已经在吃面包回血了。柳如烟的回复让龙傲天安心下来，然后看着眼前的暗影怪的信息，和上一只差不多的属性，不过防御力要高一些。恰好技能的冷却时间到了，龙傲天施展金刚掌、奔牛拳以及赤铁剑的斩。很快，第二只暗影怪物也被龙傲天击败。就这样，两人不断前进，然后战斗完就停下来休息，休息之后再朝着两人靠近。2个坤小时，也就是5个小时后，龙傲天总算跟心心念念的大萝莉汇合在一起，而柳如烟正用激动的神情看着他，表情满是惊喜。家人们接上集，这对欢喜冤家在迷雾里摸爬滚打了5小时，可算活着汇合了。柳如烟一看见龙傲天，眼眶刷的就红了，但他却一脸傲娇的喊：等姑娘砍了30多只黑影怪，牛不牛？牛，你最牛了，快喝点水，跑这么久肯定渴坏了。龙傲天边说边贴心地递过去一瓶水，柳如烟咕嘟咕嘟灌了2口，这才缓过神来。活着就好，再等3小时就能回平台了。两人累得直接背靠背瘫在地上，眼一闭就想睡。周围浓雾里暗影怪走来走去，却始终不敢靠近，估计是被他俩杀怕了吧。3小时眨眼就过去了，就听见系统提示音在耳边响起：恭喜龙傲天柳如烟小队成功在空岛中存活，奖励暗影傀儡1个。暗影傀儡消耗1点暗影珠可充能1天，1天守护2人，并且听命于2人的命令。奖励小队获得暗影手枪，消耗暗影珠为子弹，打在敌人身上造成100点伤害，瞄准头部可以100%造成会心一击。他俩还来不及细看奖励，就见光芒一闪，俩人再次回到平台上。龙傲天赶紧清点暗影珠，发现整整有732颗，他立马召唤出暗影傀儡，就见高大的黑铁甲傀儡出现在眼前，往胸口塞了颗暗影珠后，傀儡双眼刷得亮起红光。我去，这也太帅了吧，跟铠甲勇士似的。从今天起，你叫001，去平台上巡逻，负责我俩的安全，看见可疑的直接干。听从主人指令。傀儡说完就迈开大步走了。龙傲天琢磨着每天复制一个傀儡，这样迟早能搞出一个军团。正想着，他又掏出暗影手枪，柳如烟眼睛瞬间放光，好帅的枪，明天必须复制1把给我。
先省着用，700多颗珠子才够打几天的。那好吧，真是小气。正说着，柳如烟肚子咕噜一声响，得了，先填饱肚子要紧。俩人翻出最后一点面包和便当吃了起来，只可惜肉类越来越少，青狼肉也早被两人吃干净了。此时天色已经黑了，可睡觉犯了难，因为他俩目前就只有一张床。龙傲天索性在小屋里弄了张草席，我睡这儿，你安心睡床。龙傲天你真好。大概是太累了，两人躺下没2分钟就鼾声四起，一夜无梦。有着001的守夜，两人睡得十分安稳。第二天的清晨，太阳缓缓上升。龙傲天昨天虽然说浪费珠子，但手里却已经激活了复制天赋。就见光芒一闪，又一把暗影手枪出现在掌心。这一把给你，省着点用。他装作不耐烦地递过去，柳如烟则是眼前一亮，知道龙傲天还是很在乎他的。知道啦，口是心非的家伙。随后二人开始了一天的垂钓日常，很快就有货上钩。龙傲天钓到了狗粮，柳如烟则是钓到了带鱼。看到龙傲天钓到的玩意，柳如烟忍不住笑出了声。龙傲天，你这钓的什么鬼？不过很快，小橘猫闻着味凑了过来，一脸眼巴巴地盯着柳如烟手里的带鱼。小咪，你想得美，我们都没肉吃了。柳如烟转头看见狗粮，又抢过来塞给猫。吃这个，狗粮也有肉味。小咪耷拉着脑袋闻了闻，发现还挺香的，这才吧唧吧唧吃起来。那早餐咱就吃带鱼吧，如何？行，但是第一口得给我吃，毕竟是我钓的。柳如烟把带鱼往火上一放，没一会儿就滋滋冒油，香味飘得老远。正在吭哧吭哧吃狗粮的小咪眼神闪过渴望之色，连忙跑了过来，结果下一刻就被柳如烟一脚踢飞了。没你的份。随后柳如烟将烤熟的带鱼分成2段，她把大块的塞进龙傲天手里，自己则是啃小半段的。吃饱喝足后，龙傲天继续驾驶着平台寻找云朵。一个上午，两人钓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比如木门图纸、石墨以及一些石英块，甚至还垂钓到了能量核心。龙傲天又钓出能量核心了，存着，以后复制装备和傀儡都用得上。看着越来越多的宝贝，两人心里踏实了很多。这空岛日子好像也能过得有滋有味呢。我的世界空岛生存模式降临，开局和同桌困在万米高空的方块上，掉下去就会死亡。上集说到这对欢喜冤家竟然运气爆表的掉了一些石英块上来，这下制造马桶的材料终于攒齐了。最高兴的当属柳如烟，她早就受够了在户外露天解决的日子，每次蹲在平台的边缘都得提心吊胆，而且风一吹过，凉飕飕的滋味简直让人想原地裂开。随后龙傲天先建造了一个3米见方的小屋子，接着又消耗物资建造了一个马桶，将马桶放置在右边，左边则是空空的。左边干啥用？以后装浴缸啊，等咱们攒够水就安排上。龙傲天说完按了下马桶冲水键，水居然自己转着圈冲干净了。柳如烟瞪大眼睛，一脸没见识的样子。怎么没水管也能冲？那脏东西会冲到哪里去呢？估计掉深渊里分解了吧，管他呢，能上厕所就行。干完这些后，二人也不闲着，他们刷聊天频道时，看见有个叫何林的大哥分享鸡生蛋理论，顿时来了兴致。龙傲天直接换了2只小羊崽，将它们安置在3×3的草皮方块上，然后用围栏给圈了起来。根据这何林的说法，大约20天后才能长出一批小羊，等以后羊生羊越多，羊毛也就越多。接下来3天的时间里都没有再遇到空岛，俩人就在平台岛复制大业。龙傲天第一天复制了随机青铜装备，第2天则是复制了001，也就是多出了一个002。现在平台上也逐渐拥挤了起来，两人、2个傀儡、2只羊、1只猫。而今日份的复制机会再次给到青铜级装备，然后将复制的另一份给到柳如烟。快把随机青铜装备开了吧，看看能不能爆出什么好东西来。很快，一道光芒闪烁，龙傲天开出个护臂，加12点防御；柳如烟更牛，开出了一根黑色的大斧头，直接加30点攻击力。哇塞，这斧头看着就带劲！柳如烟兴奋地挥舞着手中的斧头，那样子跟黑旋风李逵似的。可龙傲天却是一脸的纠结，这斧头看着是很猛，但攻速比赤铁剑慢了30%，索性就让柳如烟先用着。随后的时间里，可能是平台来到了多云地区，整整1个上午就将所有垂钓次数用完，并且还垂钓到了剪刀制作图纸。真是天助我也，想要啥就来啥。龙傲天用所剩无几的精铁制作了剪刀之后，立刻在绵羊身上剪了2个羊毛方块出来，然后在平台上售卖。不多时，2块羊毛方块居然卖了2个金铁，2个金铁方块可就是20个铁。等有了图纸，就可以制造各种铁的工具。卖完羊毛后，今天简直出奇的顺利。柳如烟驾驶着方块，终于找到了新的空岛，并且这空岛比起先前的都要大上很多倍。登陆空岛后，耳旁传来系统的提示音：抵达野生空岛，逗留时长5天，请在5天之前回到平台。注意，野生空岛野人数量很多，请小心谨慎。新空岛耶，龙傲天怎么说？要去探索吗？我们已经3天没有登陆空岛了，这对比其他人肯定落后了一些，说啥也得上去看看。虽然系统说岛上的野人很危险，不过既然碰上了，那肯定得探索一番才对。随后，二人载着001跟002踏上了这段探险之旅。抵达空岛内部后，2个暗影傀儡被派遣到附近的树林砍树和挖泥土。它们属性虽不错，但速度只有50，万一遇到速度更快的怪就危险了，不如先负责采集。这里虽是树林，植被茂密程度却不如前2座空岛。好在水果资源丰富，像是热带地区，两人先是采摘了一些果实，像苹果、香蕉、蓝莓等等都采集了很多。
我去，居然还有西瓜，这岛的资源很丰盛啊！柳如烟眼一尖，很快便看到了在一片藤蔓上的西瓜。在得知西瓜成熟后，俩人蹲在藤蔓边狂啃，西瓜汁流得满脸都是。小如烟一会将这些西瓜全给摘了。我知道啦，先吃爽了再说。咱穿越来还没吃过西瓜呢，简直太满足了。俩人就这样开心的啃着西瓜，突然觉得这野人岛好像也没那么吓人了，反正有瓜吃，先吃饱了再说。而此刻的他们还不知道，不远处的树林里，一群野人正死死盯着这两个外来者。上集说到这对欢喜冤家正在那狂炫西瓜呢，结果突然冒出10来个野人，全部恶狠狠地盯着他俩，仿佛在掂量眼前的食材是清蒸还是红烧。为首的那野人首领血量整整有560，就算用暗影手枪枪枪爆头，那也得4枪才能解决。两人瓜也不吃了，拔腿就跑，5分钟不到就把野人甩得连影子都看不见了。这俩杂种跑得还挺快。野人首领喘着气骂骂咧咧，转头对下属说道：“刚才杀了俩外来者，应该跟他们是一伙的。回去起锅烧油，这些外来者可都是大补啊！”原来在龙傲天他们登岛前，已有一队玩家率先登岛，却被野人残忍杀死了。而此刻龙傲天他俩偷偷溜了回来，凭借两人的天赋，野人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这群野人之所以抓人，就是为了吃掉之后可以提升体质，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壮。傲天，他们要把咱们煮了吃呢。知道为啥野人要吃外来者不？因为他们没见过你这么圆乎的小胖子，煮着肯定香。去你丫的！玩闹归玩闹，可正事不能忘。他俩偷偷摸到了野人的居住区，这里有很多个木屋。趁着野人们正在煮之前登岛的2个倒霉蛋，他俩在各个小屋里一顿翻找，大约不到10分钟的时间，分别找到10几块压缩饼干以及10几个大木头。这东西用来装水最合适了。正搜的爽呢，一个野人突然冒出来，被早就发现的龙傲天2刀砍死。只有100多的生命值，真把自己当首领了吗？快搜，等大部队来了就完了。两人疯狂搜刮，把能拿的全塞进储物篮。听到有动静后，又迅速躲了起来。原来是刚刚饱餐一顿的首领回来了。他看着死去的儿子后，彻底愤怒了。这2个外来者真该死！我要开启全岛追杀令。首领，那你儿子的尸体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起锅烧油啊！这该死的首领竟然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放过。就在这时，4颗暗影珠子弹精准爆头，首领当场领了盒饭。可笑的是，其他野人还以为他睡着了。原来龙傲天和柳如烟早躲在角落，用4发子弹解决了首领，随后抄起赤铁剑和黑铁斧冲上去。仅仅不到10分钟的时间，剩下的野人全部被砍翻了。咱俩配合的太棒了，要在交易市场上架这些野人肉吗？这东西这么恶心，谁会吃啊？还是先把这些野人身上的物资整理一下吧。随后2人将所有的收获都整理了一下，首先就是布条，大概有100多条，其次便是皮甲、木矛、木等等各种工具防具，当然这些都是小收获，真正的大收获则是野人首领身上的一把喷子。破旧的霰弹枪可造成250点伤害，有子弹打到头部可造成会心一击，造成500点伤害。霰弹枪子弹200，可用暗影珠代替。一发霰弹枪需要消耗5个子弹或者5个暗影珠。这枪好厉害呀！对了，除了这些物资以外，还有好多水果呢，咱2个也拿不了这么多呀。这个好办，让傀儡来搬。龙傲天将正在采集的2个暗影傀儡召唤了过来，让他们帮忙采摘这里的果实。忙完这一切后，龙傲天在区域聊天频道上发问：各位，我说假如你们要是有15具野人的尸体，你们会怎么做？我的天，真的有人能够单挑15个野人吗？这是战力榜排名第5的龙傲天吗？要不然也不可能杀死15个野人吧。刷屏的有很多，龙傲天也懒得跟他们扯皮，最终在一位玩家那里得知，可以将野人全部烧掉就可以获得骨头，但骨头到底有什么用，他暂时也不知道。随后2人就开始点火，大约过了1小时左右，这些野人都被烧干净了。这时001和002也将水果全都采集完毕，并且全部都带回到了平台。龙傲天命令001在平台上守着，以免遇到他们这样的偷子，而002则是继续挖泥土，增加方块的数量。今后他们平台上的小动物和傀儡肯定越来越多，需要有足够的平台才行。就在2人捡骨剖时，天空之中突然出现朵朵乌云，轰隆隆的雷声突然在天空中响起。好大一片乌云，要下雨啦！上集说到这对活宝把空岛上的野人全都干翻了，这让他们的背包直接爆仓，水果堆成了小山。结果老天爷突然变起了脸，暴雨倾盆而下。随后2人开始寻找避雨的地方，折腾了好久，总算找到了个山洞。这地方不错，咱们进去避避雨吧。就在这时，山洞内冲出一只硕大的棕熊，柳如烟被突如其来的大家伙吓了一跳。你退后，让我来。棕熊见有外卖送上门，咆哮着扑了过来，而龙傲天轻松地躲开了熊掌的攻击，然后拿出针子顶在了棕熊的脑袋上。一时间，原本准备加餐的棕熊呆愣住了，甚至凶狠的眼神都变得呆萌了许多。龙傲天连开3枪，高大的棕熊直接倒在了地上。随后他开始使用匕首肢解，没一会就获得了2个大熊掌、100斤鲜肉，还有1张完整的熊皮。等忙完这些天都已经黑了，好在山洞里比较干爽。谁知道淋了雨的柳如烟竟然感冒了，她正抱着双臂在那儿哆哆嗦嗦。
杂鱼，我有点冷。我去生火，有了火就不冷了。两人这一天耗费了很多体力，再加上淋雨，导致这小丫头发起了高烧。结果等火升起来后，柳如烟还是没有好转。龙傲天赶紧打开交易面板，发现退烧药价格高的离谱，居然需要20铁块或100斤肉才能换到。他一咬牙，直接把从野人那收缴的武器换成了10颗退烧药。毕竟这些再好，也抵不过柳如烟重药。吃过药的柳如烟脸色看起来好多了，很快就进入梦乡。可睡梦中的小丫头嘴里也不闲着，不断的嘟囔着什么。这丫头怕不是把脑袋给烧坏了吧？龙傲天有些不放心，再次对柳如烟使用天赋读心术，想看看她在梦些什么。结果这丫头在梦里正抱着烤熊掌吃的可香了，还念叨着要是有辣椒面就更好了。真是个十足的大馋丫头啊！生病了也不忘了吃。随后，龙傲天又摸了摸柳如烟的额头，发现温度比之前低了不少，这让他心里踏实了许多。很快，5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外面天色渐渐亮了起来。这时，睡梦中的柳如烟总算醒了，结果他刚睁眼就寒了。龙傲天只好把熊掌架在火堆上烤，香气弥漫整个山洞，可把柳如烟这个大吃货馋懵了。好香啊！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等熊掌一烤好，他一把抢了过去，蹲在一边大口大口啃起来，吃得满脸都是油。此时山洞外的雨也停了，吃饱喝足的柳如烟提议找个水塘洗澡。你烧才退就去洗冷水，再生病我可不管你了。身上那么臭，我就要洗澡，求求你了，傲天宝宝！真是拿你没办法啊。龙傲天也真是宠着柳如烟，他突然想起之前从野人那拿到过木桶的制作图纸，或许能解决洗澡的问题。就在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了说话声，两人好奇之下偷偷前行到附近，然后躲在一旁偷听起来。说话的是2个野人，看来之前龙傲天他俩并没有把所有野人都干掉。听说18部落的野人全死了，定是外来者干的。最近别出去打猎了。对了，大哥，第1部落的那个至宝到底是什么？他们王连睡觉都贴身带着。听说可是个什么都能吞的袋子，装得下无限的储物宝贝。俩人听完眼睛都亮了，按照野人的说法，那东西肯定就是空间储物法宝了。有这种东西，他俩今后岂不是可以当世界上最强的偷子了？柳如烟兴奋地掏出比自己脸还要大的黑铁斧。傲天，怎么说？那还说啥了？干他丫的！两人嘿嘿一笑，然后以鬼魅般的速度来到那2个野人的面前。刚才已经通过探查发现，这2个野人就100多的血的小卡拉米，二话不说，哐哐几下将2个野人打倒。为什么打我们？你们是外来者？包的。话说，你们想活下去吗？大哥，别杀我们，我们是这里生活的原居民，平时十分善良，从来不坑害你们外来者啊。是吗？那你刚刚还说我们这些外来者都是食物。这些野人根本不值得可怜，相反，龙傲天他们这些外来者，很多人都被这些原住民杀死，然后被残忍的吃掉。外来者和食人族天生就是对立面。上集说到这对活宝搭档盯上了野人王的无限袋子，他俩琢磨着要是拿到这宝贝可就厉害了，以后想装啥装啥。不过野人王实力可不弱，他俩能不能打得过还是未知数。不管咋样，咱都得去试试，搏一搏单车变摩托。龙傲天刚才得知有个部落就在不远处，他俩打算先把这个部落端了，再慢慢打第1大部落。很快他俩就到了野人部落的地盘，然后悄悄躲在灌木丛后面，就见这部落全是小动物，几个野人正在那挤牛奶呢。牛圈里还有5、6头大牛和几只小牛犊。咱直接干掉追野人，把牛都宰了吧。小动物都留着，到时候咱放平台上养着。既然有种水果和养牛羊的部落，肯定还有种蔬菜、水稻和小麦的。等抢了这些部落的资源，喂这些牲口就没问题了。柳如烟一想到以后有吃不完的肉和蔬菜，嘴角都流口水了。他擦了一把口水后，瞬间又举起了他的大黑斧。那还等啥？咱把这些野人解决掉。两人一前一后走了出去，然后上去就是一顿猛砍。3、2下就把野人解决了。随后两人又走进了一间木屋，在里面找到了一些现代人的衣服，都被他俩不客气的收进背包。除了衣服，胡萝卜也有好几百根，还有小麦和种子各几百份。另外又发现不少木质工具，像镐子、斧头之类的。他们正准备把这些东西搬回平台时，突然001发出异常信号，给两人吓了一跳。难道是有人偷家了？8成是那些人实力不弱，不然001不可能对付不了，得赶紧回去才行。随后两人连忙朝着方块赶去。这时龙傲天他们的平台上正站着一家3口，中年男人使用了天赋定身术，能让001一动不动站2分钟。不过他定身的时候自己也动不了，就这么一人一傀儡在那儿大眼瞪小眼呢。一旁的中年妇女则是兴奋地从平台上搬东西，把风的青年胡小玲却神色焦急。妈，咱赶紧走吧，这平台主人肯定特厉害，你看这傀儡的属性，杀咱们跟完似的，要是他们回来就完了。这杀急呀，搬完就立刻躲进空岛里边，他们肯定找不到咱们。胡小玲她爸妈穿越前就爱小偷小摸，他妈穿越前还在菜市场偷了条河豚，结果不会处理，把他大哥儿子毒死了。没想到穿越来还没改这毛病，胡小玲也不是啥好人，穿越后为了抢资源，直接把老婆推下平台，后来才遇到他爸妈一起生活。很快2分钟过去，3人决定立刻离开。你们偷了我的东西还想走？龙傲天冰冷的声音响起，刚回到平台的他看了眼3人的属性，结果全都是菜鸡，就这点本事还敢当偷子。3人看到龙傲天他俩后先是吓了一跳，但很快镇定下来。这2人一看就是小学生，能有多厉害？老妈王桂芳率先开口：
小伙子，我这不叫偷啊，我以为这平台没人呢，这么多吃的用的，不拿走不就浪费了吗？你有什么借口下去和阎王爷说吧。龙傲天表情冷漠，压根不给对方解释的机会，拿出赤铁剑上去一剑结果了他。胡小玲一看对方如此厉害，撒腿就往岛上跑。下一秒柳如烟挡在他面前，胡小玲看着眼前才1.5米的柳如烟就是个十足的萌妹子，顿时轻蔑的开口：哼，你一个矮冬瓜也想挡我？你才矮冬瓜，你们全家都是矮冬瓜。柳如烟气得快爆炸了，抡起黑铁斧就往他头上砍。对付小偷不能心软，何况还骂他矮冬瓜。这世上只有龙傲天能这么说他。果然面对暴怒的柳如烟，胡小玲一招都没扛住，直接死了。柳如烟又给了对方2脚。哼，看你还敢不敢说我是矮冬瓜？中年男人一看儿子被杀，气得冲过来，被柳如烟一斧头丢出去，精准的砍死，顺利解决了3人后，一共收获15点属性值。柳如烟获得10点，龙傲天获得5点。龙傲天把获得的5点属性值加到了攻击上，让原本的攻击从40涨到了45，而柳如烟将点数加给了生命值。现在他俩都是140点生命，140点速度，这数值够夸张了，不知道能不能比得上野人王。柳如烟说完又去查看了一下排行榜，顿时惊喜的下巴都掉了下来。家人们接着上集说，这俩活宝在外忙活着呢，没想到让人偷家了。对方居然骂柳如烟是矮冬瓜，小妮子上去就是一顿疯狂输出。这一架打完，他俩战力排名直接冲进前3。恭喜玩家属性排行榜第5，方块排行榜第10。照这速度，咱们很快就能3榜第1了。他俩看排行榜的时候，发现方块榜第18名有2个熟悉的名字。柳如烟指着屏幕说：“老大，你快看，这顾玉儿是不是咱们辅导员？”龙傲天仔细一瞅，顾玉儿和江明正是自己的姑姑和姑父，两人的排行榜十分的靠前，看来肯定是遇到啥好事了。龙傲天想加好友，结果提示失败。原来排行榜玩家都设置了拒绝添加好友和私聊，好多人在聊天频道和交易市场都设了权限，加不上就算了，反正他们应该也知道咱们过得不错。龙傲天和柳如烟并没有成为匿名玩家，他想去找姑姑，但是区域很大，只好以后再说。随后两人开始整理3人留下的物资，虽然没找到图纸装备和技能书，但方块数不少，足足150多个，加上他俩原有的，足足凑了好几百个。老大，要不咱先洗个澡歇会儿，明天上午再去打那些野人不？龙傲天觉得他发烧没好，结果小妮子原地转了个圈，证明自己没事。他故意伸手摸他脑袋，贱兮兮的开口：“哎呦，小如烟，我看算了，你还在发烧呢。”我发你个星星，我早就好了，你就是故意逗我。俩人打闹了一阵，很快月亮在夜空挂起，一夜无话。到了第2天，龙傲天又复制了一个傀儡003，接下来2天又复制了004和005，留下001守家。两人带着其他傀儡攻打野人部落，靠着超强的天赋清理了200多个野人，就连400遭600血的首领都被他俩用喷子和手枪干掉了。然而这次的收获也是巨大的，还找到了红薯土豆和藕片。恭喜玩家获得100斤蔬果、500斤大米、500斤面粉、500斤水稻。到了第4天上午，2人带着傀儡攻打其他部落的事情被剩下的野人首领知道了。空岛中央的大木屋里，野人王正在跟4个首领开会。大家应该都知道其他部落失守的事情了吧？连几个外来者都对付不了，真是一帮没用的废物。这2个外来者太强了，我领地前几天抓了一批外来者，要不拿他们威胁那2个人。野人王很快同意，而另一边龙傲天2人忙碌到中午才整理完毕。只可惜之前他们返回牛羊部落的时候，小动物已经让野人带走了。看来野人王已经发现了他们，两人准备等野人空岛接近尾声之后再把小动物抢回来。现在得先换点木栅栏，不然动物来了没法圈起来。这时候两人看到交易市场有人售卖永久图纸。我叫张铁柱，战力排行榜第10，卖2张永久图纸，有意私聊。大佬，你不说明永久图纸是啥，我们咋换啊？永久图纸就是学习之后能一直建造的图纸。木栅栏和梯子这2张图纸，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就可以不断建造，在交易市场上非常吃得香。龙傲天觉得这东西太超值了，直接私聊对方，表示想用10斤苹果、10斤大米和50根木毛换2张图纸。对方一听，瞬间露出狂喜之色，他已经好久没吃到水果了。每天吃面包和压缩饼干，他都要吐了。对方竟然有新鲜的水果和大米，这让张铁柱觉得像做梦一样，于是赶紧答应下来。大佬，你给的东西太多了，我再送你2张普通图纸。交易完之后，龙傲天获得了2张永久图纸，还有白银级武器金灯剑图纸乘1，青铜级装备赤铁甲图纸乘1。金灯剑能加50点攻击力，造它需要黄金、黑铁、赤铁和金铁。赤铁甲能加50点血和20点防御。龙傲天刚好有20个赤铁，造一件赤铁甲足够了。这时柳如烟突然想起来，我们今天的垂钓次数还没用呢，咱们垂钓完再去偷野人王的宝贝吧。龙傲天点了点头，两人说干就干。可能是前29次钓的都是垃圾，这次柳如烟运气爆棚，居然钓出一道金光。听说到这俩活宝大闹野人岛的事情不慎暴露了，可谁知这2人一点也不慌，还惦记着去偷野人王的老巢呢。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柳如烟的钓鱼竿突然钓到一道金光，也不知是啥稀罕宝贝。垂钓成功，恭喜获得特殊技能无限隐身，消耗1点生命值即可隐身1小时。这技能一出现，直接把龙傲天看傻了眼，1点生命值就能隐身1小时，照他这血量算下来，起步是能连续隐身整整5天，这效果也太强了。柳如烟见状，顿时一脸坏笑。以后咱干脆当职业土匪得了，凭咱这速度加隐身，简直是一人必备啊！
小如烟果然是欧皇转世，以前咋没发现你这么坏呢？明天你复制这个技能，咱不用动刀动枪就能偷到野人王的宝贝，还能省下不少暗影珠子弹，简直爽歪歪。两人一拍即合，钓完云朵后便决定先休息，打算等明天复制完特殊技能再说。剩下的时间里，他们还在交易市场买了木桶图纸，亲手造了个浴缸放在马桶旁。平平无奇的浴缸，每次洗澡后可通过能量结晶清洗浴缸内的水资源。柳如烟顿时眼前一亮，也就是说洗完澡不用放水，按一下按钮就能把脏水变干净，还能反复用。这对缺水的他们来说简直是完美功能。这下天天都可以洗澡了。那以后终于不用闻臭烘烘的小如烟了。龙傲天话音刚落，就被柳如烟追着一顿暴揍，两人笑闹着直到夜幕降临，围着篝火烤牛排时肉香飘的四处都是。吃饱喝足后，龙傲天照例打开聊天频道，却看到几条让两人神情凝重的消息。这段时间出现的特殊空岛你们知道吧？听说已经死了不少人了，我当初差一点就撞上去，岛上全是黑气，看着就恐怖。特殊空岛的遵守里面的规则，岛上有宝箱，能开出丰厚奖励。我和我女儿去了死系空岛，结果我女儿死了。死系空岛的规则我知道，谁想要就开价找我交易。龙傲天当即决定找这位叫黄昊天的玩家买情报，打算用自己知道的迷雾空岛情报跟他交换。谁知对方还有些疑虑。我咋知道你情报是不是真的？哥们，你这就没意思了。难不成你卖给别人的情报都是假的？放心，我可是个好人。黄昊天最终答应交易。龙傲天把在迷雾空岛的迷雾里行走会被黑怪物盯上的情报告诉了他，同时也收到了对方的消息。登陆死寂空岛后，同伴不会被分开。岛上有理智值系统，理智值太低会被长得像丧尸的原居民追杀，理智值越高，攻击原居民的伤害就越高，而且他们怕火，需要在岛上待3天，每天必须去指定地点签到，签不上就会被追杀，签完到才能离开。龙傲天两人商量一番，决定找机会一定要上死寂空岛探探路。此时天色渐晚，疲惫一天的两人很快睡下。第二天一早，龙傲天成功复制隐身技能，两人刚学完，柳如烟一施展技能就原地消失了。怎么样，你还看得见我吗？龙傲天表示看不见后，柳如烟再次显形，却突然皱起眉。老大，这技能让我生命力下降的同时，肚子也疼得厉害。看来这技能不到关键时刻还是不能随便用，否则副作用太大。学会隐身技能后，两人立刻动身前往第一部落偷宝贝。只见部落里大量物资随意堆放在空地，光是木材和石材就相当于200-300个方块。这里东西太多了，也不知道咱们能不能全搬走。两人打算先去别处探查，一转头却发现中央空地上绑着10个跟他们一样的玩家，此时已经奄奄一息。这时正好2名守卫走了过来，对着一名玩家拳打脚踢。柳如烟盯着玩家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担忧。龙傲天见状有些纠结，这部落的野人比之前遇到的更强，数量也更多，救人根本不可能。他还纳闷柳如烟啥时候变得这么圣母了，结果下一秒就被光速打脸。这可是整整50点属性点啊，反正他们快不行了，不能浪费了。听到这话，龙傲天一阵无语，原来一切都是他想多了。上集说到这俩活宝撞见了被绑的玩家，龙傲天本以为柳如烟会心软，谁知他搓着小手念到刷属性点的机会来了。毕竟那些玩家早已奄奄一息，与其被野人虐待致死，不如变成他俩的成长资源。趁野人护卫转身去别处巡逻的空档，两人如鬼魅般靠近，随后刷刷2下解决了10人。此起彼伏的惨叫瞬间惊动整个村子，他俩又迅速缩回草丛，只留下护卫对着尸体傻眼发呆。完了，这可怎么跟王交代啊？他可太了解自己首领的残暴了，任务没干好他小命要完啊！果然高大的野人王已经黑着脸走了过来。这些人可是用来威胁那2名恶毒外来者的，你就这么把他们全杀了？王，不是我，还敢骗我！不等护卫狡辩，野人王抬手一巴掌将其脑袋给扇爆。龙傲天眼底闪过震惊，连忙去看对方属性。野泽王击杀大概率获得白银级宝箱，小概率获得黄金级宝箱。技能野泽王之掌，蓄力排出伤害巨大的一巴掌，造成500点攻击，冷却10分钟。野人怒吼，大吼一声，造成范围10米内700点伤害，冷却20分钟。在看到野人王的信息后，他俩都有些绷不住。这野人王未免也太强大了，还好他俩有隐身技能，就算打不过也能跑得掉。这时野人王再次喊道：“把剩余4名外来者带来，换2个护卫看管。今晚若那2个外来者不出现，就斩首示众。”话音刚落，2名护卫架着4个人走出来，其中一个全身穿着名牌的年轻人怒吼：“我爹是王大聪，你们敢吃我，他不会放过你们！管你是谁，都是我们的食物！”护卫一巴掌扇过去，给这小子打得直蒙圈。龙傲天认出这是蓝星富2代王小聪，这会穿越前养尊处优，如今却落得这般下场。4人被扔在空地上，除了王小聪还有力气大喊，剩下的3人已经快断气了。野人王临走前撂下狠话：“看好他们，再出乱子3天之内杀了你。”很快这只活宝悄咪咪的来到那4个玩家旁边，这时王小聪的嘴还没停下：“我告诉你们这群土著野人，赶紧放了我！如果被我爹发现，你们整个空岛都得……”不等他把话说完，龙傲天已经送他上了路。另外3人发出惨叫声，也很快解脱。别鬼哭狼嚎！2号野人护卫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不过很快他就发现4个人都死了，瞬间和3号护卫面面相觑。完了！
随着其他野人告密，野人王表情严肃地走出来。王，如果我说我真的没有杀死这些外来者，你相信我吗？野人王一巴掌拍死2号野人，顺便用行动告诉所有人在他面前说谎的通通得死。3号野人见状，眼前闪过焦急之色，很快想到了求生办法。王，对不起，我不应该杀死他们的。既然说谎会死，那我说实话应该就不会有事吧？3号野人内心暗暗想到，我是不是说了晚上才能对这些外来者下杀手，违背我的命令，死？3号野人满头的问号，然后被野人王一巴掌拍死。躲在暗处的俩人差点笑抽过去。逗死我了，这野人王，说谎的死，不说谎也要死。无所谓，内讧越严重，对咱们2个越有益。龙傲天看着野人王接连拍死护卫，眼中闪过金光。走，趁乱偷乾坤袋去。两人利用隐身术来到最大的木屋，这个木屋貌似就是野人王居住的地方。此时里面正有5个属性都十分强大的野人在开会。野人部落里也不全都是傻子，分析完事情的前因后果后，也知道自己杀错人了。居然是这样，死都死了，晚上我们也只能加餐了。然而野人王却没有注意，2只小老鼠已经到了他的旁边。很快柳如烟发现野人王腰间挂着一个朴素的灰色袋子，特殊物品乾坤袋，拥有无穷无尽的空间，每次使用需要消耗10点生命值。2人眼底闪过兴奋，有了这袋子，他俩能把整个野人部落的物资全搬走。柳如烟小手一伸抓住乾坤袋，随着他一碰，袋子慢慢变透明了。家人们接着上集说，这对欢喜冤家偷偷进了屋子，顺利摸走了野人王的宝贝，可没想到被发现了。野人王当场气疯，把木屋都炸。他俩逃到了木屋外，眼睁睁地看着木屋变成了几百块木材。柳如烟眼睛一亮，连忙消耗了10点生命值，把乾坤袋变大，将这些木材全装了进去。就在这时，野人王突然冲了过来，吓得2人赶紧跑远。龙傲天突然想起他俩现在是隐身的，这才松了口气，突然站在了原地。柳如烟不解地看着他，老大，你怎么不动了？那几个野人首领都受伤了，咱们趁这个机会将他们杀了，先把这边动静闹起来，吸引火力。2人嘿嘿一笑，趁野人群里乱作一团，掏出暗影手枪，砰砰2枪，干掉了2个部落首领。杀死野人，空岛重要土著，获得黑铁宝箱1；杀死野人，空岛重要土著，获得青铜宝箱层1。2人没想到还能意外获得宝箱，眼里止不住的兴奋。剩余包括野人王在内的3个首领，暗影手枪打上去没啥效果，2人见好就收，撒丫子跑路。很快他们来到蔬果园，看着满地蔬果，柳如烟再次扣除10点生命值，装了苹果、香蕉、梨子各500斤。接下来是各种蔬菜，还有小动物也全部都被他们收走。将这些物资全都白嫖干净后，他的生命值也降低到了1半。2人一溜烟回到了平台上。他们应该没有追上来吧？咱当初可都是隐着身的，他们除了一脸懵逼外，根本不可能知道我们在这。龙傲天2人解除了隐身，身上的难受感很快消失。就在这时，一发利箭射了过来，直直冲向龙傲天。一旁的002立马挡在他的跟前，下一刻，箭矢将002击破，傀儡瞬间变成一具黑铁废材。剑的力道依旧没减，又刺穿了龙傲天的胳膊，他感觉一阵剧烈疼痛，吐了口血，直接晕了过去。柳如烟被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坏了，他连忙驾驶着方块不顾一切的向外冲。野人继续对着他射箭，小妮子不断躲着对方的攻击。很快2人驾驶着方块消失不见。龙傲天血量太低了，柳如烟在交易市场花了几十斤胡萝卜换了10个生命之果。生命之果服用可恢复10点生命值。将这些生命之果塞进龙傲天的嘴里后，柳如烟发现龙傲天的血量在缓缓恢复，他顿时松了口气，心里满是后悔。他们真的飘了。老大，你绝对不能有事啊！都怪我，是我大意了，我们应该早点离开的。检测到柳如烟和龙傲天选择主动离岛，冷却时间结束。野人空岛只是普通空岛，并不是特殊空岛，所以2人驾驶方块选择提前离开，也没有任何问题。天黑后，躺着的龙傲天终于醒了过来，柳如烟顿时高兴地凑了过去。你终于醒了，刚刚昏迷我都急死了，还好有生命之果。这次咱们的确是轻敌了，尤其是咱穿越以来一直顺风顺水，还有强大的天赋。龙傲天坐起身，通过这次的试验，特殊技能还有特殊物品都会造成一定的副作用，会让人出现难受的感觉，所以2人不能使用太久。看着天空的繁星，他突然肚子咕咕叫起来。柳如烟殷勤的去做饭，很快端着一碗鸡汤过来，他喝了一口，脸直接绿了。小如烟，你以后再也别做饭了。柳如烟气哼哼的瞪了他一眼，只好拿出面包，2人将就着啃了起来。经过1晚上的休整，龙傲天很快恢复过来，他将乾坤袋复制给了柳如烟。2人又尝试了一下这个宝贝的妙用，很快发现只有实力比他们低的对象才可以被乾坤袋收进去。接下来的时间里，2人在平台上建造了一排泥土方块，里边种上了胡萝卜和水稻，又圈了4个栅栏，把小动物都养在了里边。紧接着2人在交易平台换了20个能量核心，把钓鱼竿升到了3级。3级钓鱼竿可进行云朵垂钓，一天能钓20次，将具现个人属性运气值。柳如烟想看看自己的运气值如何，结果一看，差点给他气吐血。家人们接着上集说，之前野人追上来射了龙傲天一箭，幸亏柳如烟机智换了生命之果，才没让队友出事。2人都觉得自己飘了。吸取教训后，柳如烟的钓鱼竿又升级了，还解锁了新的运气属性。
我这运气值从负60到100是什么鬼？柳如烟口吐芬芳，龙傲天对着小妮子就是一阵嘲笑，却也不忘在聊天频道询问其他玩家，发现他们的属性值都很稳定。而柳如烟的运气之所以这样，完全是逆天的存在，负60的时候就倒霉，100的时候就超幸运。他俩能进排行榜前3，全靠他这100点运气撑着。就在二人关闭聊天频道时，前方突然飘来一朵云，上面有5、6只绿色的怪物，正用发红的眼睛盯着两人。这些怪物看着好恶心呀！柳如烟害怕的躲在龙傲天身后，他眼底闪过凝重。这些丑陋的怪物看着像活死人。他依稀记得先前那死了女儿的玩家说过，死寂空岛上有着大量活死人，这些怪物是不是就从死寂空岛出来的？死寂人，生命值230，攻击15，防御18，速度8。被死寂之力侵蚀的居民，被他攻击的活物会遭到微量死寂之力的侵蚀。既然攻击活物会被感染，那直接招呼傀儡上去就行了。龙傲天连忙起身，让平台上的4个傀儡过去。这些怪物的可怕之处就是死寂之力，属性却不咋地，尤其防御更是菜的一批。在4个暗影傀儡的攻击下，他们很快倒在了平台上。获得死寂珠5，死寂珠蕴含死寂之力的珠子，不用可感染死寂之力，竟然会感染，好可怕！柳如烟刚说完，一旁的小咪直接跑了过来，一口吞了死寂珠。这一幕惊呆了两人。柳如烟连忙摇晃小猫的身子，可任凭他怎么摇，他就是不吐那漆黑的珠子。人畜无害的小橘猫，以感染死寂之力，小概率成为死寂之猫，大概率死亡。柳如烟放下小咪，小咪摇了摇尾巴，仿佛并不知道自己感染了死寂之力，他有点难过。刚养的小猫可能就要没了。龙傲天把小猫交给001看管，他要是成为死寂之猫，就让001一拳锤死他。两人接着垂钓云朵。获得防御属性点乘10，获得攻击属性点乘5。两人把获得的属性全部加上。接下来的时间，两人偶尔也会分别驾驶着方块看看有没有其他空岛，可啥也没找到。这时平台上突然刮起冷风，冻得柳如烟直打哆嗦。龙傲天拿出帽子手套给他戴上，小妮子很快暖和起来。事出反常必有妖，龙傲天连忙打开聊天频道，想看看大家的遭遇是不是一样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才早上7点，咋比平时冷了20度啊？我只有短袖短裤，没有过冬的衣服。你们谁有御寒的衣服卖给我？那些大衣棉袄在交易市场的价格早就翻了好几倍。看着这些人的聊天，龙傲天回想起先前在野人领地带回来的一堆衣服，光是大衣、毛衣、棉服这种大约就有20多件。如果寒潮真的来了的话，他们也不用怕。随后两人开始一天的垂钓，龙傲天钓到了一个随机白银技能书，并且复制了一份。小妮子有些眼馋，老大，你给我开一张呗。柳如烟跑到龙傲天身边，撒娇的冲他眨了眨大眼睛。龙傲天顿时开心的答应。恭喜获得白银技能灵犀一指，直接汇聚1道能量，对敌人造成88点伤害，并且恢复自身和友方5点生命值，冷却时间7分钟。一旁的龙傲天顿时用古怪的目光看着他，这灵犀一指不比什么垃圾金刚掌强多了。这个小妮子可真是撞大运啊！看什么看？我黄懂不懂？柳如烟叉腰哈哈大笑，然而下一刻，他顿时惊呼出声：老大，你身后又出现2个死寂人！两名面目狰狞的死寂人慢悠悠地走过来，空洞的瞳孔中渗出大量鲜血。龙傲天突然用了隐身术，柳如烟不懂，不过也跟着照做。然而惊讶的是，2个死寂人在呆愣了数秒后，再次朝着两人进攻。他们竟然能看破隐身术！家人们皆上级，死寂人这邪门东西竟能识破隐身术。柳如烟当机立断发动灵犀一指，只见他右手食指聚起一道光，嗖的一下戳在死寂人身上，当场穿出个窟窿。这技能虽然有冷却，但冷不丁来一下是真顶用。解决掉2个死寂人后，获得了2枚死寂珠。001，去驾驶方块调转一下方向。001来到驾驶方块那边，给平台的位置换了个方向。柳如烟有些不解地问道：龙傲天，为什么要换航向呢？这几天一直会出现死寂人这种诡异的东西，我们极有可能是到死寂空岛的范围内了。龙傲天语气之中带着忌惮，这种特殊空岛太过诡异，还是不要登陆为好。柳如烟也觉得很有道理。等航行5个小时后，两人一天40次终于垂钓完毕，感受着越来越低的温度，龙傲天正对着交易市场忙活。他先拿棉袄换了床棉被，想着晚上睡觉能暖和点，剩下的棉服和毛衣，索性挂了1颗黄金换1件的价格。谁知刚上架完，耳旁突然传来全球通报。恭喜各位玩家活过3周，你们是蓝星之上的精英，奖励所有玩家获100点生命值。方块求生第1次考验开始，接下来所有区域内将出现持续维持7日的暴风雪考验，低温将削弱玩家体质，并且空岛出现概率降低。系统话音刚落，一颗颗鹅毛大雪从天空之上降下。龙傲天手速飞快地改了交易帖，棉服、毛衣、大衣私聊报价，价高者得。龙傲天修改完毕后，交易帖子底下瞬间炸锅。刚才还1颗黄金1件，现在就坐地起价，也太狠了吧！小声点，这可是龙傲天大佬，咱区域第2小队的狠人呢。能用铁矿图纸换吗？我快要冻僵了。即使就算龙傲天的排名再高，也不免有些玩家在下方怒喷：1件破衣服卖这么贵，这不就是发国难财吗？几件衣服而已，免费送怎么的？做做好事不行吗？看着聊天风向有些变化，龙傲天直接艾特那个道德绑架自己的人：哥们，你在哪个地方？我亲自给你送过去。
就在龙傲天回复之后，那人直接跑了，连句回复都没有，给一旁的柳如烟看得直乐。这人就会打嘴炮，结果跑得比兔子还快。此时的私信已经响个不停，他扫了一眼，没看到何心意的，干脆关掉交易市场和私信，望着漫天飞舞的大雪，龙傲天叹了口气，不管怎么说，先扛过这场暴风雪再说。随后他吩咐005将先前获得过的铁铲拿出来，等雪下大了就铲雪。001则是继续驾驶方块，而003和004则是帮忙照料那些家畜，要是有冻死的，直接宰了将肉储存起来。龙傲天，咱的水好像没多少了。没水就去交易市场换点，或者化点雪水。水确实是个大问题，不光他俩要喝，家畜消耗也大。好在一块牛排能换1升山泉水，暂时还能周转。等登了星空岛，用乾坤袋多存点水就不愁了。此时又过了几个小时，终于不远处隐隐约约出现一座空岛。龙傲天赶紧摸出望远镜，这是他用一件毛衣换来的，这会儿刚好派上了用场。前面有雪山，要是能用乾坤袋把雪山的雪全收了，水资源就再也不愁了。真的吗？那还不快上岛，说不定还有别的好东西呢。平台很快抵近，雪白的沙滩就在眼前。系统播报适时响起，抵达雪族空岛，逗留时长3天，请在3天之前回到平台。这雪族空岛看着比野人空岛还大，时间缺少了2天。柳如烟嘟囔着埋怨，抬脚就要往下跳，却被龙傲天拉住。001把平台直接降到沙滩雪地上，免得这傻丫头又摔跤。毕竟先前登岛就出现过2、3次柳如烟跳下去摔一跤的事情。听到这话，柳如烟心里一暖，眼里带着莫名的情愫看着龙傲天，倒是忘了上次龙傲天没接住他，让他摔得脸着地的事儿了。上集说到这对活宝来到了雪族空岛，不过他们没急着往岛里走，而是先给4个傀儡下达命令，要是有外人来偷东西，就把人打个半死，然后捆起来，但绝对不能下死手杀人。傀儡们听完乖乖的躲进了小屋里，这边安排妥当，龙傲天和柳如烟才激活了隐身技能，2道身影悄无声息的往岛深处钻去。结果刚走5分钟，一个面积小很多的平台就飘到了一旁，方块上面是一男一女，他们眼神贪婪地盯着他俩的大平台。咱们这次运气真好，这个方块平台上居然养了这么多动物，他们物资一定很丰盛。谁说不是呢？姐，听说过一句话吗？别人囤粮我囤枪，别人就是我粮仓。说完，那男子拿出一把精良级别的手枪，两人鬼鬼祟祟的从平台上跳下来。谁知刚登上平台，小屋门吱呀一声开了，4个暗影傀儡举着铁枪铁斧围了上来。男人慌了一下，立马举枪射向001的头，砰的一声，子弹竟被弹飞出去。男人疯了似的连开数枪，可傀儡们50点的防御足以扛下12颗子弹，而且傀儡不是活物，弱点不在头部，寻常手枪打脑袋的2倍伤害对他们无效。没一会儿，两人就奄奄一息的倒在地上，然后被五花大绑的捆了起来。004和005直奔他们的平台，叮叮当当撸起了方块。另一边，龙傲天通过傀儡共享的视野知道了刚才的事，局势控制后，他和柳如烟没过多理会，反正回去给小偷一刀就能得10点属性点。这时，柳如烟被前方白白嫩嫩的特殊生物吸引住了目光，快看，那是不是空岛原住民？只见雪地上4只生物在那儿闲逛，长得像人形雪团，脑袋圆圆的，乍一看还挺可爱，不过数据却比一些野兽还要强大。雪族喽啰，性格残暴且爱吃肉，技能血怪之拳，可以造成2次伤害，每一次造成60点攻击，冷却时间10分钟。老大，咱们干不干？迟早要惹上雪族，先试试水。反正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整个雪山的雪收进乾坤袋内，到时候估计会招惹这些雪怪，说不定会与整个雪族为敌，所以干脆直接动手。柳如烟举着黑斧头绕到雪怪背后，一斧劈在他脑袋上，会心一击触发，直接消掉1/3血量。雪怪吃痛回头，只看见一把斧头悬空劈来，吓得口吐人言：尼玛，这闹血鬼了吗？你们这群蠢货，快看，有血鬼！另外3只雪怪看到后也是一惊，一只比较大的雪怪不屑道：他个卵嘴，咱们可是雪怪啊，将这斧头给抢过来。就在这时，龙傲天提着赤铁剑砍了过去，有奉剑之势加持，再加上赤铁剑和自身超高属性，攻击力高的吓人。雪怪挥拳反击，却连他的衣角都碰不到，其余雪怪被吓得逃跑。一开始被柳如烟攻击的雪怪边跑边喊：别杀我，雪鬼别杀我，我错了，虽然我也不知道我错哪里了。柳如烟并非心慈手软之辈，他知道收雪山会招惹整个雪族，于是追上去疾斧斩杀了这只雪怪。获得雪成7，死雪可合成雪方块，获得白银级技能雪怪之拳。柳如烟又惊又喜，又有点失落，因为这不是技能书，没法复制给龙傲天，这感觉就像考试他拿了98分，龙傲天却挂了科。这边龙傲天砍死了另外几只雪怪，很可惜只拿到了血，并没有获得技能。随后两人合力将刚获得的血合成了3个雪方块，先消耗一些生命值，将这里雪地的雪方块全都收集起来。就见乾坤袋在空中张开，雪地哗啦啦往袋里钻。好在这个举动并未吸引到任何生物的注意，10分钟就吸光了大片积雪。这一番操作让龙傲天生命值降低了10点，想收掉整个雪山，看来比想象中难多了。我还是高估这乾坤袋了。先前他俩在野人空岛，基本在10分钟内就可以将资源吸收完毕，所以并不知道实际上乾坤袋还有冷却时间。这么看来，想要将整个雪山都吸到乾坤袋的计划，看样子是完不成了。
家人们接上集，这个冤家还是高估了乾坤袋的能力，想把整座空岛的血都收走，怕是不可能了。随后柳如烟连忙拿出治疗图腾给龙傲天用上，很快他的生命值就回满了。走，往雪山那边去看看。两人一路上走走停停，交替用乾坤袋收血，又互相用治疗图腾回血。期间遇到血怪就顺手斩杀，心里盼着能爆出技能，可惜除了一只血怪掉了颗能量结晶，其余爆出来的全是小血块。一刻钟后，两人终于到了雪山脚下，山脚下有个黑黝黝的洞口，洞口旁几只身形巨大的血怪正警惕地盯着四周。系统面板上显示他们生命值和防御都不低，明显和野人首领是一个等级的。龙傲天，要干了他们吗？不用，这洞口怕是血族大本营的入口，如果打起来，可能会引来更多血怪。两人商量着进去看看有没有新发现，随后他俩引着身溜进洞口，里面通道很长，正有几个血大怪在那儿聊天呢。听说了吗？这次局势紧张，咱血族怕是要跟冰灵一族开战了。我还是怀念以前的时候呢，现在倒好，跟冰灵族的冲突就没停过。龙傲天和柳如烟趁机用读心术，结合他们的对话摸清了更多信息。原来冰雪灵族有个宝贝，族长将其分成2份，分别交给雪女和冰灵王保管。可奈何族长死亡之后，雪女和冰灵王就分家了，自此两族的矛盾就起来了，经常发生战斗。龙傲天，这2族好像藏着啥宝贝啊？走，继续往里看看。这条通道非常长，两人走了没多久就到了一处空旷的地带。令人惊奇的是，四周墙壁上裸露着黑铁矿、赤铁矿，甚至还有闪着金光的金矿。面对如此众多的珍贵矿物，两人当场就被惊得目瞪口呆，嘴巴张得大大的。尤其是柳如烟还有着财迷的属性，满眼都是小星星。这里有好多金属液，你说咱的乾坤袋能不能将这些金属给吸走？应该不行，乾坤袋只能吸特定资源，像泥土、木板就吸不了。两人继续往溶洞深处走，血大怪的数量越来越密集。从血大怪的心思里，他们还探知血族的地盘是整个雪山，冰灵族则是住在雪山背面的冰湖。几分钟后，他们看到了血族的新生物。血元素，生命值50，攻击100，防御5。血族远程高手，射程远，攻击力强，弱点是脆皮。我勒个脆皮呀！咱要把这些血元素宰了吗？好像就是一刀的事。咱先杀2个，看看能不能出好东西。要是还只有血，就没必要杀了。龙傲天拿着赤铁剑绕到1名血元素身后，然后用力打下，71点红色伤害弹出，这50点血量的小脆皮就这么轻松被秒了。获得冰雪之力成因，杀冰雪灵族的生物有小概率会获得冰雪之力。当冰雪之力累积到100点之后，将解锁全新功能。龙傲天没想到杀血元素还能获得这么珍贵的东西，但他仔细一琢磨，发现这冰雪 buff 的条件挺苛刻，先得凑齐100点冰雪之力才行。他俩到现在才获得了1点。正想着，干掉血元素的动静终于引来了注意。离得最近的一个血元素看到后很是疑惑，他那不聪明的脑袋搞不懂好兄弟为什么在这里睡着了。他正想叫醒同伴，柳如烟突然从背后一斧子劈下，这只好心的血元素也挂了。随着越来越多的血元素倒下，他们终于发现异样。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快去报告雪女大人！此时的血族们已经乱作一团，他俩躲在暗处悄悄看着。既然已经惊动了他们，不如趁机多杀几只血元素，凑凑冰雪之力。而此时，溶洞深处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铃铛声，仿佛有什么大人物要来了。很快，一名身穿蓝白色衣裙、长相好看的女子缓缓从溶洞深处出现，她的身旁还有着几名跟随的血尸和血大怪。女子的脸上出现清冷高贵的姿态，此人正是血族的领袖雪女。上集说到这个冤家在血族领地瞎搞了一通，终于把血族最高领袖引出来了。冰雪女王首领级 BOSS 技能1，在周身20米直径范围制造冰天雪地，范围内敌人将遭受300点攻击并被冻结5秒。技能2，可将人类转化为血族成员，转化后智商会大幅下降。柳如烟不由得有些吃惊，这血女不仅实力强悍，居然还能把外来者转化成血族。这些血大怪和血怪数量不少，说不定其中就有登陆空岛的外来者。他看向龙傲天，眼神里满是担忧，生怕他也被变成血大怪那种憨憨。血尸居然死了那么多，看来我们血族招惹了难以想象的敌人，恐怕他们已经切入内部了。那怎么办？雪女大人，集合所有血尸、血大怪还有血怪，我要亲自检查。其实雪女不算太聪明，压根就没想到敌人可能会隐身，只觉得大概率是先前转化外来者时出了差错。因为雪女的召唤，溶洞深处的血族成员全往外走，很快便空空如也。柳如烟和龙傲天解除了隐身，因为隐身的副作用太难受，两人缓了好一会才恢复正常，然后继续往里边走。就见一扇湛蓝色的门出现在眼前，血之殿堂，只有雪女能自由进出。看来宝贝就在这血之殿堂里，可咱进不去啊！我来想想办法。柳如烟这回难得动起了脑子，她皱眉思索的样子，竟和那些憨憨的血族有几分相似。有了，你还记得咱们的铁镐吗？咱们去交易市场看看有没有制铁镐的图纸。我的天，糖豆人变聪明了，如果镐子够强，这类似冰蓝色金属的大门应该也可以挖开才对啊。龙傲天打开交易市场，
很快找到卖赤铁镐的玩家，用一把赤铁剑加一个赤铁块换了2把赤铁镐。交易完毕，两人抡着镐子对着大门猛敲，冰晶比赤铁硬些，15分钟才能挖下一块。两人合力挖开一个冰晶方块，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另一边，雪女检查完所有血族成员，不管是自然生成的血怪，还是转化来的外来者，都没发现异常。于是她带着心腹往冰灵族地盘去了。死了这么多血尸，她要把这笔账赖给冰灵族，因为冰灵族有足够的动机。整个血族空岛上就只有他们2个种族，可她哪知道，溶洞深处2个小头正抡着赤铁镐，叮叮当当的挖着她的家门。嘿咻，好嘞！此时两人挖了1个多小时，终于凿开一个1乘1的窟窿。我先去探路。不行，我先来。柳如烟果断拒绝，生怕龙傲天遇到危险。有时候小丫头也不会太听话，她抢先钻了进去，龙傲天紧随其后。两人刚站稳，便被眼前的景象震撼。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令人惊叹不已的宫殿，难以想象雪女竟住在这么美的地方。宫殿中央有个巨大的冰蓝色座台，上面端坐着一个类人形的蓝白色精灵，这精灵的脖子上还携带着一串项链。她看到刚钻进来的两人，单纯的眼睛里瞬间充满好奇。雪精灵为雪女带回到雪族的自保，先前和冰精灵乃是一体的冰雪精灵，雪精灵自带一部分冰雪之力，只能生活在0°C度以下的环境。要怎么做？他脖子上的项链看着像宝贝，先拿了再说。龙傲天闪身来到雪精灵身后，然后一把就扯下他脖子上的项链。获得白银级4品雪之项链，佩戴后生命值加50%，抗冻能力大幅提升。雪精灵见项链丢了，立刻露出愤怒的表情，挥着小爪子朝龙傲天扑来。龙傲天侧身躲开，反手举起赤铁剑砍去，每一刀都溅起不少血渣子。既然对我动手，就别想好过。柳如烟有些不舍，这雪精灵能提供冰雪之力，若能收服再好不过。但见龙傲天已经动手，他也举起黑铁斧跟上。就在雪精灵的生命值即将见底时，他愤怒的表情突然变成恐惧，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两人不停磕头。龙傲天正要补刀，系统提示突然响起：雪精灵已臣服，是否收为宠物？即说到雪精灵竟然被打服了，还要变成这对冤家的宠物，两人一同选择了确定选项。雪精灵瞬间露出无比忠诚的神情。恭喜龙傲天小队获得神宠雪精灵，忠诚度100，在忠诚度下降到50以下有背刺风险。虐待宠物，不在乎宠物的感受都有可能降低忠诚度。两人还特意查看了宠物排行榜，发现本区域有宠物的小队不少，前几名是火蛟龙、狮虎兽什么的，光听名字就不好惹。而雪精灵排在第10位，想不到雪精灵的战力还只是第10。雪精灵的战力也就那样，重要的是他体内的冰雪之力，还有冰雪治疗。他俩正聊着呢，门外突然传来响动，看来是雪女回来了。两人立刻进入隐身状态。雪精灵发现主人凭空消失了，有些发懵。好在契约的联系让他隐约感知到两人就在附近。很快，雪女缓缓走了进来，她空洞的眼神看向了雪精灵。没发生什么事吧？雪精灵呆愣的点了点头。其实在他眼里，雪女已经不是他的主人了，龙傲天和柳如烟才是。没事就好，等我把冰灵族灭了，再把冰精灵带回来，你俩融合后才能发挥真正的力量，到时候就是我最强的助力。说完，雪女坐在冰晶座台上休息。见雪女闭目养神，龙傲天两人蹑手蹑脚躲到宫殿的一旁。听到没？雪女说还有个冰精灵呢，要是都带回去，咱实力肯定大涨。很快，雪女那边出现了动静，也不知道是不是多动症，还是因为 NPC 的设定，她在整个宫殿来回走动。走了一会后，她继续坐在冰晶座台上闭目养神。时间一点点过去，两人就这么躲了整整1夜。此时他俩又饿又冷又困，雪女每2小时就起身走5圈，规律的像个时钟似的。当然也有好消息，那就是今天是复制暴击的日子。龙傲天趁着雪女打坐的时候，给乾坤袋进行复制暴击。暴击成功，恭喜获得特殊物品紫金乾坤袋，消耗100点生命值，能够将一位生灵吸入其中困住，冷却时间24小时。原本还有些忧愁的柳如烟顿时两眼发光，岂不是说这雪女也可以吸进去？快将雪女给吸进去，咱把这里的冰晶方块全都挖了。龙傲天点了点头，这冰晶大门之外除了的雪女，其他生物都无法通过，所以只要将雪女收了，这里就会变得非常安全。龙傲天连忙拿着紫金乾坤袋对准雪女。龙傲天，小心点。柳如烟语气充满紧张，毕竟对方可是强者，弄不好可是会出人命的。检测到1级怪物雪女，是否消耗100生命值收服？确定收服。龙傲天说完确认的瞬间，一股强大的吸力环绕雪女全身。雪女猛地睁开眼，终于反应过来，是眼前这诡异的袋子在吸自己。在强大的吸力下，雪女的身体从冰晶座台上缓缓升起，然后逐渐缩小，嗖的被吸进了紫金乾坤袋。龙傲天松了口气，解除隐身。柳如烟也显出身形，可他刚要说话，就见龙傲天喉咙一甜，噗的喷出一大口血，生命值从200多骤降到100多。龙傲天，你怎么样？雪精灵也跳过来，阿咕阿咕叫着，满眼的担忧。没事，特殊物品越强，副作用越大。他从储物篮拿出几块羊排塞进嘴里，生命值慢悠悠回了30多点。柳如烟赶紧拿出治疗图腾帮他恢复，眼神里满是心疼。以后这种事交给我来做吧。柳如烟不愿意看到龙傲天受苦，
从最初遇亲王时躲在龙傲天身后，到现在主动想分担风险，他的勇敢全因对龙傲天的在意。就在这时，一道清冷高贵的声音从紫金乾坤袋里响起。2个渺小的人类，是你们在搞鬼？龙傲天和柳如烟对视了一眼，眼神之中带着些许震惊。将我放出来，我愿意为你们2个人类做事，整个雪族都将成为你们的附庸。没能想到，冰雪一族的首领雪女竟被这对国宝收进了紫金乾坤袋里面。放我出来，我愿为你们做事。我凭什么信你？放你出来，不得把我们宰了？哼，不放我，你们会被所有雪族撕碎。放你娘的屁！柳如烟小嘴抹了蜜似的回怼道，然后将紫金乾坤袋收进储物袋中。龙傲天和柳如烟压根没把雪族当回事，毕竟这雪族已经群龙无首了，2人的速度和隐身能力又是顶尖的，谁能够抓得到他们呢？随后2人拿出赤铁镐，开始对着那冰晶座台开挖。一旁的雪精灵也咕噜咕噜叫着要帮忙。龙傲天递过去一把铁镐，他立马有模有样的跟着刨，挖了好一阵子，冰晶座台终于被拆完，刚好挖出20个冰晶，10个冰晶又能合成1个冰晶方块。就在这时，一个银色宝箱从碎冰里露了出来，在得到龙傲天的同意后，柳如烟连忙将其打开。获得冰晶镐3，冰晶方块100。没有技能吗？好吧，其实这些也不错。冰晶镐肯定比赤铁镐强，之前赤铁镐采冰晶15分钟1个，那冰晶镐采冰晶不得更快了？果不其然，龙傲天拿起冰晶镐对准冰块，系统弹出提示效率10分钟1个。随后2人一精灵埋头苦挖，转眼到了登陆空岛的第3天，期间他们只休息了2小时，其余时间全在挖矿，终于攒了30多个冰晶方块，加上宝箱给的100个，总共130多个。龙傲天，现在早上8、9点了，还挖吗？不挖了，咱们先去冰灵湖看看。不过去之前得准备准备。说完，龙傲天将目光看向雪精灵，你能给我们补冰雪之力不？雪精灵点了点头，眼里满是讨好，对着2人开始释放魔法。不多时，他俩的冰雪之力都涨到了100点。随后，龙傲天拿出赤铁剑，发现剑身上出现一道蓝色的光芒，这应该就是冰雪之力的强力 buff 了。等会咱弹几支雪试看看效果。随后，龙傲天复制了新的紫金乾坤袋，这紫金乾坤袋当然是用来装另外一只 BOSS 冰灵王的。等等，这雪精灵应该怎么办？要是咱们带出去，说不定还被注意的。没事，我隐身抱着它跑，在外头看就像它自己飘着。咱速度200多，雪怪那么笨，反应不过来。说完，龙傲天隐身抱起雪精灵，在外头看来，雪精灵就好像悬浮在半空中，因为它是活物，所以无法连带着一起隐身。在雪狮和雪怪诧异的目光中，雪精灵就好像飞起来一样，快速的离开了溶洞。他们很快就返回到平台上，此时平台上的雪已经非常深了。4个傀儡也有点笨，除了将2个偷家的家伙给绑起来后，就在那房间里傻呆呆的躲着，根本不知道铲雪。算了，等前往冰灵湖后回来再清理积雪吧。随后，龙傲天一刀将不断求饶的男的杀了。他既然选择当小偷，就要有当小偷的觉悟。柳如烟也不意外，把另外一个女的宰了。2人都将5点属性点加到生命值上。做完这一切后，龙傲天决定给雪精灵搭个窝，毕竟雪精灵只能在0摄氏度以下活，温度太高的话，小家伙就会被热死。龙傲天打算在平台下方搭个新平台，他有梯子的永久图纸，足够搭建第2层。他先是在平台中央挖了个洞，往下搭了6个石头方块，边上安上梯子，到最底下时，他用冰晶方块铺了个9×9的平台，冰晶摸起来冰冰凉的，自带低温，非常适合雪精灵住。不错，就让雪精灵居住在这，大热天实在不能活了，就制造个冰晶小屋给他。另一边的柳如烟也没闲着，平台上的小麦和胡萝卜熟了，再晚点就可能被冻死。他乐呵呵的全收割完，又做了顿午饭。虽然牛排依旧咬不动，萝卜还有点生，但是对比之前做的好太多了。毕竟他以前可是只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小姐呢。2人吃饱喝足，往冰灵湖的方向走。原本想带4个傀儡，想了想还是算了。一来傀儡速度慢，得看家；二来雪山雪怪多，雪大怪属性比傀儡强，带了也帮不上忙。冰灵王和传说中的冰精灵会在冰灵湖等着他们吗？咱们下集接着说。家人们接上集，这对活宝走了好一阵子，终于摸到了冰灵族的地盘。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广阔的冰湖，湖面上结着厚厚的冰，据说冰灵族就住在湖的最底下，可他俩压根不知道该从哪儿下去。龙傲天，这里冰好厚，咱咋下去啊？应该有密道的，逮一个冰灵族人问问就知道了。此时，一群雪族跟另一群生物在湖面上打得不可开交。那群生物长得像鲨鱼似的，估计就是冰灵族的小兵吧。原来湖面的冰层上有个大洞，冰灵族正是在这个洞里爬出来的。下去的地方找到了，可怎么才能从水中呼吸呢？这世上千奇百怪的东西多了，隐身和乾坤袋都有，说不定真有水下呼吸的道具。龙傲天记得雪女说过，冰精灵和雪精灵融合后能变得非常强大，所以他觉得可以冒险下去一趟。随后他跑到交易市场发帖，高价收购水下呼吸的能力，可用100斤食物换。因为龙傲天是区域第2，所以很快就被大量的玩家注意到。再加上寒冬里的食物比金子还金贵，聊天室里瞬间炸了锅。我的天，100斤食物，这是假的吧？我不相信咱们区域有人可以获得这么多食物，100斤的大米都够2个人吃100多天了。水下呼吸是什么能力？难不成龙傲天大佬这是要找到海了吗？
公屏上消息乱哄哄的，说什么的都有，直到一条私信弹了出来，上面还附带物品的属性。龙傲天大佬，我有瓶水下呼吸药剂，不过是一次性的，不知道您能用上吗？水下呼吸药剂，服用可获得24小时水下呼吸效果。10斤大米够不够？够了，感谢傲天大佬。对方非常痛快的答应了，毕竟一次性的药品用处也不大。交易完成后，龙傲天立马用了一次复制机会，这样就可以一人一瓶了。他和柳如烟趁着两族大战的功夫，隐身后喝下药剂，然后毫不犹豫地跳进冰洞里。在冰水里不方便说话，他俩只能通过私信交流。两人往湖底游了一会，期间遇到冰灵人经过就屏住呼吸等一会，等冰灵人走远才继续下潜。快到湖底时，一个明晃晃的黄金宝箱躺在冰蓝色的大门旁，冰灵人从门里进进出出，却像看不见似的，活脱脱是给玩家的福利。柳如烟赶紧把宝箱收了起来。龙傲天，咱之后的暴击就用在这黄金宝箱上吧。他一脸兴奋，暴击后复制再复制，就能批量刷铂金装备的合技能了。正想着呢，大门再次打开，一波冰灵人从里面出来，他俩趁机溜了进去，里面空间更巨大，冰灵人却稀稀拉拉的，但个个穿戴着冰铁盔甲，拿着冰刃，比外面的鲨鱼人高级多了。也不知道冰灵王让咱们一直进攻血族干什么，就不能分开治理整个血族，整得我女神都战死，真是可恶。如果两族可以和平就好了，一直打下去，苦的只是咱们平民老百姓。两人对着这些冰灵人疯狂用读心术，总算摸到了冰精灵和冰灵王的位置。在往前的一段路程后，有个巨大的阀门，阀门的背后并没有湖水，在里面就居住着冰精灵和冰灵王。两人在小心翼翼躲过一个又一个携带着装备的冰灵人后，终于来到了所说的位置。点击阀门之后，弹出了提示：冰晶阀门，使用冰晶方块时，能量结晶1可强行进入，一般只有冰灵王可以正常出入的阀门。看来他不对。龙傲天将所需要的东西全都加到这阀门上，一道绚丽的光芒出现，很快阀门缓缓打开，龙傲天和柳如烟随着水流进入到内部空间。就在这时，一个长得很像雪女的人形生物突然出现，他手中还紧握着一把散发着冰冷寒气的长剑。如果龙傲天没猜错的话，这应该便是冰灵剑，并且这类人形生物就是冰灵王。人类不，区外来者，敢闯这儿，你们两个连一进都没突破的废物，到此为止了。话音刚落，冰灵王挥剑斩出3道寒光。要说这冰灵王对比雪女就是全方面被碾压，偏偏还比雪女傲气。这3道斩击躲得开吗？他俩能想出破防的法子不？咱下集接着往下说。上集说到这对活宝终于跟冰灵王对上了，结果对方二话不说就是3道蓝色斩击，他俩连忙跳开，险之又险的躲了过去。冰灵王，冰灵一族的王者，击杀可大概率获得白银宝箱，小概率获得黄金宝箱，生命值1000，攻击100。龙傲天，快看，冰灵王爆黄金宝箱的概率不低呢。先给他收起来再说。好嘞，看招！柳如烟掏出紫金乾坤袋对准了冰灵王，冰灵王瞬间脸色大变，仿佛被无形的力量锁定，连忙往旁边躲。等等，2位外来者大人，咱之间怕是有误会。冰灵王见势不妙，想要求饶，他甚至喊出了大人的尊称。就在他身后，一个和血精灵长得像双胞胎的小家伙正焦急地看着他。这小家伙正是冰精灵，可他啥也做不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冰灵王被紫金乾坤袋的吸力拉扯。可恶的人类，冰灵族不会放过你们！他把冰蓝色长剑插进冰晶地面，想拖延被吸入的时间，可紫金乾坤袋实在太强了，不把目标吸进去是不会死下。最终，冰灵王的手一松，嗖的被吸进了袋子，地上只留下那把璀璨的蓝色长剑。特耶，搞定了！话音刚落，柳如烟呕地吐出一口血，生命值下降了100点。龙傲天赶紧掏出治疗图腾帮他回血，并且一脸担忧地看着小丫头。快吃点东西补充下血量。小杂鱼而已，姑奶奶我没事，用得着你担心吗？柳如烟强装镇定，实际上她这也是不想让龙傲天担心而已。在吃下几块肉后，血量给看回满了。随后两人走到那把冰蓝色长剑跟前，毕竟这宝贝可是从冰灵王的身上掉下来的，看样子十分不凡。龙傲天捡起长剑，系统提示弹出黄金下品武器寒霜剑，增加88点伤害，技能破冰斩，施展3道斩击，被动效果寒霜，附加冰冻 buff 后，攻击必出会心一击。两人都被寒霜剑那强大的属性震惊到了，还没等回过神，系统的通告又来了。全区域通告，恭喜龙傲天和柳如烟小队是本区域内第一个获得黄金品质物品的小队，奖励2人分别获得任意属性点20。我勒个去，这剑加88点伤害，冰灵王刚才的攻击才100点，难不成他不带剑的时候攻击力只有12？柳如烟把装着冰灵王的乾坤袋掏出来，对着袋子喊：喂，小冰，问你个事，你的攻击力怎么这么弱？之前被雪女打成重伤，恢复不及时，属性掉了一大截，尤其是攻击力掉的最多。冰灵王老老实实说道，但是他却不知道他的老师会把自己坑死。龙傲天和柳如烟对视一眼，柳如烟直接打开乾坤袋，把冰灵王放了出来。冰灵王有些懵逼的出现在外头，先是一愣，不过很快眼神带着恨意。
结，愚蠢的外来者！既然你们选择，可下一刻冰灵王就猛了，他发现自己的寒霜剑已经出现在了龙傲天的手中。当着冰灵王的面，龙傲天复制了一把寒霜剑递给了柳如烟，同时通过属性面板得知，冰灵王的攻击的确是降低到了12，连破防都做不到，菜的一批。反观龙傲天他们已经拿着寒霜剑，并且施加了雪精灵给予的冰雪之力所产生的冰冻 buff。龙傲天的攻击本身就有133，加上寒霜剑的被动，施展冰冻 buff 后刀刀都是暴击。原本还想和雪女一样带回去的，但是既然击杀冰灵王能够爆出宝箱，那肯定不能错过。而且两人相信，击杀冰灵王绝对不只是获得宝箱，他身上的寒霜甲也是很不错的奖励。随后在冰灵王惊恐的目光中，龙傲天和柳如烟手持寒霜剑，一件又一件的砍在他的身上。冰精灵，你在做什么？为什么不帮我？可恶啊！我要是在全盛时期，怎么可能会被你们两个欺负？最终，冰灵王的生命值瞬间清零，哐当一声倒在地上，被两人乱剑砍死了。家人们接上集，击杀冰灵王的奖励果然没让人失望，不光有宝箱，还有意外惊喜呢！获得黄金中品防具寒霜甲，增加150点生命值，188点防御。寒霜甲没什么特殊效果，但数值却强的离谱。虽然防御力两人也不太需要，但本着不要白不要的原则，龙傲天用掉最后一次复制机会，给两人都配上了寒霜甲，属性面板瞬间暴涨。龙傲天，咱俩这下彻底起飞了！果不其然，区域排行榜上他俩稳稳坐第一，属性榜更是断层领先。至于冰灵王爆的白银宝箱被暂时收起来，留着等10倍暴击时再开更划算。差点忘了还有他呢。冰精灵见两人看了过来，吓得打了个激灵，他连忙对着两人磕头，生怕落得跟冰灵王一个下场。冰精灵已臣服，是否收为宠物？两人果断收下。冰精灵的属性跟雪精灵差不多，等他俩融合了，说不定更强大呢。随后二人打开阀门，隐着身清理溶洞里的冰灵人。这些家伙穿的冰晶装备虽只是白银级，但对其他玩家来说可是宝贝，卖了应该能换不少食物和方。2个小时后，穿装备的冰灵人全被解决，乾坤袋塞得满满当当，就连储物篮也堆不下了。剑道经验达1000点，恭喜龙傲天从剑徒晋升剑师，刀剑类攻击技能伤害加10%。龙傲天让柳如烟也砍了几只冰灵人，没多久他也晋升成了剑师。随后二人从湖里来到了冰面上，柳如烟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明明有水下呼吸药剂，但还是觉得空气吸着舒服。随后两人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雪山顶上，轮流用乾坤袋吸血，一直吸到晚上。袋子里的水资源攒了上千吨，省着点用的话能撑很久。当然，两人的生命值也都快榨干了。随后他俩在雪山顶部烧个火，吃点烤羊排恢复血量。冰精灵则是一脸恐惧地看着那燃烧的火苗。冰精灵，你是不是害怕这个火啊？人家是冰做的，当然害怕。龙傲天还没说完，柳如烟调皮地捡起树枝，然后挂上火苗去戳冰精灵，吓得冰精灵吱哇乱叫，给龙傲天都看无语了。要是你今后敢背刺我们就把你丢进火堆里烤。在柳如烟的威胁下，冰精灵连忙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忠诚度从97涨到98。先前两人在屠杀冰灵人的时候都被冰精灵看在眼里，所以他对两人的忠诚度从100掉到了97。龙傲天，你看，冰精灵对我们的忠诚度提高了耶！柳如烟仿佛发现了什么规律一样，用燃烧的枝条逗得他上蹿下跳，忠诚度在95到100之间反复横跳。龙傲天看得直擦汗。行了，别欺负他了，在山上过夜太冷了，咱们回平台吧。好嘞，都听你的。很快两人回到平台，这俩人也是真累坏了，睡到第2天下午才醒来。此时空岛停靠时间也已经到了，平台自动离开了雪族空岛。龙傲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升级平台，顺便给2只精灵改造住所。我去垂钓啦，你忙你的。柳如烟不愿当花瓶，不管战斗还是日常打理，她都希望和龙傲天一起肩并肩。龙傲天先把驾驶方块收进储物篮，随着平台越来越大，驾驶方块的位置不能在最前方了，不然很有可能会出现视野照顾不到的情况，所以他打算建造在房子的最顶端。不过在那之前，他打算先去看看小家伙们。龙傲天来到负1层，此时雪精灵和冰精灵正互相对视，在察觉到龙傲天到来后，纷纷一脸忠诚地看过来。尤其是冰精灵，毕竟女主人柳如烟虐待他虐待的那么惨，但是男主人龙傲天却不对他这样做，所以在冰精灵的潜意识里，龙傲天比那个恶毒的柳如烟更好。现在给你们俩建造一下居住的环境。2只精灵咿呀应着，看样子很期待。等等，我记得雪女好像说过，雪精灵和冰精灵好像可以融合来着。你们2个知道怎么互相融合吗？我的世界空岛生存模式降临，开局和同桌困在万米高空的方块上，掉下去就会死亡。家人们接上集，龙傲天想让眼前这俩小家伙融合在一起，可2只精灵摇了摇头，显然没听懂主人在说什么。他瞥了眼宠物排行榜，发现第9名是冰精灵，第10名是雪精灵，刚好都在他俩名下。随后龙傲天点了下2只精灵的面板。1. 检测到水属性同源精灵，可进行融合。
融合要求很离谱，其中能量核心和结晶还好说，交易市场偶尔有卖，但晶魄压根就不知道是什么，只能等以后凑齐了材料再说。随后龙傲天用冰晶方块将精灵的小窝进行了装修，生怕天气一热给这俩小东西热死。忙完这一切后，龙傲天又将整个平台改造了一遍，还把驾驶方块放在了视野最好的地方，毕竟随着平台越来越大，很有可能会出现视野照顾不到的情况。等做好这一切后，已经是1个小时之后了。这时柳如烟也垂钓完了，20次垂钓收获不错，分别是2只鸡、3个木材、2个赤铁方块、10点生命值属性点，还有2个能量核心。时间一晃2天过去，到了寒潮降临的第5天，龙傲天的复制次数攒到2次，再用6、7次就能出发暴击了。两人的日子过得还挺惬意，饿了有肉有水果，渴了有甘甜的水喝。就是改造平台耗了不少木头，存货从4位数降到3位数。为了实现木头石头自由，龙傲天干脆在交易市场上架了些食物换资源。他俩还发现个窍门，那就是乾坤袋里的东西不会变质，于是把容易坏的肉、蔬果、种子全挪进了最初的乾坤袋里。可惜柳如烟的运气最近有点跑偏，2天里的80次垂钓机会，竟然没钓着啥好东西，反倒碰着好几波怪物，什么哥布林、昌鬼、猛虎啥的。还好他俩属性在区域里排第一，换了别人根本抵挡不住。就在两人用完今天的垂钓次数后，柳如烟突然惊呼一声：龙傲天，前面好像有一伙玩家。你说什么？前面有大量属性点。望远镜里看得清楚，一群大汉坐在光秃秃的平台上，平台上还有3个大房子。因为开局组队是1男1女，所以大概还有8个女玩家在后面3个大房子里，并且平台上面还有2只烤全羊。龙傲天怎么说？龙傲天心里早有盘算，这荒郊野岭哪来这么多肥羊？看他们这架势，8成是抢来的。真要是善茬，在这乱世根本活不到现在。只要对方先出手，哪怕只是一句威胁，他都能顺理成章的反击。随后他让一把平台停到对方必经之路，就等鱼儿上钩。另一边，2公里外的平台正在缓缓移动着，因为没有驾驶方块，所以他们遇到空岛或者遇到别的玩家完全是随机的。领头的玩家叫张伟，他一开始匹配到的是自己老妈，不过在开局没多久，他就一把将他老妈给推了下去。他老妈临死之前也没有后悔生了这么个畜生儿子，而是在庆幸自己的儿子能够获得更多物资，占据的地盘更大，活下来的概率也就更大。后来张伟一个人摸爬滚打，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玩家，要么就是天赋不错，要么就是身体素质不错的，一起共同发展才有了现在的规模。伟哥，这段时间咱们是不是赚大了？我这每日召唤物种的天赋，虽然有时候会召唤到怪物和野兽，不过如果召唤到牛羊之类的动物的话，那就不愁吃喝。现在寒冬肉类老贵了。干得不错，今天的烤全羊分你1个大腿。多谢伟哥。很明显，他们现在烤的羊就是这个小弟的天赋召唤的。紧接着又有其他小弟跟着拍马屁。要知道，伟哥可是区域前30的猛人，咱们跟随伟哥，今后一定可以成为整个区域的霸主。就是。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吹捧，哪怕排名前10的玩家，在他们眼里都根本不值一提。就在几人越吹越嗨时，突然一个小弟指着前方大喊：你们看，那边有个平台，上面还站着1男1女，看着还挺青涩。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龙傲天和柳如烟久站在平台上，身影在寒风中确实带着几分稚嫩。这伙人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他们会先动手吗？龙傲天的计划能成功不？咱下集接着唠。上集说到这对活宝又撞见新玩家了，好家伙，8个大汉凶神恶煞的，个个看着就不好惹。而这些人也纳闷，对方明明只是2个小学生，咋占着这么多方块和资源呢？等俩平台凑到跟前，领头的伟哥慢悠悠往前走了几步。我是战力榜第30的张伟，敢问2位咋称呼？这俩人要是排名高就拉拢，要是没啥本事那就直接砍了省事。这伟哥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但他这点心思早被龙傲天的读心术听得一清二楚。下一秒，一把深蓝色长剑出现在龙傲天手中，剑身裹着冰蓝色光晕，看着就带劲。他一个迅捷的闪身，人就到了伟哥跟前。就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的功夫，他手起剑落，伟哥的头颅咕噜噜滚下平台，无头的身体被冰冻 buff 冻成了冰雕。老大，可恶！你们敢动手！一群大汉又气又怕，因为他们压根没看清龙傲天咋挥的剑。这年轻人看着嫩，结果下手比空岛上的怪物还狠，连句废话都没有。这下龙傲天反倒有点懵了，他不明白排名第30的玩家为啥这么菜。获得黄金下品技能大金刚拳，造成原攻击加250点伤害，击头或坐点大概率会新一击，击杀玩家有1%概率或随机技能。难怪这么菜，合着就靠这技能混到30名啊！2位大佬，咱有话好好说，要啥资源尽管拿，别动手行不？有个人突然怂了，他心里门清，能一剑劈了伟哥的，收拾他们还不是跟切菜似的？哪怕自己藏着底牌，现在也得先装孙子。先糊弄过去，等咱变强了，再找这俩小学生算账。结果他这点心思又被探听到了。柳如烟没废话，给寒霜剑加了冰冻 buff， 对着那服软的玩家咔嚓就是一剑，会心一击触发，那家伙血条直接空了，浑身冻得邦邦硬，跟个冰棍似的。龙傲天也没闲着，手起剑落又放倒俩，剩下的慌忙抄家伙反抗，可跟压根近不了身。有个机灵的家伙偷偷躲进了木屋，还有个被柳如烟削了半管血的大汉急眼了，掏出把枪对着他。奶奶的，我和你们拼了！龙傲天和柳如烟故意没动，假装被枪镇住。那大汉一看更得意了，还以为这俩小学生害怕了，
别想着反抗，这枪可是我的 A 级天赋生命手枪，我有多少血，它就有多少伤害。现在270点，够崩死你俩瓜怂的。那大汉一脸得意地说着，仿佛吃定他俩似的。只是龙傲天和柳如烟对视一眼，偷偷乐了。这生命手枪的强度好像还挺高的嘞，你先前能够复制我的天赋，能不能复制他的呢？不知道行不行，先抢过来再说。龙傲天说着就径直往前走，其他玩家都看傻了，他们不理解，明明都被手枪威胁了，咋还敢往前凑？你别过来，我真开枪了。那大汉慌了，砰砰砰连开3枪，龙傲天脑袋微微一偏，全躲了过去。这杂鱼有耍帅，还好有见闻感应，不然真的挨一下。龙傲天一把夺过枪，结果下一秒的系统提示让他郁闷。提示：这是陈大明的专属手枪，你用不了哦。果然无法使用吗？哼小丑，这可是我天赋的能力，你拿了也没用，杀了我，枪也会消失。那我自己造一把呢。想到这儿，龙傲天直接复制了新的一把手枪，一把能够随着生命值成长的手枪。恭喜获得 A 级天赋生命手枪，特性1，手枪的伤害等于你当前的生命值；特性2，每天前3枪免费，之后每枪消耗当前1半的生命值，每天6点刷新免费次数。果然，这生命手枪虽然强大，并且不用子弹，但是却有着代价。不过还好，除了掉血没别的副作用。要知道，龙傲天和柳如烟最拿得出手的就是生命值高，有了这把枪，那不就是如虎添翼吗？这一下可把所有人都看傻了。那大汉一屁股坐在地上，怎么可能？这可是我的生命手枪，你为什么会拥有它？当即说到龙傲天复制出一把一模一样的生命手枪，直接给那家伙吓懵了，他连连后退，转身就想溜。龙傲天哪能让他跑？抬手对着他脑袋砰就是一枪，好家伙，近800点伤害，直接将对方秒杀。之所以这么猛，是因为打脑袋触发了暴击。要说这被打中的哥们，在区域里排第35呢，现在算是彻底歇菜了。剩下的玩家也慌了，扑通跪倒一片，纷纷开始忏悔。我错了，不该把女朋友推下平台，我不该独吞物资的，我也是被逼的，饿了5、6天，没忍住把同桌给吃了。这些家伙把穿越后干的缺德事全抖了出来，估计知道自己活不成了。龙傲天，你说现在活着的玩家有没干过坏事的好人吗？柳如烟眼神有点茫然，说实话他俩也不是善茬，但看着这群人开局就整死队友的行为，还是打心底里恶心。龙傲天把生命手枪收起来，没浪费宝贵的子弹，随后3两下解决了平台上的所有人。这世道哪有绝对的好坏？说白了就是谁拳头硬谁说了算，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罢了。他没再多说，心里却更想变强了。只有够强才能护着柳如烟，俩人一起在这方块世界好好活下去。随后，先前躲进去的机灵鬼也被收拾了。本来以为屋里还有其他玩家，结果早被这群坏人清理干净了。接下来就是搜刮物资环节。好家伙，首先是一堆铁器，比如铁枪、铁剑、铁阔刀之类的，还有赤铁块、黑铁块，甚至还有几个黄金方块。这东西一个顶10块黄金，外加180个泥土方块、200个木板方块，还有一堆图纸。居然还有铁傀儡图纸！制造这玩意要100个金铁，也就是10个铁方块。虽然他们铁方块不多，但10个还是有的。没多久，一个2米多高的大傀儡站在了跟前。铁傀儡，生命130，攻击30，防御30，速度30，每天喂1块金铁就行。这玩意虽然属性一般，但可以帮忙干活，而且比暗影傀儡省多了。毕竟那些家伙一天要消耗1颗暗影珠呢。随后龙傲天也让铁傀儡去干活了。在忙活了几个小时后，终于把对方平台搬空了。随后的2天里风平浪静，两人除了日常垂钓以外就是吃吃喝喝。就在这时，系统播报突然响了，第1次考验结束，奖励活下来的小队玩家增加20点防御力，白银宝箱乘1，检测到本区域内玩家数量已经小于1万，击杀玩家将不再获得属性点。随着系统播报声的结束，外面的鹅毛大雪突然停了，就连刮了好几天的冷风也没了。这系统真牛，说改气温就改。龙傲天让傀儡们清理平台上的雪，他俩早就靠雪族空岛实现水资源自由了，犯不着攒雪。第1次考验的这段时间，平台上的棉衣以及食物的价格大幅度上涨，但是水资源的价格却急速下降，不少玩家直接用雪化成水。可考验一结束，水价又慢慢涨回去了。等过几天，大家水耗的差不多了，咱就把雪族空岛弄的雪水拿出来卖。随后他俩点开聊天频道，想看看有没有啥新鲜事，结果频道里炸了锅。我去，咱们区域的人难不成1万人都不到了吗？哎，活下来的都是狠人啊！这场大雪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就在这时，他俩发现了一条团队招人讯息，是战力榜第2小队的玩家苏小玉，招收排行榜前100的玩家一起组队。有意私聊，苏大佬，我和我弟弟是榜5小队玩家，可以加入吗？我也要加入。榜20小队在此，招收玩家一起发展、发育，共同度过碰到的所有空岛、特殊空岛。龙傲天瞅着频道里从聊规则变成各势力抢人，龙傲天的神情变得古怪起来。这是没了杀人的属性点的规矩，大伙开始抱团了吧？
柳如烟却皱着眉，她没太懂龙傲天的意思，难不成他想组队？可他又不想让龙傲天跟别的玩家接触，尤其是女玩家。龙傲天这么优秀，万一组队的女的看上他了咋办？他想一直永远独占龙傲天，俩人整日黏在一起，一刻也不分开才好呢。一说到自打杀玩家不给属性点之后，其他玩家都开始组队抱团了，可柳如烟却不乐意了，他就想跟龙傲天黏在一起，一刻都不分开才好。别人组队跟咱有啥关系？柳如烟幽怨地瞅着龙傲天，声音有点小低落。果然萝莉心海底针啊！咱才不和别的小队组队，就咱俩单打独斗，主要是咱天赋特殊，单打独斗才最爽。听到这话的柳如烟眼睛刷得亮，瞬间就多云转晴。这小丫头果然最好哄。那说好了，谁都不许跟别的小队组队。约定好的俩人接着开始了垂钓，不过这几天钓上来的东西都不咋样。柳如烟运气爆棚，钓着个白银宝箱，结果打开是空的，气得她上蹿下跳。还好龙傲天最后一竿钓着个好东西，获得宠物球衣，可将宠物收入球内，在有需要的时候放出来。一个宠物球只能放一个宠物。哇塞，是宠物球衣！柳如烟一把抢过去，然后跑到精灵们居住的地方。此时俩精灵正蜷在冰晶方块上乘凉呢。他把球往雪精灵身上一丢，唰一道光闪过，雪精灵跑进了宠物球里。提示：雪精灵在球里最多待7天，得放寒冷地方，不然会热死。丢地上能放出来。龙傲天，我现在像不像神奇宝贝？就见柳如烟把球往冰晶方块上一丢，下一刻光芒闪过，雪精灵又一脸懵逼地出现在冰晶方块上。不错不错，这几天就把精灵球复制了。时间匆匆，转眼又是4天后，龙傲天先后把血之项链、黄金宝箱还有宠物球都复制了一遍。柳如烟开黄金宝箱时人品爆发，竟然开出个黄金上品技能，大恢复术，隐藏3秒，可恢复500点血，冷却30分钟。这技能给柳如烟学了。龙傲天把恢复术复制了过来。随后又是2天过去了，俩人正垂钓晒太阳呢。寒冬一过，俩人的关系越来越好。柳如烟除了洗澡上厕所，恨不得挂龙傲天身上。就在这时，天突然暗了，大太阳被灰云遮得严严实实。龙傲天瞥见远处有个黑影，拿望远镜一瞅，竟然是座空岛。就见空岛上阴气沉沉的冒着黑烟，再扫一圈周围，我滴个乖乖，得有8、9个玩家都往那空岛飘。不对劲，快驾驶方块离开这里！然而已经来不及了，那空岛传来一股巨力往回拉，方块根本跑不动。紧接着系统播报炸响：1. 即将登陆死寂空岛，登陆后将出现以下规则：1. 登陆死寂岛屿后，除了拥有特殊道具，将无法在规定时间内离开。2. 5分钟后，所有批次抵达死寂空岛的小队将随意打乱放置在死寂空岛的各处。3. 当玩家登陆死寂空岛，将出现5个签到点，请玩家在维持3天的死寂空岛内进行5个签到点的签到，每个签到点至少进行1刻钟的打卡时间，若是3天内打卡失败，将永远留在空岛。4. 登陆死寂空岛将局限理智值，理智值初始为100，当降低至50以下，将遭受部分原居民的追杀。5. 检测到多个队伍登陆空岛，打卡时间将延长2天，率先完成签到的小队将离开此地，剩余小队将永远留在空岛。为了公平，第一个完成签到的小队将暴露所在位置，后完成签到的小队可对先完成签到的小队出手。6. 5天之后结算第一的签到小队成功离开空岛，将获得神秘奖励。随着系统播报的结束，龙傲天2人都听得头皮发麻。这规则居然跟之前的迷雾空岛一样，要把小队拆散。龙傲天咋办啊？虽然柳如烟经历了很多，但是看到这游戏规则也不由得慌乱起来。龙傲天没说话，赶紧装着冰精灵的精灵球递了过去。只剩5分钟了，能够提供护盾的冰精灵给你，这个紫金乾坤袋给你，危急关头用。我不要，还是给你吧。我还有生命手枪，没事的，一定要安全回来。俩人都深深看了对方一眼，生怕这是最后一面。他俩能顺利打卡重逢吗？咱下集接着唠。当集说到这俩活宝来到了死寂空岛，龙傲天一睁眼就懵了，自己正坐在一间破木屋里，那屋子看着就跟风吹雨打了几10年似的，感觉轻轻一碰就得塌。更瘆人的是房梁上挂着盏破油灯，火苗跟快灭的蜡烛似的忽闪忽闪，整个屋子阴森的让人后背发毛。正想着呢，结果他一转头，发现柳如烟正跟他一样瞪着眼，一脸这啥破地方的震惊。我操，这唾沫给我干哪来了？这还是方块世界吗？柳如烟依旧稳定发挥，小嘴跟抹了蜜似的。龙傲天心里咯噔一下，空岛规则明明说随机打乱放置，俩人咋还凑一块了？他手都摸出生命手枪了，就怕眼前这是啥冒充的玩意儿。可再一瞅柳如烟那二了吧唧的样子，加上系统探查没出问题，看来这是真的柳如烟。你谁啊？为啥装成杂鱼的样子？柳如烟还没反应过来，叉着腰瞪他。龙傲天翻了个白眼，糖豆人别狗叫，看样子咱俩被传一地儿了。柳如烟这才凑近瞅了瞅，发现这个损样除了龙傲天没别人，俩人你瞪我我瞪你，好一会儿才接受现实，在随机传送的规则下他俩居然撞上了，这概率比中彩票还低。
我去，这啥神仙运气，咱能并肩作战了！柳如烟立马忘了刚才的暴躁，开心的大笑起来，正乐着呢，耳边突然弹出系统提示：第一个签到地点废墟小镇，破败的小镇，里面到处都是游荡的死寂人。耳旁出现第一个签到地点后，俩人合计着开门去找这小镇，可系统没给方向，看来得自己瞎摸索才行。就在两人准备出去的时候，木门突然打开了，一个白发苍苍、皮肤充满褶皱的老女人走了进来，一瞅见他俩醒着，老太太眼睛都亮了。小傲天、小如烟，你们可算醒了，老头子快来看啊！你们说，你们是我爹妈？龙傲天和柳如烟瞅着随后进来的老头，满脸写着你逗我呢。老太太嘴里叨叨个不停，说他俩昏迷这些天，他跟老头多着急多伤心。看来这场大病把你俩的记忆给整没了。老者一脸忧愁，随后在两人懵逼的目光中缓缓解释道：原来在他们眼中，龙傲天和柳如烟一直都是生活在死寂空岛的原居民。整个死寂空岛分为没有感染的墙内人以及感染成死寂人，也就是墙外人。他们一直在墙内生活，并且柳如烟是龙傲天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两人在父母的撮合下，俩人本来都要结婚了，结果一场大病昏迷到现在。龙傲天心里门清，看来这是系统给的身份包，怕他俩当黑户被原居民撵，有个身份确实方便找签到点。要不是死寂之力闹的，咱人类也不至于窝在这小安全城里。老头说大部分人都缩在安全城，就少数有本事的敢出去探查真相，包括他俩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如何。明白了，爸妈。龙傲天顺坡下驴，喊的那叫一个自然，给一旁的柳如烟都看懵了，瞅着俩陌生人叫爸妈浑身不得劲，可看龙傲天喊得起劲也没敢捣乱，他知道搭档这么干肯定有谱。对了，爸妈，你们知道废墟小镇在哪不？儿啊，你去废墟小镇做什么？这可是咱们安全城的禁地啊！一听废墟小镇，老太太瞬间激动起来，柳如烟在旁边听得直皱眉，心里嘀咕：哪来这么多废话，直接打一顿问不就完了？爸妈，我做梦了，我有不得不前往那里的理由。放肆！老者慈爱的脸庞突然变换成愤怒，甚至怨毒之色，然后一巴掌打向龙傲天。龙傲天往后一退，躲了过去。普通老者自以为正常的安全城居民，其实早被死寂之力感染了，和城外的原居民没有什么两样。当前理智值26，低于10就彻底变成死寂人。看到系统的提示，龙傲天立马换上笑脸：爸，别动手啊，是我不对，我跟如烟刚醒，脑子还懵着呢。老者听到那声罢后，连忙停止住继续攻击。他捂住脑袋，苍白的面容出现不解之色。明明他的两个孩子没有做错什么，实在不解自己为什么会突然生气。果不其然，根据龙傲天的设想一样，老者的理智值增加了几点，来到了30点。看来我摸着点规律了。这俩爹妈到底啥来头？废墟小镇又藏着啥？咱下集接着唠。我的世界空岛生存模式降临，开局和同桌困在万米高空的方块上，掉下去就会死亡。上集说到龙傲天刚摸出点门道，看来只要稳住这些 NPC 的情绪，他们的理智值就不会掉成死寂人。这边正想着呢，老头又开口了：我直说了吧，废墟小镇的地方全是被死寂之力感染的玩意儿，你们还想去吗？小傲天、小如烟啊，听妈的，在家好好养病不好吗？老太太也跟着劝，可龙傲天死缠烂打，一口一个爸妈喊的那就一个亲，还拍胸脯保证就在外头瞅瞅，绝不进去。最终老头叹了口气，从身上摸出张破地图塞了过来。获得安全城的地图层1，标记了安全城的大部分的建筑，其中包括3个废墟小镇。竟然有3个废墟小镇，不过看样子只要随便找一个签到就可以了。另一边，不远处的一间木屋里，俩安全城的原居民正恶狠狠地盯着个清秀女孩。竟然想去废墟小镇，你不想活了？孩子他爸，既然他不想活，咱就杀了他呗，全当遂了他的愿。女的也跟着搭腔，那眼神就跟要吃人似的。这女孩哪见过这阵仗，急得直喊：等等，我就是想去看看，你们咋这样？我有必须去的理由啊！他哪知道这话一出口，基本就判了死刑。随着他的理智值从100掉到50多，再到40出头，那俩父母的眼神也越来越凶狠。不只是他，其他传送到死寂空岛的玩家也都撞上了五花八门的考验。有人跟柳如烟想的一样，直接动手宰了 NPC 抢地图，虽然也能成功，但少了不少情报。而龙傲天既然拿到地图，又摸透了点这空岛的规矩，也就没必要跟这俩爹妈客气了。老登，家里还有啥值钱的没？他突然变了语气，手里寒霜剑噌的出鞘，咔嚓一下就把老太太的头砍了下来。老太太脑袋掉地上，脸上还带着蒙圈，好像没明白这么孝顺的好大儿为啥突然动手。你干啥？为啥杀你妈？龙傲天深以一时，寒霜剑直接把老头送走了。废话那么多，还是自己动手去找吧。嗨，早该这样了，我看他俩不爽好久了。紧接着俩人在木屋里翻箱倒柜，按照这游戏尿性，开局总得藏点好东西吧。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找着几个宝箱，可惜最高就白银级。最意外的是抽屉里那把破左轮，看着跟老古董似的，上面全是锈和灰。破败的左轮，无限子弹，有90%的概率会自爆，对自身造成500点伤害，有90%的概率没有任何反应，就有1%的概率对敌人造成2000点伤害。看到这破旧左轮的描述，龙傲天二人都陷入了沉思。我勒个去，这纯赌博啊！收着吧，最好永远用不上。真遇着强敌，还不如用紫金乾坤袋。知道了，杂鱼，都听你的。
没多久，俩人小心翼翼地踏出木屋。好家伙，街道两旁全是老破建筑，跟蓝星的中世纪似的，街道窄窄弯弯的，石板路坑坑洼洼。街上的人倒是有不少，可个个愁眉苦脸的，跟没盼头似的。有意思的是，有的人是真人。龙傲天探查时，理智值跟正常玩家差不多，不会因为情绪激动掉到时变成了死寂人，但大部分其实跟之前那俩爹妈一样，早被感染了。要是这种半感染的碰到理智值低于50的真人，会咋样呢？结果很快就有答案了，一个神色慌张的男的突然蹲地上崩溃了，也不知道是长久的压力，还是没有生存的希望导致的。在龙傲天探查的属性面板中，他的理智值在不断降低，刚到49时，他周身的大部分路人突然将目光看向他，随后这些路人跟见了肉的饿狼似的扑了上去，啃食的声音与咀嚼的声音在大街上响起，其他真人跟没事人似的，该干啥干啥，好像见怪不怪了。在这活着也太惨了吧！柳如烟看的脸都白了，龙傲天瞅着他的理智值也在掉，赶紧把他搂怀里捂住眼睛，估计是怀里安全感爆棚，他的理智值慢慢回满了。等再看过去时，地上只剩下一副骨架，这安全城看着可一点都不安全啊！上集说到街道上突然冒出来的骨架子，把刚瓜分完尸体的死寂人吓了一跳，他们的理智值已经回涨到10以上，压根不记得自己刚吃了人。这咋回事啊？好好的地上咋多了副血淋淋的骨架？妈妈，好吓人啊！乖女儿不怕，妈妈在呢。我勒个去，变脸比翻书还快，刚才就属他俩吃的最凶了。半小时后，俩人总算到了最近的废墟小镇，入口有扇大门，俩守卫在门口杵着，只要谁理智值降低，他们就攻击谁。龙傲天和柳如烟合计了下，干脆直接隐身溜进去。还好这些守卫现在还算人，嗅觉听觉没死寂人那么灵。在偷摸进去后，景象彻底变了，到处是破砖烂瓦，一群面目全非的死寂人晃来晃去，可能距离太远，还没有朝着两人追来。成功抵达废墟小镇，签到打卡2小时，结束后公布下一个签到点，期间可自由探索废墟小镇。眼看有2小时的自由时间，龙傲天两人开始探索，在距离和那些死寂人有些近之后，隐身就突然失效了，还好有见闻感应在，躲起来不难。刚解决几个冲上来的死寂人，突然一发带火的弩箭射向柳如烟，他眼疾手快，微微偏过头，弩箭刚好擦过他的头发，射中在一旁破败的建筑上。俩人顺着感觉看向100米外一个高楼，上面站着个穿的跟原居民不一样的人，竟然是名玩家。那玩家偷袭没中，正准备射第2箭，简直找死！龙傲天脸色阴沉，任何想要伤害柳如烟的生物都得死，掏出暗影手枪，对着那人脑袋砰砰砰就是3枪，在见闻感应的加持下，枪命中脑袋，可那家伙居然没立马死掉，估计有高防御装备。那玩家惊慌失措的想跑，可俩人速度更快。等等，有话好好说，有话跟我的律师去说吧。龙傲天4箭下去，直接将他的4肢砍了下来，这人变成人棍后疼的大喊大叫，周围暗处的死寂人被吸引了注意力，张牙舞爪的冲了过来。来了，他们来了。本来还想着审问几句，现在也懒得费功夫，俩人灵活躲闪死寂人的攻击，很快就跑出了包围圈，而那个偷袭的家伙就倒霉了。1刻钟后，那玩家只剩了一副骨架，旁边还吊着他的装备和资源。看了下他的装备，总算明白为啥3枪打不死了。这家伙穿的防御装备还真不赖。特殊物品：烈焰弓弩，攻击附带火焰，消耗5点生命值，射出1弩箭。弩箭可制造150点加额外攻击力100%的伤害，并且后续每秒灼烧5点伤害，持续1分钟。射中头部或其他弱点可造成会心一击。金刚盔甲加120点防御。金刚盔甲是黄金下品级别的防御装备，而烈焰弓弩也很棒，还带100%比伤害，比那破左轮强多了。随后俩人继续在废墟小镇闲逛，逛了1个多小时后，在一间破屋里发现了3个黑色金。诡异的黑金11，10个能合成黑金方块，10个黑金方块加4个任意方块，摆成4×5的样子，用打火11点，能打开5金4界门。注意，4级界门里面2金遍地走，3金多足狗。啥意思？这里不是真正的死寂世界吗？看来这地方只是冰山一角，不管了，见招就捡。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终于响了。第2个签到点，安全城教堂，在那里貌似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安全城教堂刚好就在安全城的地图内，但是却只有1个。俩人估摸着得跟其他玩家撞上。从废墟小镇出来，俩人依旧选择隐身。没走多久，他俩就进了一家商铺，因为店里的人压根没发现。柳如烟直接2眼放光，哇塞，这儿啥都有，甚至连图纸和装备也有耶。只不过买东西得用安全城的货币。俩人刚到这儿，那俩爹妈又是穷鬼，压根就没有。龙傲天，要不咱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零元购怎么样？这商铺能顺利薅羊毛吗？教堂里又藏着啥秘密？咱下集接着唠。上集说到这对活宝隐身溜进一家商店，四目一对，眼里全是坏水。他俩合计着先把店里的钱包薅干净，再趁乱把东西一锅端了。随后4只手跟开了倍速似的忙活起来。没一会儿，顾客们的钱包全被摸空了。结果很快就有顾客发现不对，一个男的刚跟老板砍完价，伸手掏口袋，结果摸了个空。啊，我钱包呢？柳如烟趁机小手一扒拉，把老板腰间的钱包也顺走了，还给龙傲天比了个 OK 的手势，顺便还扭了扭腰，一副欠揍的模样。你个小妖精，咋这么皮呢？谢谢，扭的好看不？短视频上学的。别评了，你去外头等着，偷完咱就溜。不嘛，我跟你一起。
龙傲天没辙，拎着乾坤袋对准店里的东西就吸。此时老板和顾客正为丢钱包吵得不可开交，突然瞅见一个小袋子嗖的飞出来，把店里的木材、石材、金属、图纸，甚至特殊药剂全吸了进去，然后一溜烟就跑了，只留下懵逼的众人。很快，两人找了个没人的地儿清点战利品，几百木材，几百石材，100多黄金，40多张一次性图纸，10来张永久图纸。图纸包括各种家具、工具，其中甚至还有空调的图纸，还有几种特殊药剂。强化药剂，3分钟内身体素质翻倍。龙傲天眼睛亮了，平时他拿寒霜剑一剑161，加剑数近170，带冰冻 buff 暴击能到340，翻倍了起步势能接近500，这药剂绝了！就一个小商铺都这么多好东西，那安全城的其他铺子、教堂，甚至城主的城堡，不得藏着宝贝。俩人对视一眼，眼里的贪婪快溢出来了。哈哈，龙傲天，你懂我意思吧？懂，小如烟，咱当回飞天大道。接下来一路往教堂赶，见着商铺、豪宅就进，搜刮的那叫一个爽。不过疯过头也有代价，他俩被治安队盯上了。一个穿治安服的人正往墙上贴通缉令，画着个平平无奇的袋子，下面写着：城南商铺遭诡异袋子偷盗，涉案10万安全币，提供线索奖5万。既然有了钱，俩人也不想走路了。刚巧街上有辆马车路过，龙傲天拦了下来。结果当车夫知道要去教堂，一脸复杂的瞅着他俩。好端端的去教堂干啥呀？你只管拉，别多问。龙傲天和柳如烟钻进车厢，丢给车夫几千安全币。这车夫是为数不多的真人，得多套点情报。车夫捧着钱，眼睛发亮，这都顶他干好几个月的了。大叔，我瞅着你不像大街那种沉睡的怪物，可以告我为什么不去教堂吗？小伙子，这城早乱透了，你们千万别暴露自己是真人，太危险。他比先前那老头懂得更多。安全城的真人只剩1/10，都小心翼翼活着。教堂的幕后黑手据说跟城外的黑暗世界勾结，水深得很。很快，马车停在了教堂门口。记住，千万别进教堂，尤其是那教主，进去就别想出来了。车夫虽然不知道两人为什么一定非要前往教堂，但是既然他收钱了，那肯定得该叮嘱的都给叮嘱才行。等马车走远后，他俩正准备行动，突然另一辆马车停在附近，俩人赶紧隐身。下来的是一个穿着警察服的御姐，并且还是穿越前的现代服饰。只不过这御姐的神情带着忧愁，同时也无法被探查信息，这也说明这御姐是名玩家，看样子也是准备在教堂打卡，并且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搭子。两人悄咪咪地跟在这女人身后，女人名叫苏荣英，穿越前是一名警花，穿越后也觉醒了天赋，并且和自己的男朋友过得还算顺风顺水，只因为她男朋友开出了一个强大的武器烈焰弓弩，并且还有黄金级别的防具。苏荣英原以为自己能够和男朋友一起在这残酷的方块世界活下来，去见识更多世界的风土人情，只可惜一切都化成了泡影。根据刚刚的游戏系统提示，她男朋友被玩家反杀了，对方使用了暗影手枪、寒霜剑这种极其稀有的武器，这说明这次前往的死寂空岛极有可能过不去了。这教堂里头藏着啥？龙傲天和柳如烟又要整啥新活？咱下集接着唠。家人们接上集，教堂大门是敞着的，苏荣英直接就走了进去，龙傲天和柳如烟则是悄咪咪在后面跟着。很快，播报声从3人的耳旁响起：成功抵达安全城教堂，签到打卡时间12个小时，期间可自由探索安全城教堂，但是建议躲藏起来。死寂教主会在夜里出来，把你们变成死寂教徒，一旦转化将被视作死亡。这规则咋听着像第5人格啊？第5人格启动，抓到他了！没过多久，又来俩玩家，一男一女，看着像一对的，还有俩单打独斗的，加上苏荣英和龙傲天他们，教堂里一共7个玩家。很快，轰隆隆的声音响起，教堂大门突然关闭，看样子是人齐了。诸位，虽说按规则咱是敌人，最后只能活一队，但现在这情况，我建议联手干掉那教主，你们看咋样？我瞅了，来的都是排行榜靠前的，联手弄死教主并不难。那就这么说定了，我们在这的5个玩家不准内斗，平安无事的度过这次签到。话音刚落，教堂讲台上凭空浮现一个人影，人影身穿黑色的长袍，气势和先前的雪女野人王差不多。死寂教主已现身，此时为安全时间，30秒后将会寻找玩家，将其转化为死寂教徒。死寂教主境界一境，生命值1950，攻击460，防御680，速度80，技能死寂转化，可将生物转化死寂生物，冷却时间3秒。死寂召唤，召唤一名死寂教徒一起攻击敌人，冷却时间30分钟。刚才还喊着联手的玩家一看这属性，全跟兔子似的溜了。现场只剩隐身的龙傲天和柳如烟，他俩没急着跑，教主速度才80，慢的一批，这就是活路。整个教堂还分2楼、3楼，大部分玩家都跑到了3楼，小部分玩家却则是躲到2楼。不过也有大胆的，比如第一个说话的男人，秉承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就在1楼一个桌子下方躲着。咱藏不藏啊？也不知道隐身对教主有用不？要是没用，藏了也白藏，好纠结啊！
龙傲天没回话，趁着倒计时还有10多秒，溜到教主身后，唰的把人家的黑袍扒了下来。黄金极品防具，死机大衣，穿戴增加350点防御，200点生命值，20点攻击，自带技能死机召唤，每日可召唤3个死机人。死机人的属性将是自身的每穿装备时候的一半，每次召唤间隔冷却时间1小时，死机人持续时间1小时。龙傲天的这番操作让柳如烟看傻了眼。我去，还能这么玩？龙傲天把大衣给自己装备上，刚好30秒到了。2米多高的教主总算动了，抬头四处瞅，一脸的懵逼，就好像在说：“我的大衣呢？大衣去哪了？”但他没纠结多久，悠悠的往前面走，直接无视了旁边的龙傲天和柳如烟。龙傲天还在偷偷捏柳如烟的脸，把她当玩偶搓。柳如烟气鼓鼓的，又羞又怒，只能小心翼翼掐她腰。等死寂教主走远了，柳如烟才松口气。杂鱼，你也太大胆了！嗨嗨，我这不是试探他看不看得到咱吗？看来教主跟死寂人不一样，他瞅不见咱。柳如烟想想也是，要是教主又强又能靠气味找人，那还躲个屁？签到直接取消得了。接下来咋办？直接干嘛？先跟着教主找其他玩家，把潜在的敌人清了，再收拾教主。有道理，咱一起去找人。龙傲天点了点头，然后他用了死寂大衣的技能，一个死寂人唰的出现在俩人跟前，瞅着他们，察觉到龙傲天是主人，扑通大跪在地。去教堂里找出人类。龙傲天照的死寂人点点头，踉踉跄跄的走了，方向正好是1楼一张大桌子底下。之前那男的就躲在那儿，还觉得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呢。大人们接上集，1楼大木桌底下，一个男玩家正美滋滋躲着呢，结果有3个脚步声停在了他面前，一道懒洋洋的男生飘了过来。行了，死寂人别靠太近，你死了就很浪费了，帮我找到就行。怎么还有外人？教堂里不就5个玩家吗？这谁啊？他也顾不上想了，猛地从桌子底下窜出来，举着黄金斧呼的劈过去，结果劈了个空，眼前就那死寂人傻站着，四周连个人影都没有。大哥，你砍空气呢？得了，如烟，别逗他了，赶紧完事。背后突然有人说话，这大哥刚回头，后脖子就是一凉，2把带冰碴子的剑就插进来了。到死他才明白，杀自己的是能隐身的玩家，原来哪是5个玩家，压根是7个。抱歉了，我也只是想活着出空岛，就算我不杀你，如果有机会，你也会杀了我们。此时的2楼走廊里，死寂教主慢悠悠晃到了杂物间，而杂物间最里头，李海和林夕正挤在木料堆后面，大气都不敢喘。李海，刚1楼有动静，是不是挂了一个？小兄弟，教主才刚过去，你想找死啊？这俩人运气还行，第一个签到点就汇合了，还都带天赋。李海是金刚铁皮，防御越高血就越厚，站着不动还能少受1半伤害。林夕是天天换武器，每天换1把新的，目前获得最强大的武器则是1把品质黄金极品的独岩枪，俩人一个能打一个能扛，挺有实力的。怕啥？教主那速度跟老太太散步似的，咱跑起来还不容易？凭咱这本事，最后活下来的指定是咱。俩人正吹着牛，压根没察觉教主早被他们的动静勾回来了。教主拄着法杖咚咚往杂物间挪，猛地一挥杖，哗啦，堆得老高的木料石头全被掀飞。李海和林夕吓得魂都飞了，撒腿就往走廊跑。教主慢悠悠在后头追，黑袍扫过地面，带起一串黑气，离近了就能把人变成死寂教徒。快跳！李海拽着林夕从2楼窗户跳下去，砰一声摔在1楼地上。李海好像把脚给崴了，走路一瘸一拐的。死寂教主不急不忙地追了过来，龙傲天和柳如烟在一旁看得直乐。如烟，你说让雪女跟教主打一架咋样？啊，雪女那小身板不得被教主秒了？试试不就知道了。他们还在这聊着呢，那对情侣可就惨了，一瘸一拐准备跑路时，教主已经凑过来了，他法杖往地上一敲，一股黑气腾地裹住李海。李海直挺挺倒下去，浑身冒黑烟，再爬起来时，眼窝里头红光直冒，被转化成了强化死寂人。林夕吓得腿都软了，刚想溜，龙傲天的冰剑已经抹了他的脖子，顺手捡起他的独岩枪，这黄金极品武器，攻击力加250点，还带中毒和灼烧，比冰剑厉害多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变成强化死寂人的李海突然朝俩人扑过来，速度比普通死寂人快1倍。虽说教主瞅不见隐身的，但死寂人能闻着味儿啊！龙傲天拽着柳如烟往旁边一跳，先解决这玩意儿，再叫雪女出来。这李海成了死寂人后防御更高了，跟块铁板似的。龙傲天一边绕着圈拉扯，一边拿心得的独岩枪戳他。柳如烟在旁边急得直跺脚，他没啥招能破这高防。龙傲天把之前捡的烈焰弓弩扔给他，小如烟用这弩箭烧得厉害，加上我这枪的毒和烧，干翻他不难。柳如烟手忙脚乱接住，定了定神，发动剑纹感应，对准李海的脑袋嗖就是一剑。李海脑袋疼得燃起火焰，可柳如烟的攻击加上弩箭，哪怕打在脑袋上也没破防。这就是李海的牛皮之处，防御太高了。不过烧和毒这玩意儿，只要没火抗毒抗就挡不住。没多久，俩人配合着攻击，李海终于又倒了。他这天赋绝对厉害，防御也太高了，可惜我复制不了。这俩人的东西还真不少，尤其是林夕，武器一堆，最厉害的还是那独岩枪。接下来该叫雪女出场了吧？她跟教主打起来能赢不？咱下集接着唠。我的世界空岛生存模式降临，开局和同桌困在万米高空的方块上，掉下去就会死亡。接下来的一整晚，这对活宝跟死寂教主剩余玩家斗智斗勇，他们压根不知道暗处藏着俩狠人，只觉得周围越来越诡异。5个小时后，教堂里的打斗声把最后一个玩家苏荣英引了出来。再见了宁内，
隐身的龙傲基没犹豫，独眼枪扑哧就扎了过去，被一枪秒掉的苏荣英爆了一把黄金下品秒冲。可俩人如今富得流油，也就铂金武器能让他们多看2眼。这破枪要不交给精灵或傀儡用，咱现在啥好武器没有，留着也是占地方。等会儿再说，先把雪女放出来说道。柳如烟眼睛一亮，俩大佬打架的热闹哪能错过？龙傲天打开乾坤袋，雪女嗖的飘了出来，他恶狠狠地扫了2人一眼。2个卑微的人类，总算舍得放我出来了。雪女皱着眉嗅了嗅，脸色猛地一变。这不是血族空岛，你们把我弄哪来了？外来者走的空岛多了去了，这算啥？待会儿的敌人叫死寂教主，比你强点，跟你一样能转化生物。雪女听完脸都绿了，恨不得一巴掌呼死这俩货，合着遇到厉害的角色，搞不定才找他的。怕了就回袋子里待着去。你个小丫头片子找打！雪女气得直哆嗦。龙傲天把柳如烟往身后护了护，小丫头除了他以外，谁都不能欺负。行了，摆正自己的位置，解决了死寂教主就放你走。雪女没辙，只能憋着气忍了。刚才柳如烟那嚣张样她可记着呢，就等有机会了报复回来。就在这时，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教堂里的玩家和死寂教徒早被解决，来的只能是死寂教主。龙傲天周身冒起死寂之力，照出个死寂人，他闭眼凝神，视角瞬间切换成死寂人的，这是他研究死寂大阴摸出的招，能远程监控。死寂人的视野里，死寂教主拄着法杖从2楼走廊尽头慢悠悠飘出来，黑袍拖在地上，目标直指他们这儿。他来了，雪女你先上。雪女只能硬着头皮上，至于跑根本不可能。龙傲天手里的乾坤袋可不是摆设，他飘到走廊，瞅见死寂教主的气势，心里咯噔一下，光凭气息就知道这货比自己强1倍不止。没办法，硬冲吧！雪女闪身到教主跟前，冰剑唰的插进他胸膛，没了龙傲天扒走的那件大衣，教主防御弱了不少，冰剑轻松破防。可下一秒，雪女脸都白了，冰剑插进教主胸膛，居然拔不出来了。教主双手死死攥着剑刃，一股黑漆漆的死寂之力顺着剑蔓延过来，跟李海变死寂人那股劲一模一样。是死寂转化，冷却才3秒。龙傲天和柳如烟在后面跟看大戏似的，说好的一起上，愣是成了雪女单方面对决。雪女急得怒吼，浑身爆发出寒气，跟死寂之力撞在一起，滋滋冒起白烟。她一边硬抗，一边朝龙傲天俩人怒吼：“你们俩还看啥？等死啊！”龙傲天这才慢悠悠上前，好奇罢了，你俩都能转化生灵，咋自己没事？废话，同境界实力差不多，转化效果就弱，但我比他弱，耗久了我就得变死寂雪女。龙傲天应了一声，终于挥起独岩枪扎向教主。没了大衣的教主防御只剩300出头，独岩枪扑哧就扎了进去，紫火腾的烧了起来。柳如烟也举着烈焰弓弩跟上，嗖嗖射箭，弩箭的灼烧对这种诡异玩意儿射。教主身上瞬间又多了层红火，俩人群殴加冰火毒3件套齐上，教主的血量哗哗往下掉，没一会儿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死得透透的。原来收拾一件生物这么简单啊！柳如烟戳了戳教主的尸体，一脸不可思议。还没等俩人乐完，全区域播报突然炸响。恭喜玩家龙傲天成为全区域首个击杀1级生物的玩家，奖励铂金宝箱1，奖励100点增1属性点，500木板，500泥土，300石头，100体块。发了，这么多方块，回去能把咱小家扩成城堡了。龙傲天摸着下巴，眼神落在旁边脸色难看的雪女身上，嘴角勾起一抹坏笑。这雪女留着好像还有大用处。家人们接上集，死寂教主这一死，奖励直接拉满，除了铂金宝箱、一堆方块和100点属性点外，最牛的当属那把铂金下品死寂法杖，消耗100血就能转比自己弱的生灵当小弟，冷却24小时，还绝对听话。柳如烟眼睛都亮了，悄咪咪的对龙傲天说：“这次暴击必须给法杖，把转化要求降下来。旁边雪女刚好当试验品。”龙傲天秒懂，转头就用那种看猎物的平淡眼神盯着雪女。雪女还在美滋滋盘算起自由后的小算盘，就等教堂开门就跑，到时候把这空岛的生灵全转成血族子民，压根没嗅到危险的味儿。按之前说的，该放我走了吧？急啥？还得等几小时开门呢。龙傲天说着，手一抬，直接对死寂法杖发动暴击。暴击成功，我的钻石下品死寂大法杖，攻击加500，远程法球700伤，死寂转化，耗300血转2级以下生灵为死寂奴，冷却24小时，转化后生灵大幅增强且绝对听话。龙傲天没半秒犹豫，对着还在东瞅西看的雪女就甩了死寂转化。雪女之前还想弄死柳如烟，这波纯属以牙还牙。很快，比死寂教主还要强大的死寂之力笼罩在雪女全身，她的身躯开始僵硬住，随后便愤怒地看着两人。人类，你们什么意思？柳如烟也举着之前那把死寂法杖凑过来，俩人一左一右夹着他，转化力直接叠满。雪女想催发寒气反抗，结果刚冒点白气就被死寂力压回去，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变异。没一会儿，雪女彻底变样了，左边瞳孔从雪白翻成墨黑，半边白发也染成了漆黑，一半血色一半暗色缠在身上，周身寒气混着阴气，看着又诡异又吓人。等转化结束，系统面板弹出属性：死寂雪女，境界2进，技能1冰天雪地，100米内炸700伤，还能逗敌人10秒，冷却10分钟。技能2死寂侵蚀，碰着2进以下的敌人，大概率给人缠上死气，小概率直接变死寂生物。
我去，直接升2进了。今后咱不用偷偷摸摸躲着了，让他直接平推签到点不就完了？雪女虽然不爽臣服，但感受着暴涨的实力，也只能认了。柳如烟抱着胳膊开始算账，刚不是挺嚣张的吗？还说要弄死我这死小鬼，现在咋不横了？对不起，主人，是我错了。今后你就是我和龙傲天的奴隶，我俩说啥你就得干啥。行了，小如烟，他是2进强者，今后还得靠他干活。雪女心里反倒莫名生了点感激，俩人一黑一白唱红脸，把他拿捏得明明白白。之后龙傲天把100点属性点分了50给柳如烟，自己把50点全加生命值，穿了死寂大衣后血直接飙到500。柳如烟全加攻击从25点攻涨到75，再拿法杖一叠，直接375攻，总算不拖后腿了。龙傲天还试了试新得的死寂大法杖，抬手凝聚出个飞乎乎的法球，轰的砸在教堂铁墙上，直接炸出个1人宽的大洞，700点伤害，对付之前的一境生物简直跟玩似的。等天蒙蒙亮到6点，签到时间一到，俩人在教堂里搜索了一大圈，在3楼角落摸出封黑乎乎的信，死寂教主的信，将它送给安全城外死寂城的城主，将获得特殊奖励。拆开信，系统自动翻译成中文，核心就一句话：死寂教主早年是安全城的人类，为了治死寂感染搞人体实验，结果自己翻车被感染，还生了个摆烂意识，最后干脆把进教堂的人全转成死寂教徒，教堂也成了禁地。原来这教主还有这么多破事。柳如烟刚说完，系统提示又弹了。第3个签到地点：死寂城门，安全城外的城镇，真正的危险之地。教堂大门嘎吱一声拉开，龙傲天和柳如烟带着身后的死寂雪女慢悠悠走了出去。下一站死寂城里头的城主会不会比教主还狠？他俩能顺利签到不？咱下集接着唠。上集说到这对活宝要去新的地点签到，没多久一行3人到了城门口，10米高的城门下，10几个穿铁盔甲的守卫在城门口站着，看来想出去并不容易。怕啥？咱现在有2进雪女，直接莽不就完了？龙傲天点了点头，现在他们实力暴涨，早不是当初那个躲躲藏藏的小弱鸡了。结果还没动手，远处几个身穿现代服饰的男女出现，很明显是和龙傲天一样的玩家，他们也打算出城。为首的男玩家眼神警惕地看着这些守卫城门的护卫。什么人？崔乃禁地，退下。如果说我们非要出去呢？玩家李星语气特不屑，他是区域前20的小队，有 S 级天赋控制之眼，身边玩家全被他催眠当小弟，压根没把守卫放在眼里。给我上，干死他们！李星一喊，玩家们一拥而上，和守卫做一团。李星确实有狂的资本，没多久就解决了守卫。就在李星松了口气时，龙傲天从隐身状态冒出来，举着生命手枪对准他脑袋，砰的一声，500点伤害直接爆头，李星当场凉透。剩下被催眠的玩家也没跑掉，雪女直接发动冰天雪地，100米内全冻成冰雕，没死透的也被柳如烟用烈焰弓弩挨个爆头。获得诡异的黑金石乘16，获得铂金下品防具，灵能护臂。灵能护臂可是个好东西，能增加250点防御和50点攻击，效果十分简单粗暴，相当于加了300点属性点。你还有3次复制机会吧？这护臂给我吧，我正缺攻击呢。放心，今后我穿啥你穿啥，少不了你的。柳如烟脸一红，俩人早不分彼此了。之前龙傲天还穿错过他的贴身衣物，气得他直炸毛，最后被龙傲天哄了半天才消气。不多时，两人来到了城外，外头一片荒凉，到处是游荡的死寂人。龙傲天挥舞着死寂大法杖，使用远程光蛇开路，两人一边刷怪一边赶路。路上见着不少裸露的矿石，就是没见着钻石矿。特殊空岛资源是真多，就是危险也大。很快，他们终于到了死寂城门。第3个签到地点结束，第4个签到地点死寂城内部，请在死寂城内签到24个小时。签到期间可自由探索，并且在签到时间内将会遭遇死寂人蜂拥而至的追杀。听到系统的话，俩人都乐了，这哪是追杀，明明是逛街。柳如烟看着周围瑟瑟发抖的死寂人，笑着感慨：有雪女在，这些死寂人根本不敢靠近，闲着也是闲着。俩人掏出冰晶镐开始挖矿，挖着挖着，龙傲天突然想起第一次登空岛的日子，那会儿俩人还是小弱鸡，遇到野人射箭，柳如烟拼命朝他跑，还说要死一起死。你看啥呢？好好挖矿。柳如烟察觉他的目光，瞪着俩眼珠子，脸却红了。他还以为龙傲天又想搞小动作，毕竟一没危险，龙傲天就没个正形。两人接着努力挖矿，结果挖了半天，矿石挖没了，可啥也没得到。龙傲天，这咋回事？难道镐子等级不够？其中木镐、石镐、铁镐、赤铁镐以及冰晶镐都试了个遍，第5级的镐子了还是挖不动。看来想挖到黑晶石，那得第6级的钻石镐才行。龙傲天叹了口气，造死寂界门要10个黑晶石方块，也就是100个黑晶石，现在才几十个呢。对了，去城堡找城主啊！死寂教主的戏能换奖励呢。可死寂城这么大，去哪找城主？柳如烟灵机一动，对着旁边瑟瑟发抖的死寂人用了读心术，结果只听见啊呜。嗷呜！死寂人的脑子除了叫啥也没有，就这么逛了1天1夜，俩人只找到3颗黑晶石，还碰到了几个玩家。这些玩家见他俩没隐身，上来就下黑手，结果全被龙傲天秒杀。有死寂大法杖和生命手枪远程输出，没一个打得过的。眼看第4个签到快结束了，城里能找着的玩家全被解决，可城主的影子还没见着。那封信的奖励咋弄？接下来能找着城主不？咱下集接着唠。
上集说到这对活宝正满世界找死寂城主呢，期间遇到几对不长眼的玩家主动找茬，要么被龙傲天的死寂大法杖轰成黑炭，要么被雪女冻成亮晶晶的冰雕。可他俩没察觉到，暗处早有一伙人把他们的动静摸得门清，还在偷偷团局准备搞事情。这伙人就躲在死寂城边缘的小木屋里，领头的是区域第2小队的刘震和苏小玉，身边还蹲着一只强大的狮虎兽。这会儿木屋里挤了7个玩家，全是死寂空岛最后剩的幸存者。他们本来不想跟刘震混，毕竟玩家之间都是敌人，最后只能活一队。可架不住狮虎兽的威慑力太强。刘震大哥，您找我们到底啥事啊？你们眼瞎？那俩握黑法杖的都杀了多少玩家了？实力比我们还强，你们还猜不出是谁吗？玩家们心里咯噔一下，看来就是区域第1的龙傲天和柳如烟了。他们本来还想等这俩强队火拼，自己捡渔翁之利呢。可刘震直接摊牌了。找你们很简单，帮我干翻他们，不然你当我们傻？干掉龙傲天，我们不就成你砧板上的肉了？话没说完，一个玩家跳出来反驳，刘震也不废话，手里噼里啪啦冒出蓝光，一道水桶粗的雷电咔嚓就劈了过去。男人连哼都没哼一声就被电成了黑炭。旁边他妹妹刚哭着喊哥，又一道雷电劈过来，女孩身上直接飘起肉香。我这可是 S 级天赋掌控雷电，他的天赋能劈出自己2倍生命值的伤害，他血350，劈这些玩家700伤跟完事的，而且用了雷电后速度能飙到近300，区域内没人比他快，这才是他敢跟龙傲天叫板的资本。剩下的3名玩家吓得汗毛直立，哪还敢反驳，立马说全听刘震的。之后这几人凑一起琢磨讨伐计划，想法还挺天真，误以为只要干掉雪女，龙傲天和柳如烟就是待宰的羔羊。可他们不知道，1000多米外的龙傲天早察觉到不对劲，俩人合计着隐身去看看。龙傲天还召唤了一只普通死寂人打掩护，让雪女带着精灵跟在后面以防万一。俩人顺着能量源头找过去，很快就瞅见了那间木屋。死寂人咚咚咚敲起门，屋里那个玩家开门一看，就个没威胁的死寂人，一拳打死关了门。他没注意到龙傲天拉着柳如烟猫着腰，贴着墙根溜了进去。屋里的玩家还在热火朝天的讨论，现在就出发。龙傲天他俩就远程厉害，咱铁脸精战干他的。事成之后，我不立刻动手收拾你们，你们放心就好。玩家们心里都门清，这就是屁话。等解决了龙傲天，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他们，甚至有人偷偷琢磨着让他俩同归于尽。刘震刚起身要出门，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冷笑声：“听说你们在找我？”刘震一愣，刚想抬手劈雷电，屋里唰的冒起寒气。雪女不知啥时候绕到了木屋周围，冰天雪地开，100米内全冻住，连狮虎兽都被冻得直哆嗦，爪子扒拉地面都没动静。龙傲天举着死寂大法杖，对准还在冰里挣扎的刘震，死寂转化，一道飞气裹住刘震，他身上冒黑烟，从玩家直接变成了死寂人。刘震死寂人，天赋 S 级，掌控雷电。龙傲天没犹豫，直接复制这天赋，脑袋嗡的一下疼，跟塞了团炸雷似的，不过还是成功了。获得 S 级天赋掌控雷电，消耗精神力、体力可以控制雷电，最高可造成生命值的2倍。连续使用过多会有被自身雷电麻痹的风险，且扣除少量生命值。被动速度增加50%。这下发达了，龙傲天的速度整整有750点，说一声闪电飞人都不为过。等寒气散了，屋里只剩3个活玩家，个个吓得魂飞魄散。刘震单膝跪在龙傲天跟前，眼里冒红光，跟外头的死寂人似的，就是眼神里满是尊敬，连头都不敢抬。龙傲天里的黑法杖还冒着黑气，柳如烟举着烈焰弓弩，下巴翘得老高。你是龙傲天？有个玩家当场吓懵，他咋也想不通，刘震居然被变成了死寂人。猜对了，没讲，刘震解决他们。在龙傲天的命令下，蓝色雷霆在刘震的手臂上飞去，紧接着几道水桶粗的雷电劈过去，最后3个玩家瞬间成了黑炭，没了主人的狮虎兽连忙逃跑。柳如烟早就掏出了紫金乾坤袋，嗖的一下把它收了进去，得等龙傲天的死寂转化冷却过了，再把这猛兽变成新的大兽。随后俩人开始搜刮现场，刘震和苏小玉身上的宝贝真不少，首先是一套铂金品质的钻石铠甲，一把钻石剑，还有钻石镐、钻石斧等全套工具。最让人兴奋的是黑晶石直接凑到134块，终于构造死寂界门了。第4个签到结束，第5个签到点，死寂界门。警告，仅剩最后1队玩家，城主死寂君王将在界门旁等候考验。一看空岛逗留时限只剩2天，找不到界门就得困在这鬼地方。龙傲天拉着柳如烟就往外冲，新到手的掌控雷电天赋让他速度飙到750，柳如烟小短腿压根跟不上，没跑几步就被甩在身后。死杂鱼，等等我！柳如烟小脚丫都快跑出火星子了，也追不上。一道雷光闪过，龙傲天转身把他扛起来就往前冲。你这速度也太慢了，有本事把天赋给我啊！柳如烟气鼓鼓的一口咬在他胳膊上，还是老样子惩罚，却没真用力，更像是在撒娇。龙傲天扛着柳如烟把死寂城翻了个底朝天，从破旧木屋到中心的大型石屋，连界门的影子都没见着，这让他越找越急。再找不到，咱真的困在这了。会不会藏在地下？地上都搜遍了，就剩下面没看了。对哦，咱试试。俩人掏出钻石镐，对着地面的石头就挖了起来。等挖到了4、5格深，哗啦一声，脚下的石头突然塌了，俩人重重摔了下去。柳如烟垫在下面，屁股摔得生疼，痛死老娘了！他刚想骂，发现龙傲天还压在自己身上，脸刷得红了。死杂鱼，快起来！龙傲天爬起来拉他，才发现俩人摔进了一个废弃的地下通道。可还没等他俩观察环境，系统警告突然炸响。
警告：进入死寂地窖，死寂之力密度过高，已轻微中毒，不及时处理将转化为死寂生物。俩人脸色一变，赶紧掏出之前搜刮到的恢复药剂喝了下去，属性面板上的轻微中毒状态终于消失。龙傲天松了口气，看来界门肯定在这下面。他让柳如烟带路，毕竟这丫头运气时好时坏，说不定能撞对方向。柳如烟立马挺起胸脯，跟只骄傲的小公鸡似的。很好，早说我有用吧。他想都没想，拉着龙傲天就往正前方的通道刚走没几步，通道尽头突然传来嗷呜一声嘶吼，一只浑身漆黑的死寂狗猛地扑了过来。柳如烟眼疾手快往旁边一闪，反手举起烈焰弓弩射穿了狗的脑袋。龙傲天补了个死寂大靶仗的黑光球，狗当场倒在地上没了气。柳如烟兴冲冲地打开掉落的白银宝箱，结果里面只有些食物和水。她尴尬地挠了挠头，今天运气好像有点背。没事，能找到地窖就已经很幸运了。后面的路由龙傲天带路，越往里走就越黑。他掏出打火石点燃火把，走了一会儿，龙傲天看着四通八达的岔路，皱起眉头。看来我们得分头寻找了，顺便将死寂雪女和死寂人刘震他们叫过来。不要，我不想和你分开。柳如烟却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她语气坚决，嘴上说是怕龙傲天有危险，其实是习惯了时时刻刻跟在他身边，压根受不了分开。龙傲天先是愣了愣，随即笑了，他倒忘了这丫头对自己有多依赖。他抬手施展死寂大衣的符，叫出一个普通死寂人，你去那边找，找到界门就回来报信。说完又给雪女和刘震发去命令，让他俩挖开地面下来会合。没多久，雪女和刘震就赶到了，俩人单膝跪地行礼。龙傲天指了指不同的岔路，分头找，找到界门立刻联系我。安排完手下，他牵着柳如烟的手往最深处的那条通道走去。火把的光映着俩人的身影，谁也不知道前面等着他们的除了死寂界门，还有城主死寂君王的什么考验。为了找死寂界门，龙傲天分别派了雪女、刘震还有召唤的死寂人分头寻找。可柳如烟跟块牛皮糖似的，说啥也不愿和龙傲天分开。就这么找了3个小时，雪女突然传来了消息，是死寂界门找到了。俩人立马朝着雪女的位置赶，1刻钟后终于到了通道尽头。最里面是个像魔法阵一样的东西，应该就是死寂界门。而界门旁边站着个银发男，他身材修长，浑身透着股压迫感，光是站在那就让人心生畏惧。龙傲天赶紧点开面板探查，结果满屏都是问号，根本看不到属性信息。他心里咯噔一下，这实力比之前的死寂教主还猛。是否上交死寂教主的信，接受死寂君王的考验？考验成功可获特殊奖励。早知道不拿那封信了，净给自己找事。龙傲天暗自后悔，但转念一想，空岛任务从不是必死局，之前的签到难题都有解法，这考验说不定就是回去的关键。咋办？要不咱不接？接，一起按，说不定有惊喜。俩人对视一眼，一起默数完3、2、1，然后同时点下接受考验。下一秒，柳如烟突然凭空消失，周围场景刷的变了，地下通道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漆黑荒芜的大地，只有死寂君王还站在对面，眼神锐利的盯着龙傲天。以你击杀死寂教主，获死寂君王承认。选择1，随朕前往死寂世界，摆脱主世界玩家争斗，朕亲自培养。你一步登天，但需与柳如烟分离，你独自前往。选择2，拒绝，返回原平台。注意，这2者同时选择同意留下，将带走最强的玩家来到死寂世界，另外的玩家将永远留在死寂空岛。若2者出现分歧，将带走愿意离开的玩家，另外的玩家将永远留在死寂空岛。若2者同时选择离开，将回到平台。龙傲天听完独自前往4个字，脑子都没转就想点否。开玩笑，放着自己的宝贝萝莉不管，跟个陌生人去陌生世界，变强的意义不就是为了护着他吗？等提示音一结束，他手指飞快点下否，生怕慢1秒就出岔子。几乎是同一瞬间，幻境刷的消失，柳如烟的身影重新出现在身边。他也刚点完否，眼睛红红的，还带着点哭腔。死杂鱼，你没选是吧？要是你敢丢下我，我就把你藏的零食全吃光。傻丫头，我丢谁也不能丢你啊！恭喜获得隐藏称号，至死不渝，2人距离10米内，额外加500生命值，10米至100米加100生命值。死寂君王看着俩人打打闹闹的样子，脸上满是不解。你为什么选他？以你的天赋，跟朕去死寂世界，迟早成绝世强者，那样的美人要多少有多少。从你登陆这空岛时，我就注意到你了，杀伐果断，利益至上，咱该是同类才对。因为是他。龙傲天把柳如烟往身后护了护，认真的说道：没有他，再强又有什么意思？而且我敢说，有他在，超越你只是时间问题。有意思，朕在死寂世界等你。话音刚落，龙傲天和柳如烟的身影开始变得虚幻。等再次睁眼，熟悉的平台就在眼前，雪女和刘震也跟着回来了。柳如烟突然想起什么，伸手戳了戳龙傲天的胳膊。喂，死杂鱼，刚才那句王说你利益至上，你明明就是个护短的笨蛋。
只护你一个人的短，不行啊。谁要你护着？不过下次可不许再把我弄丢了。傍晚时分，平台渐渐安静下来，雪女在整理黑晶石方块，精灵们围着她蹦蹦跳跳。刘震站在角落待命，龙傲天和柳如烟正凑在一起研究新称号的效果，时不时拌两句嘴。这场惊心动魄的死寂空岛之旅，终于以俩人的相守收尾。至于死寂君王的等你，龙傲天压根没放在心上，只要有柳如烟在身边，再难的挑战他都敢接。家人们接上集，咱这对活宝从死寂空岛回来，第一顿就整上了硬菜。龙傲天架起篝火烤了只油光锃亮的大全羊，柳如烟眼睛瞬间直了，饿虎扑食似的冲上去抱住羊腿就啃，三两口就造掉半只，摸了摸圆滚滚的小肚子还不满足。死杂鱼，再来点，这样不够塞牙缝的。龙傲天翻了个大白眼，却还是转身钻进圈里宰牛。吃吧吃吧，迟早把你喂成小猪。没办法，俩人实力越来越强，饭量也跟着飙升。普通玩家一顿啃俩面包就够，他俩得按头算才解馋。而且牛圈羊圈早就挤得满满当当，再不吃掉血，牲口都快没地儿站了。等吃饱喝足后，龙傲天盯着满篮的牛羊直挠头，得扩建基地了，不然这些牲口都快挤破篮了，还得留空位放死寂界门。这会儿他俩的家底早就厚得流油，从死寂空岛打劫了商铺，收拾了玩家，各种方块加起来快到1万块，稳坐区域方块榜第一。龙傲天本来盘算着用金铁方块盖新屋，结果刷聊天频道时发现石英方块才是性价比之王，既好看又结实，关键还便宜，半个铁方块就能换一个，简直是为扩建量身定做。想啥呢？盖房子的事儿明天再说呗。对了，咱回来时是不是有系统提示？刚才光顾着抢肉吃，全给屏蔽了。好像是离开特殊空岛获得的奖励来着。俩人点开面板一看，奖励一共有3种。首先是一张死寂君王挑战贴，挑战获胜可获得神秘奖励。龙傲天扫了一眼就划走了，毕竟跟能秒人的死寂君王打架纯属找死。然后是体力跟精神力加100的数值卡的2张，这玩意可太实在了，毕竟属性点这东西从来没有嫌多的。最后就是低阶品阶升级卡3张，这是专门给钻石以下装备升段位的神器，比如手里的铂金极品剑，用1张直接变钻石极品。对于想更新装备的俩人来说，妥妥的小惊喜。两人当场捏碎数值卡。随后龙傲天再点开属性面板，差点把下巴惊掉。好家伙，靠着见闻感应和掌控雷电的双重加成，速度数值直接飙到1500，这属性都能跟一境强者硬碰硬，短时间内飙4倍音速都不是问题。对了，杂鱼，好几天没垂钓了，感觉亏了1个亿。走，整起。俩人分工那叫一个默契。龙傲天驾驶平台找云朵定位，柳如烟在下面甩鱼竿，两人互相配合，不到2小时就钓完了。这时柳如烟举着一张图纸大喊起来：死杂鱼，我钓到玻璃永久图纸了。龙傲天凑过去一看，这图纸竟然需要沙子，早知道之前登陆空岛时就挖点了。不过这个也浅，交易市场上就有很多，有了玻璃房子也能透气了。总住铁罐头式的房子里闷都闷死了。他点开交易市场，发现最近多了不少好东西，就是卖的死贵，动辄要永久图纸换。龙傲天也不墨迹，看中了直接秒。咱现在也是有矿的人了，差那点方块吗？喂，你能不能别乱花钱？万一以后有更需要的东西呢？放心，咱方块多的是。而且上次你不还吐槽铁房子不透气，像坐牢吗？感受到龙傲天的关心，柳如烟大脸一红，没想到自己随便吐槽的他都能记在心里。谁那么说过？我就是觉得玻璃方便看风景，你少自作多情。他嘴上这么说，嘴角却忍不住往上翘，藏都藏不住，正斗着嘴呢。柳如烟突然扑哧笑出声，哈哈哈！死杂鱼，你居然觉得我叫你杂鱼很好听，还喜欢看我叉着腰对你。龙傲天脸瞬间黑得跟锅底似的，感情这丫头又偷听他心声。俩人明明约定好互不窥探隐私，结果柳如烟总跟抠结痂似的，忍不住逮着机会就调侃他。龙傲天气得伸手去挠他痒痒，让你偷听，看我不挠死你！别挠了，别挠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柳如烟笑得直求饶，这对活宝就是这样，吵归吵，闹归闹，干活时比谁都默契。接下来就是扩建基地跟盖玻璃房了，热闹还在后头，咱下集接着唠。家人们接上集，咱这对活宝可是一点都闲不住。第二天一大早又折腾上了，龙傲天扛着钻石镐站在平台上喊人，柳如烟揉着眼睛从小屋里出来，小奶音还带着刚醒的迷糊。死杂鱼，这么早喊我干嘛？还没睡够呢。再不起来干活，房子就永远是个铁罐头。龙傲天翻了个大白眼，手里却递过去一杯温水，毕竟这丫头起床气大，得先顺毛。随后俩人分工干活，龙傲天当苦力建筑工，负责改造房子，柳如烟蹲在平台边甩鱼竿，美其名曰钓建筑材料，实则大半时间都在摸鱼。最先改造的是俩人住的主屋，龙傲天把原来的旧方块全换成石英方块，折腾2小时后一看，好家伙，活脱脱一个4四方方的火柴盒。不行，太丑了，还得继续改装。他又去交易市场买了灯笼、花瓶等装饰，还特意挑了树兰花。不是多爱养花，是觉得这花的颜色和全区的花瓣跟柳如烟炸毛时又傲娇又软乎乎的德性特搭。而且这些玩意儿超便宜，一个泥土方块就换了一堆。毕竟现在玩家都忙着囤吃的囤武器，没人稀罕中看不中用的装饰。死杂鱼，你买花干嘛？能吃还是能打呀？
柳如烟嘴上嫌弃着，可手指却诚实的接过鲜花，她的脸蛋悄悄红了。长这么大，还是头回有男孩送她花泥。龙傲天没接话，转身接着干活去了。其实耳根子偷偷红到了脖子根，可不能让这丫头看出自己的小心思。俩人一忙就到了中午，一座2层小别墅总算有了模样，旁边还搭了2间小木屋给雪女他们住。哇塞，这比之前的房子好看100倍！柳如烟兴奋地跑上跑下转了2圈，然后突然想到了什么：床呢？桌子沙发呢？怎么都是空的？还没来得及买，先吃午饭，下午再布置。龙傲天一提吃，柳如烟立马从屋内冲出来。他突然想起刘震那只狮虎兽。杂鱼，你说这狮虎兽的肉是不是更顶饱？先别想着吃，转化成死寄兽当打手多香。也对哦。随后俩人来到平台外的空地上，龙傲天喊来雪女守在旁边，柳如烟掏出乾坤袋，一道金光闪过，体型壮硕的狮虎兽嗷地跳了出来，刚想扑向最近的柳如烟，雪女抬手一挥，狮虎兽结结实实地冻在原地。龙傲天刚要拿起死寂大法杖，柳如烟却一把抢了过去。上次雪女是你转化的，这次该我来。你行不行？转化要扣300血呢。龙傲天有点担心，柳如烟的血量本就比他少，万一出岔子怎么办？别小看人。柳如烟握紧法杖，对着狮虎兽的脑袋就敲了下去。法杖刚碰到狮虎兽，柳如烟噗的吐了口血。龙傲天赶紧冲过去地上恢复药剂，说了让你别逞强。没事没事，吐口血而已。你看，成了。只见狮虎兽浑身冒着黑烟，红鳞大的眼睛泛着红光，乖乖蹲在地上，对着俩人点头哈腰，那叫一个恭敬。龙傲天点开属性面板一看，这只死寂狮虎兽已是一境实力，技能还带群体增益和高伤害，妥妥的猛将。与此同时，他发现俩人的宠物排行榜直接冲到了第1，雪女被归为仆从，狮虎兽才是系统认定的宠物。接下来的2天里，龙傲天接着扩建平台，把木板、石头全换成石英，硬生生扩成原来的3倍大。柳如烟就一直陪在他身边，一会儿地方块，一会儿掉材料，哪怕啥也不干就坐着看他干活，也显得乐此不疲。龙傲天突然想起穿越前和他玩求生游戏的日子，那时候总嫌他捡没用的垃圾，现在才明白他不是喜欢捡东西，是喜欢陪在自己身边的感觉。期间他还用复制天赋弄了烈焰弩枪和死寂法杖，俩人装备总算配齐，远程近战都不愁了。可幸福平淡的日子没持续多久，耳旁突然炸响系统公告：虚空方块组4届蓝星域全体玩家通告，10万大区玩家均不足1万，现在开始区域大综合，综合后有概率遇到其他区域特殊空岛。俩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讶，这虚空世界要变天了。家人们接上集，这次系统更新内容有点多，我给大伙用大白话唠明白，省得你们看得头晕。首先最关键的是区域要大融合了，为啥？因为10万个大区里，每个区的玩家都不到1万人了。新功能增加了蓝星聊天频道，就是全球活着的玩家都能在这儿唠嗑，再也不是局限在自己区里瞎卡了。除了通用货币方块币，还开了蓝星交易市场，以后既能拿东西换东西，也能拿方块币买东西。另外还添了2个新排行榜，一个是区域排行榜，10万个大区比战力，每周日排1次名，前5万的大区里所有人都能领方块币，5万名之后的毛都没有。另一个是蓝星排行榜，全球10亿玩家比个人战力，每周日发方块币，只要上榜就有份，还多了个方块商城，里面吃的用的装备图纸都卖，还会时不时上点稀有的好东西。不过这商城有意思，每个人刷出来的东西不完全一样，运气好能刷到别人没有的宝贝。还有个重要变化，那就是新手期彻底结束了。以前碰着怪物捡着东西，系统会自动告诉你属性，现在不行了。想知道这玩意儿是啥，厉不厉害，得花方块币买探查服务，不然全靠自己猜。总结一下，以后就是全球玩家同台竞技，有新货币、新市场、新排名，虽然没了新手保护，但机会也更多了。两人盯着新面板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咱仓库里那么多没用的东西，卖给系统是不是能换不少方块币？那当然，这对咱稳赚不亏。龙傲天点开排行榜，一眼就瞅见蓝星战力榜，他俩的战力值赫然显示5000加，稳稳霸占第1。不过第2到第10也追得紧，跟第2名的4800加的战力就差了200多。也就是说，整个蓝星实力强大的玩家也不在少数。可龙傲天心里有数，这战力是按属性天赋以及装备算的，真打起来没2进实力和反死寂的能力，来多少都是给他俩送菜的。再点开区域榜，俩人却乐不出来了，他们所在的区域竟然排到5万多名，总战力才217万，连第1的1区的零头都不够。这明摆着逼咱区域玩家抱团啊！龙傲天一阵啧舌，以前都是互相抢资源，现在居然要合作，属实有点搞心态。宠物榜就更有意思了，刚转化的死寂狮虎兽在蓝星排20多名，虽说不是第1，但也够亮眼了。俩人好奇的点开蓝星聊天频道，瞬间被刷爆的消息淹没，有人激动能和全球玩家聊天，有人担心融合后的危险，还有人认出了战力榜第2的孔和田，喊着大佬。孔和田连忙推脱，还提了龙傲天俩人才真恐怖，5000加战力堪比一个师。这话刚发出来，就有人跳出来嘚瑟，排名第1又怎么样？现在讲究的是区域作战，我是所有区域排名第1的1区，1区将来必定统治天下。这话一出，立马有人回怼，一个小八嘎算哪根葱？龙大佬一个能撵你100个。没多久，又有小八嘎的玩家出来逼逼，直接被华夏玩家对的不敢吭声。毕竟聊天频道里10个有7个是华夏人，连系统都用的是华夏力，这牌面也没谁了。聊到兴起，有人提了句方块商城居然还有升降器、推进器售卖，这下组队互相找不到的问题不就解决了？龙傲天赶紧点开查看。
发现升降器和推进器各500方块币，虽然不如它的驾驶平台好用，但胜在能配合着用，增强动力。买，反正不贵，以后玩家大概率都得装，咱不能落后。柳如烟也跟着点头，突然指着交易市场喊：你看，蓝星交易市场东西真多，连能量核心都有卖的，就是要1000方块币，有点贵。先把仓库里的闲置装备方块挂上去，租个推广位，卖给有需要的人，比卖给系统划算多了。正说着，聊天频道又炸了，有人晒出方块商城刷到的随机钻石图纸，还有人在求购反死机药剂。龙傲天和柳如烟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兴奋。区域融合虽有危险，但机遇更多，有着5000加战力和满仓库的资源，还怕什么？家人们接上集，这对活宝冤家一合计，决定在蓝星交易市场开一个摊位。他俩的货源早就盘算好了，羊圈里的羊多到挤破了围栏，羊毛方块在穿越前就是做大衣的硬通货，现在更是通用建材，而且乾坤袋里还囤着一大堆水果可以卖。说干就干，龙傲天当即点开了购买摊位的功能，可刚操作到一半，系统就提示方块币不足，是否批量出售物资。他干脆从仓库里挑了10件用不上的白银装备，一件白银装备能卖2500方块币，10件卖完直接让他成了万币户。不过龙傲天心里门清，卖给系统其实挺亏的，毕竟有的白银装备快赶上黄金品质了，却只能按普通价卖。刚要选个摊位试试水，系统突然跳出个重磅消息，第一次购买摊位能花100万方块币买永久置顶，买了之后摊位永远挂在最顶端，全蓝星玩家打开市场第一眼就能看到。死杂鱼，这是摇钱树啊，赶紧想办法拿下。100万呢？你当方块币是大风刮来的？嘴上这么说，手却已经点开了物品估值界面。他早有底气，毕竟还有复制天赋没动用。他先试着查了下死寂大法杖能卖多少钱，系统显示27万，再查紫金乾坤袋，居然能卖60万，这也不奇怪。紫金乾坤袋是稀有特殊物品，价值自然比普通装备高。我就说你那破袋子值钱，早让你多复制几个你还不乐意。龙傲天没理他的吐槽，当场复制了2个紫金乾坤袋卖给系统，去掉手续费到手108万方块币，随后毫不犹豫地拿下了永久置顶权益。这么一折腾，手里就只剩不到10万方块币了。是否要进行全球播报？选择播报可获得随机奖励。如烟，要不要选播报？播吧，万一爸妈、姑妈、姑父看到就知道咱还活着，总比你天天瞎担心强。龙傲天点点头，毕竟既能借机寻找家人，还能白嫖奖励，这好事可不能错过。全球播报，恭喜小队龙傲天、柳竹烟成功购买永久置顶权益，成为方块世界亿方富豪，奖励小队获得专属称号全球首富，卖东西免手续费。系统播报一连喊了3遍，刚结束聊天频道瞬间就炸播了。卧槽，第一天就有人能拿得出100万方块币，这怕不是开挂了吧？等等，这龙傲天小队不就是蓝星战力榜第1的那个吗？难怪这么豪横，战力第1还这么有钱，这让别人怎么花？世界频道酸酸的，说啥的都有。龙傲天没心思管这些争议，当即编辑了第一个拍卖帖发了出去。黄金下屏武器天横剑，增加250点攻击，底价7000方块币。因为有永久置顶的加持，所有正在逛交易市场的玩家都收到了弹窗提示。而这篇天横剑的拍卖帖子也稳稳地挂在了市场列表的最顶端。而在不知道多远的另一座石英别墅，龙傲天的姑姑龙玉儿正刷着市场，突然听到播报声，又看到弹窗里的龙傲天小队，激动地喊了起来：老公快来看，傲天和如烟出息了，不光战力第1，还开了置顶摊位。龙傲天的姑父江明凑过去一看，也是满脸的骄傲，他赶紧让龙玉儿发私信试试，没想到真的收到了回复。姑姑，是我们。龙傲天和柳如烟看到私信都激动坏了。龙玉儿赶紧说自己和江明的情况，他觉醒了 A 级天赋超强彗星，伤害比普通玩家高 50%。江明是 A 级每日方块天赋，每天领100个随机方块，早攒出了钻石装备，还建了小别墅。只可惜双方的距离太远，暂时还没法汇合。龙傲天还好先送了一堆材料和铂金装备，顺便加了好友。柳如烟翻了半天私信列表，始终没看到自己爸妈的消息，心情有些失落。急什么？他们比你机灵多了，一定能够安全活下来的。再愁眉苦脸，晚上烤肉没你的份。死杂鱼你敢！这对冤家又吵了起来，可谁都没提心里那点担心，毕竟在这方块世界能联系上亲人，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家人们接上集，天横剑的拍卖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系统给的价才7500方块币，卖给玩家竟然卖了1万块。柳如烟看交易记录，笑的眼睛都眯了。你看，评论区全是战力第1大佬的装备就是靠谱。那是，也不看是谁的装备。说着就把之前在死寂空岛搜刮的装备全上架，到了晚上一算，俩人的小金库直接飙到30多万，要是全卖给系统，至少少赚几万块。接下来龙傲天发了个求购帖，大量收能量核心、水冰属性精魄，这些东西他在方块商城没刷出来，所以只能高价购买，靠着永久置顶的优势，全球玩家都能看到。没一会儿就花10多万买了100个能量核心，加上之前攒的刚好凑够200个，正好能把钓竿从3级升到4级。柳如烟盯着钓竿的升级需求，忍不住啧舌：3级升4级就100个，5级居然要足1000个，换算下来得花100多万方块币吧？先升4级看看，估计到现在都没几个玩家能升到4级。
升级4级钓竿后，系统给了俩人个1点运气值加点的福利。这运气值咱得唠明白，说白了就是倒霉下限和好运上限。比如龙傲天原来的-3到22，就是最差能倒霉到-3，最好能好运到22。柳如烟的-60到100，就是倒霉起来能到-60，好运能到100。难怪柳如烟运气时好时坏。随后两人直接把这1点加在了好运上限上，这下能钓着宝贝了吧？试试看。一试之后果然靠谱，柳如烟一甩竿就钓着个属性云朵，直接加了5%的会心倍率，从200%变成205%。龙傲天则钓着7点体力值，能多扛点伤害。原来升级钓竿还能钓这些稀有数值啊！早知道早点升钓竿了。俩人正打算继续垂钓时，前方若隐若现出现岛屿的模样，这还是离开死寂空岛后第一次碰到空岛。更巧的是，旁边还有个木板方块搭建的平台，看着实力就平平的样子，总算碰到其他玩家了，先去看看。说着就放下钓竿。相比垂钓这种小事，当然是登陆空岛掠夺新的资源才是重要的。再看那木板船上，一个年轻男子正拿望远镜观察空岛，身后一个大汉突然凑过来，老大，后面来个11大船，一看就是大佬级别的。老大赶紧回头瞅，当场就慌了。这是用10英方块打造的平台，比他们这木板拼凑的结实10倍，要么战力顶尖，要么资源堆成山，根本惹不起。快让路，往左边挪，别挡了大佬的道。船上的玩家全涌到甲板上看稀奇，其中高瘦的美女林奇也拿过望远镜，可当她看清10英平台上的柳如烟时，瞳孔猛地一缩。怎么是他？这林奇是柳如烟的老邻居，幼儿园时就老欺负柳如烟，现在看人家做适应方块混得那么好，自己却混得平平无奇，极度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那眼神跟有深仇大恨似的。老大眼睛一亮，凑到林奇身边问：林奇，你认识他们吗？能想办法让这俩大佬加入咱不？你看这10英船，全球没几个小队能造。林奇心里咯噔一下，一个可怕的猜想出现在林奇的脑海中。该死，这死萝莉，贱萝莉，难不成混上了全球第一？而身后那个男的，该不会就是龙傲天？这死萝莉真该死啊！林奇有一种天塌了的感觉。有句话怎么说？他希望自己认识的亲戚朋友都能够活下来，并且过得好，但是却不希望他们比自己过得好，而且还好很多，都混到全球第一了。他越想越气，嘴上却硬邦邦地说：不认识，我看错了。与此同时，随着前方木板大船的避让，前方的空岛也越来越近。哼，没想到这群渣渣还挺识趣的嘛，知道给咱让路呢。他顺手拿望远镜往木板船那边扫了一眼，突然惊呼：我擦，怎么会是他？咋了？是谁啊？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邻居，幼儿园老欺负我的那个。算了，老娘大度，以前他打我那几巴掌就不计较了。家人们接上集，柳如烟一眼就认出对面木板船上的林奇，正是小时候在幼儿园总欺负他的邻居。双方的船就都快抵近星空岛了。周俊赶紧催促队员把值钱物品塞进背包，又注意到林奇盯着对方出神，忍不住问他是不是认识。林奇心里清楚是自己当年老欺负柳如烟，如今却不愿丢面子，索性颠倒黑白。以前是邻居，幼儿园也是同学，其实是他以前经常欺负我，抢我东西。队员们看着远处柳如烟娇小可爱的模样，都信了他的话，纷纷感叹人不可貌相。另一边，龙傲天这边的10英大船已经稳稳落在空岛的沙滩上，系统播报随之响起。抵达沙之空岛，可逗留10天，目前登陆小队共9个。龙傲天大致一算，算上周俊那3个小队，已知的登陆队伍有4个，剩下5个应该分散在其他沙滩。龙傲天安排狮虎兽、死寂人刘震和傀儡留在船上看家，带着能输送寒气的死寂雪女一起登岛。有雪女在，就算是烈日当头的沙漠也能少受点罪。3人很快穿过滚烫的沙滩，眼前却只有茫茫黄沙，连棵草都看不见。柳如烟不死心，掏出工具挖了2下，结果除了沙粒就是岩石，忍不住吐槽这地方太贫瘠。死寂雪女站在一旁，脸色有些苍白，说这里的气息让她很不舒服。龙傲天庆幸还好带了她来降温。往里面走吧，说不定能找到土著部落。柳如烟拉着龙傲天往深处走，心里盘算着，要是遇到像野人岛那样排外的土著，就直接打进去；要是态度友好，就好好打听情报。龙傲天没反对，他之前遇到的空岛不是吃人的，就是把人变血怪，本就没指望能遇到好打交道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与此同时，林奇小队也踏上了沙之空岛，几人还在聊柳如烟小时候多恶劣，结果没一会报应就来了。脚下的沙土忽然沙沙作响，10几只狗熊怪猛地窜了出来。这些拿着大棒的怪物不仅有500点血量，攻击力更是高达150点。小队瞬间乱作一团，当场死了2人，剩下4个全被五花大绑押往了不知名的地方。而龙傲天他们之所以没遇袭，全是因为实力威慑，毕竟俩人的实力强大。雪女身上更是散发着2进强者气息，早把附近的狗熊怪吓得躲远了，哪敢凑上来送人头。不光林奇小队，其他登陆沙之空岛的小队也或多或少遭遇了怪物袭击，只有龙傲天3人一路顺畅。没多久就看到沙漠中央有一片用沙石、木板搭建的村落，而且这样的村落还不止一个。有村子，咱去歇会儿，顺便问问哪儿有宝贝。柳如烟眼睛一亮，登岛的核心不就是找值钱东西，找变强的资源吗？歇脚的同时还能套情报，再好不过了。
龙傲天点点头，没搞隐身那套，直接大摇大摆的往村里走。刚进村子，一个护卫就拦了上来，神情紧张的盯着他俩，尤其是看到身后的死寂雪女时，腿都开始打颤。你们是什么人？龙傲天尽量挤出和蔼的笑，让对方别那么害怕，解释说他们是来自空岛之外的外来者。俩人一怪的出现很快吸引了全村人的注意，村民跟护卫全围了上来，七嘴八舌的议论。其中一个小个子好奇的问：外来者，你们能帮我们吗？这话一出，其他村民全部吓了一跳，刚才那护卫更是突然吼道：不可能！神明大人统治下，死亡沙漠根本不可能有外来者闯入，让他们帮忙，简直是背叛神明！其他村民也跟着附和，说违抗神明的人都要被献祭。神明大人、死亡沙漠、献祭这几个关键词让龙傲天抓到了重点，正想追问，村民们却越吵越凶，连之前瑟瑟发抖的护卫都挺直了腰杆。龙傲天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不耐烦地敲了敲手里的大法杖，咔嚓一声，地面瞬间裂开一片蜘蛛网似的缝隙，紧接着一颗绯色光球精准砸在旁边的庄稼地里，眨眼间20成10的庄稼就被夷为平地，余波镇的地面都在颤动。家人们快看，龙傲天这波装逼直接拉满，黑色光球砸完，刚才还吵吵嚷嚷的村民瞬间哑火，一个个脸色煞白，连刚才硬气起来的护卫都吓得瘫在地上，裤腿都湿了一片，看来是被吓尿了。人群里有人哆哆嗦嗦喊：这是神明的力量，和狗熊神明的蛮力一样强。龙傲天冷冷扫了一圈，太啰嗦了，派个代表出来说清楚。没一会儿，一个看着像首领的老头走了出来，强装镇定地说道：神明大人，我是黄沙村村长，您跟我来。龙傲天点点头，对这些没威胁的村民犯不着动手。俩人一怪跟着村长走了几步就到了他家。这屋子比龙傲天之前搭的食物有格调多了，里面摆着书架、熔炉，还有2个鼓鼓囊囊的大箱子。龙傲天随手用探查功能一扫，眼睛立马亮了。箱子里除了食物和金属材料，还有35颗从没见过的绿宝石。鉴定一看，竟然是生命宝石，效果是服用有小概率加1点生命值，这可是新宝贝，看样子只有村民手里有。对属性拉胯的俩人来说简直是及时雨。村长赶紧摸出水果面包招待，眼神却止不住瞟向死寂雪女。雪女长发飘飘，像个清冷美人，可浑身的寒气实在吓人。龙傲天看出她的步履，直接解释说这是他的仆从，没他的命令不会动手。村长这才松了口气，可下一秒他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声音都带着哭腔：求3位神明救救黄沙村。柳如烟悄悄用胳膊肘碰了碰龙傲天，眼神往装宝石的箱子瞟了瞟，意思很明显，想借着帮忙把宝石弄到手，毕竟提升属性离不开这东西。龙傲天会意，对着村长冷声道：有话直说，别磨蹭。村长不敢耽误，一五一十倒起了苦水。原来沙之空岛的霸主是狗熊怪，以前还和人类2分天下，可自从狗熊王突破到2境，人类就彻底没了反抗之力，1境强者全被宰了，剩下的老弱妇孺被分成村子圈养。狗熊怪住在沙漠地下，圈养人类就2目的，一是觉得人类妇女和喂哺，用来繁殖后代，生出来的90%是狗熊怪，能当战士用，之前抓走其他小队的就是他们；二是把童男童女当点心。这些内容听得柳如烟直犯恶心。她虽然腹黑，不算什么善茬，可看着这些憨厚的村姑和无辜的孩子要遭罪，还是忍不住觉得悲哀。那你们为啥还叫他们神明？狗熊怪搞挑拨离间啊，他们只抓妇女小孩，给干活的男人好处，时间一长，不少男人都觉得事不关己，甚至觉得狗熊怪仁慈。你们村民的男人都没有血性吗？自己的老婆和孩子被怪物带走，也不阻止。黄沙村每月要献祭10个妇女，10个孩子，大家都觉得轮不到自己，不如先苟着。那你为啥现在急着求我们了？龙傲天一句话戳穿，村长脸涨得通红，终于说实话。下个月3号，我老婆和女儿要被当祭品了，我要是反抗，狗熊怪立马能换个新村长。龙傲天心里了然，合着不是为了全村，是轮到自己头上才慌了神。帮你可以，但得挤够报酬。对呀，报酬到位，收拾狗熊怪不是问题。村长一听能解决狗熊怪，当即打包票说报酬有的是，他们有面包、白菜，还有各种吃的。可这些破烂龙傲天根本没兴趣，他瞥了眼装宝石的箱子，这些没用，你那几10个绿宝石我要了，这东西能帮我们长属性，才有把握打赢狗熊王。村长瞬间沉默了，他比谁都清楚生命宝石的价值，要是舍不得，那就算了。好，可给了宝石，你们真能打败狗熊怪吗？你搞错了，我要的是所有村子的绿宝石，不止你们村的。狗熊王是2境强者，光靠35颗不够提升到稳妥实力，万一输了，你老婆孩子还是保不住。村长被狮子大开口直接搞懵了，张着嘴半天没说话，这要求远超他只为自家求助的预期，可一想到女儿，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权衡起来。家人们接上集，这对活宝竟然想要村子里所有的绿宝石，村长当场懵了，连忙说这不可能，绿宝石是祖上留下的宝贝，他顶多能说服几家，想全要根本办不到。龙傲天叹了口气，这村长居然觉得宝石比救村子还重要，简直拎不清。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个青年的声音，一个少年领着2穿现代衣服的人走进来，这2人一看就是跟龙傲天一样的玩家。汪，别答应这俩强盗，我找着真正能帮咱的人了。放肆！你怎么跟神明大人说话呢？
什么狗屁神明？你看他俩年纪轻轻，能有啥本事？反观这2位大人，可是闯过外围狗熊怪袭击的。村长眼睛瞬间亮了，外围狗熊怪个个骁勇善战，能闯过去的至少是一尽实力，对他们来说那才是真神明。俩玩家被恭维的飘飘然，嘴角都快翘到天上，还得意的扫了龙傲天一眼，悄悄点开了系统探查功能。他们想看看这俩毛头小子到底几斤几两，也好在村长面前再装一波。可下一秒，俩人的笑容僵在了脸上。1万方块币，探查这男的居然要1万。女玩家也赶紧查柳如烟，结果系统显示需要8000，他俩可是蓝星前100个玩家，之前查其他玩家顶多几百方块币，这5位数的价格意味着实力跟他们差了好几个档次，搞不好是全服前10的大佬。可少年还没察觉不对，还在继续帮腔。你看人家大人多实在，都没要咱绿宝石，哪像这俩强盗。话还没说完，男玩家突然啪的点了他一耳光，力道大的把少年直接扇飞。少年瞬间脸懵了，自己好吃好喝招待他们，怎么还挨揍？大佬，我们有眼不识泰山，纯属误会。男玩家假的魂都没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女玩家也跟着跪了，还对着龙傲天挤眉弄眼卖惨。柳如烟当场炸毛，再扭来扭去，把你眼睛歪出来。他可忍不了有人惦记龙傲天，用2个字形容那就是吃醋，用3个字的话那就是占有欲强。俩玩家赶紧把身上的方块币全掏出来，然后灰溜溜的跑了，生怕再待1秒自己小命都没了。这下村长彻底慌了，眼神里满是惊恐，连1境强者都对龙傲天这么怂，这哪是普通人啊？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吧？知道，全村的绿宝石都给您。很快，村长召集村民交宝石。一开始大伙还不愿意，毕竟绿宝石是祖上传下来的宝贝，有人甚至偷偷把宝石藏起来。可龙傲天随便露了手，杀鸡儆猴，就没人敢再反抗了，乖乖交出了所有绿宝石，足足有700多颗。其实这些村民只知道宝石值钱，压根不知道这叫生命宝石，更不清楚它能加生命值的关键作用。龙傲天这边研究了下生命宝石，发现10颗能融合成生命方块，但融合后就没了加生命值的效果。显然宝石本身更重要，既然想要的东西得得到了，那他俩就要开始办正事了。去狗熊怪领地的路怎么走？我带您去，2位神明大人跟我来。村长立马就领他们往村西头走，最后停在一口长满杂草的废弃水井旁。狗熊怪的王国在地下，这口井就是入口。之前他们来村里抓人都是从这儿上来的。龙傲天一抬手，一具皮肤惨白的死寂人出现了，这是死寂教主的能力，打架不算强，但探路刚刚好。死寂人扑通跳进井里，过了好一会儿，井里传来啪叽一声闷响，显然是摔成了肉饼。不过死寂人临死前传回来的视角显示，井里没陷阱，就是高度有点高，大概几10米。死寂学女紧跟着跳下去，2境实力压根不怕几10米的高度。龙傲天抱起柳如烟，周身闪过湛蓝色雷光，下一秒雷光裹着俩人直冲井底，眨眼间就落在了雪女身边。井上的村长看着洞口还在闪烁的雷光，腿一软又跪了下去。这才是真神明啊！我那这蠢儿子，老子要打死他，差点成为我们整个村子的罪人，还好大佬不滥杀。井底黑漆漆的，只有雪女身上的寒气泛着微光，往前就是狗熊怪的地下王国。一场硬仗眼看就要开始了。家人们接上集，这对活宝刚接了黄沙村的复仇任务，紧接着就往狗熊怪老巢里钻。废弃水井底下的密道又暗又长，走了半天，终于来到一条宽宽的主路，而主路两边居然铺满了钻石矿方块。我的天，是钻石矿啊！看来比咱们想的还富足，这剥削赚。龙傲天眼神里明晃晃写着发财了。要知道，钻石方块可是值5000方块币一个，比黄金方块贵多了。这密密麻麻的，简直是行走的提款机。柳如烟的小财迷属性瞬间觉醒，立马吟唱召唤，黑雾一冒，一具皮肤惨白的死寂人冒了出来。可看清死寂人的样子，他直接懵了。这死寂人跟他差不多高，也就1.5米出头，还留着跟他同款发型。我去，怎么还撞造型了？这叫专属定制款死寂人，跟你一样小小一只，多可爱！龙傲天直接笑到捧腹，柳如烟气得撅嘴，但还是摸出钻石镐塞给死寂人，催促他赶紧挖，别偷懒。龙傲天本想再召一个帮忙，却想起死寂大衣的限制，每天只能召唤3个，间隔1小时，持续1小时。他突然记起背包里有3张低阶升级卡，留1张保底，剩下2张刚好把大衣升到钻石极品。他用升级卡点向大衣，2道金光融入后属性弹了出来，而升级后的死寂大衣直接起飞。虽然召唤间隔变长了，但属性直接拉满，700防御比不少2境强者都高。关键是升级后冷却清零。龙傲天立马再召一个大死寂人，俩死寂人一大一小埋头挖矿，像极了他俩以前落魄时一起干活的样子。让他俩挖着，咱俩再去别处转转。好嘞。说着，俩人就往主路深处躲，没注意身后100米远的岔路口，悄悄摸来2个玩家小队，领头的男玩家阿杰正盯着挖矿的死寂人，眼里全是贪婪。这俩怪物手里有钻石，抢不抢？抢！看他们笨笨的，肯定好欺负。不对呀，这种诡异怪物一般只在特殊空岛出现，比阴沟里翻船。怕啥？咱4个都是一件实力，之前屠村的时候，比这厉害的 NPC 都杀过。他这话没掺假，他和搭档登岛后直接屠了全村，抢夺物资。在他们眼里 ，NPC 就是用来虐杀取乐的。之前有人在频道骂他们，还被反喷圣母多管闲事。就见队伍里的女生提着黄金剑偷偷摸向小死寂人，唰的劈下去。结果小死寂人跟背后长了眼睛似的，屁股一扭刚好躲开，黄金剑劈在钻石矿上，哐当响。
另一边，阿杰和另外2玩家围攻大死寂人，阿杰挥着铁剑刺胸口，另一个举着斧头劈胳膊。可大死寂人只是轻轻一侧身，就躲开了所有攻击，还顺便挖下一块完整的钻石。那动作像极了上课偷偷在桌肚里玩橡皮，还不忘把老师布置的作业乖乖写完了你。阿杰急了，赶紧点开探查功能，结果看清数字后声音都变调了。怎么可能？这个高的死寂人速度居然有315点！要知道，龙傲天裸装速度450，召唤出来的死寂人继承他70%的属性，刚好是315，而这伙人速度才100出头，根本碰不着。我服了，这俩玩意儿只挖矿不还手，是看不起我们吗？阿杰气得直跺脚，那边砍小死寂人的女生也慌了，不对劲，咱撤吧。可阿杰红着眼冲上去，非要跟小死寂人死磕。另一边，龙傲天突然停下脚步，柳如烟纳闷，问他咋不走了？有人在动咱们的挖矿工。点开死寂大一的共享视角，刚好瞧见阿杰骂骂咧咧的样子。死寂人，别挖矿了，解决他们。对，揍他们，敢抢咱们的钻石，活腻歪了。这边其他3人都已经怕了，可队长阿杰还在嘴硬，非要跟这俩死寂人碰一碰。还没等他再动，一旁矮小的死寂人冷漠地盯着他，还迅速用爪子挠了一下他。下一刻，死寂之力侵入阿杰的身体。警告警告，你被感染了死寂之力，若不进行对症治疗，你将成为死寂生物。这对活宝悄咪咪地摸到沙牢的入口，就见2个狗熊怪护卫正歪着脑袋打盹。柳如烟抬手一个小黑球砸翻，龙傲天紧随其后补刀收拾了另一个。动静瞬间吸引了牢房里囚犯的注意，俩人也不磨擦，咔嚓咔嚓敲碎了3个牢房的栅栏。虽说头2个牢房的村姑小孩跟他俩非亲非故，但拿了黄沙村的绿宝石，救人这种顺水人情，对他俩来说压根不叫事儿。村姑孩子呢，还有其他玩家，撒腿就往密道跑。唯独第3个牢房里，林奇还抱着个男生的尸体一动不动，他的队友在那儿急得跳脚。林奇，快走吧，周俊已经没了，你不能跟着陪葬啊！劝了半天，见林奇没反应，那俩玩家咬咬牙，转身跟着大部队溜了。柳如烟从隐身状态里现身，轻轻戳了戳林奇的后背，紧接着熟悉又欠揍的声音传来：“林奇，好久不见。”柳如烟，果然是你，想不到吧？救你的是我。柳如烟学着龙傲天平时耍帅的样子，下巴一抬，眼神里明晃晃写着快夸我。你们走吧，我不走。林奇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从储物篮里摸出个果子丢给柳如烟。对了，这个给你，算救我们的谢礼。柳如烟一把接住，系统提示立马弹了出来。技能果实服用后随即获得无冷却特殊技能，要求精神力200点，玩家柳如烟符合要求。龙傲天凑过来也看了眼，嘴角立马一抽，他的提示竟然是玩家龙傲天空余精神力不足，不符合服用要求。不过龙傲天倒也不急，反正还能复制，等突破精神力大关再说。所以你是打算跟他一起在这等死？我要在这里陪着周俊。柳如烟眼珠突然一转，财迷属性直接拉满。那你还有多少方块币？几千吧，怎么了？把方块币都给我们，不然救你一趟多亏啊！我俩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的。柳如烟咂咂嘴，那副不吃亏的模样看得龙傲天直捂脸。林奇当场愣住，随即脸一黑：“死小鬼，跟我滚！”诱惑，本来我还想帮你复活你男朋友呢，看来你是不需要了。复活？你说的是真的？林奇不敢相信地看着他，复活这事儿在方块世界就是传说。可他转念一想，柳如烟现在实力深不可测，说不定真有办法。龙傲天这时蹲下身，摸了摸周俊的脉搏，居然还有微弱跳动，瞬间懂了柳如烟的心思。这丫头是想用死寂转化，让周俊以另一种方式活着。他心里暗笑，这丫头越来越腹黑了，也就自己能看透他那点小心思。我不能保证他能醒过来，但能让他一直守在你身边，以后未必没机会真复活，就看你愿不愿意。我愿意，拜托你了。柳如烟点点头，抬手敲了敲死寂大法杖，瞬间一股黑色的死寂之力裹住周俊的身体，灰白色的灰烬在空中飘了会儿，周俊的皮肤渐渐变得惨白，随后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眼神忠诚地盯着柳如烟。从今往后，他就是你的主人，听他的命令。周俊立马走到林奇身边，像个保镖似的守着。好了，你们赶紧回方块上去吧，这空岛的强度对你俩来说太勉强。现在的周俊实力不弱，护你回去没问题。谢谢你们，我欠你们一个人情。林奇临走前还主动加了柳如烟的好友，显然也想跟这2位强者搭上线。看着林奇和周俊的身影消失在密道，龙傲天忍不住吐槽：想不到你这副黑丫头还有念旧的一面。他好歹算我邻居嘛，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再说了，拿了人家技能果实，总得出点力。随后2人正准备继续逛，却接收到了来自雪女的求援信息，说遇到了几个硬茬子，自己快顶不住了。俩人立马往回赶，凭着隐身和快速度，没一会儿就到了雪女跟前。远远就看见雪女被5个高大的狗熊怪围在中间，身上的寒气比平时重了1倍，显然已经硬拼过好几轮，战况看着还挺激烈。家人们接上集，雪女正被5个狗熊怪围在中间挨揍，沙包大的拳头跟不要钱似的打在她身上。看了这对活宝心头一紧，龙傲天赶紧消耗方块币探查，发现竟然是5个一境强者。他刚要抬手用死寂转化，就被柳如烟拽住了。杂鱼小心点，死寂转化要扣300生命值，还得有钱呀。被围殴的话可就凉了，用乾坤带风险低多了。也是哈，还是小如烟想得周到。
龙傲天立马收回手，举起来了紫金乾坤袋。没等俩人多准备，为首的狗熊怪队长砰的一下将雪女打飞，雪女重重摔在龙傲天脚边，挣扎着撑起身子。主人，对不起，我打不过他们。不怪你，是他们人太多。那个什么怪的队长，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有啥不敢？弱小人类还想耍花招？狗熊怪队长哈哈大笑，可笑声刚落，全身就被一股可怕的吸力笼罩，他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紫金乾坤袋吸了进去。剩下4个狗熊怪彻底慌了神，嘴里念叨着老大去哪了，怎么被袋子吸走之类的，那慌乱模样活像没头苍蝇，傻子都能看出他们智商堪忧。其中一只狗熊怪突然恍然大悟，我懂了，他喊名字咱答应才中招，不答应就没事。可这大聪明刚举起沙包大的拳头，柳如烟就抬手打开紫金乾坤袋，一股吸力瞬间将他拽了进去，解决掉了和碍事的。3人立马对剩下3只展开猛攻，龙傲天和柳如烟用死寂大法杖不停丢出黑暗球，雪女则释放冰天雪地，不到一会儿3个狗熊怪就躺倒在地奄奄一息。龙傲天挑了其中属性最强的老五用了死寂转化，另外2个直接补刀解决，毕竟他一直想搞精英化团队，而且死寂转化的冷却次数已所剩无几，没必要浪费在弱者身上。转化完成后，系统弹出死寂熊的属性，一进境界1856生命值，356攻击，859防御，425速度，防御快破900了，当个肉盾简直绝了，就是可惜没突破到2进，不然实力还能再上一个台阶。等收拾完战场，地上堆了不少战利品：金刚熊皮2、黄沙金刚甲2、黄沙金刚拳套2。龙傲天拿起黄沙金刚甲和金刚拳套看了看，全是铂金级别的装备，效果简单粗暴，没有花里胡哨的技能，全是实打实的属性。金刚甲加300点生命值，300点防御和50点攻击；金刚拳套更狠，直接加600点攻击。怪不得刚才雪女扛得那么吃力，这装备属性是真硬。一切搞定后，龙傲天让新转化的老五在前面带路，几人继续往狗熊王的老巢走。走在路上，龙傲天突然跟柳如烟小声嘀咕：你不觉得奇怪吗？咱杀了他5个队长，动静这么大，那狗熊王咋一点反应没有？既没出来偷袭，也没派人支援，确实乖得很。为了验证想法，龙傲天戳了戳前面的老五：老五，你还有意识吗？能听见我说话不？老五跟没听见似的，头也不回的往前走，显然意识已经彻底消失了，只靠着残存的记忆在带路。龙傲天和柳如烟齐刷刷的看向旁边的雪女，雪女可是跟老五一样的一进强者，而且也是被死寂转化的，可她不仅有意识，还能正常交流，甚至跟他们拌嘴。雪女被他俩看得心里发毛，赶紧连连解释：2位主人，你们别瞅我啊，我真不知道为啥，我从被转化开始就有意识，真的没有藏私，也没有啥坏心眼。他生怕这俩主人怀疑自己是内鬼，毕竟现在有冰晶小屋住，这种好日子他可不想丢。算了，估计跟你之前的雪族空岛有关，说不定那地方有啥特殊秘密。现在先找狗熊王要紧。雪女悄悄松了口气，她才不想回那个破雪族空岛呢，待在龙傲天这儿不挺舒服。关键是这俩主人神秘又强大，说不准还能帮他突破境界。走了大概10几分钟，老五终于停了下来，对着一扇巨大的沙门低下了头。这沙门藏在地下沙漠的最深处，不用想也知道，门后就是狗熊王的老巢了。家人们接上集，这对活宝停在了最深处的大门前，用脚想都知道，门后就是狗熊王的老巢了。柳如烟揉着熬红的眼睛，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小妮子奔波战斗一整天，看来是累坏了。小如烟，咱先歇会儿，对付狗熊王这个最终 BOSS， 得养足精神才稳妥。确实累得慌，杂鱼你总算说了句人话。龙傲天没跟他拌嘴，随手从背包摸出木板，咔嚓咔嚓几下就搭了个简易小屋，又拿出2张床丢进去。睡觉前他俩随手刷起了聊天频道，里面全是玩家聊位面融合遇到的各种空岛，听起来惊险又刺激。没多久，一条消息瞬间被顶上热门：有没有人听说过死寂空岛？今天差点撞上，吓出我一身冷汗。这话立马引来了其他玩家的回应，有人从死寂2字猜测这座空岛看着就不是好惹的，还有玩家说自己的天赋能查到登陆玩家的生存率，这座死寂岛的生存率连1%都不到，堪称目前已知空岛里最难啃的硬骨头。甚至还有玩家重金求死寂空岛攻略的，这简直是给龙傲天送上门的赚钱机会。他立马开始整理情报，哪些区域有致命陷阱，哪些怪物有弱点，怎么省体力赶路，关键道具在哪刷，全是干货。正要上架呢，系统突然弹出提示：检测到你是全球首富，可对情报官方认证，增加可信度且保版权，买家仅能给队友看，不可转卖。这福利简直绝了！龙傲天立马点了是。官方认证成功，死寂空岛情报可信度为80%。怎么才80%？感觉有点低呢。其实80%已经很够用了，毕竟死寂空岛太大了，总不能指望有人能做出来100%完美攻略吧。随后他标价999方块币直接发了出去，帖子刚发，聊天频道瞬间炸了，有人认出是全球第一小队的大佬，难怪能通关死寂空岛。更多人觉得999不贵，果断下单购买，还说系统认证80%已是天花板，没一会就卖出去了几十份。龙傲天看着上涨的存款，笑得合不拢嘴。别笑了，赶紧歇着，明天还要打狗熊王呢。对，差点忘了正事。龙傲天赶紧躺好睡觉，门外有雪女和熊老五守着，倒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第二天一早，龙傲天把倒数第2次复制用在了技能果实上，自己精神力不够，刚好给柳如烟。我的特殊技能空中跃步，消耗体力精神力，踏空而行，需持续踏步，否则会坠落。居然是跃步，我算会飞了吗？柳如烟立马开始尝试，肉乎乎的小腿在空中蹬来蹬去，慢慢升到3、4米高。龙傲天看得手痒，跳起来一把抓住他的小腿，结果柳如烟平衡被打破，晃了几下，啪叽坐在他脖子上。小妮子气呼呼捶他脑袋：“臭杂鱼，你有毒啊！拽我干啥？”失误了，我是想看看你能不能再忍。岳不要双腿蹬踏，你抓住我腿咋载你啊，笨蛋！这个小插曲很快过去，俩人给雪女分了些生命宝石，剩下的他俩对半分，算上死寂大衣900点生命值和称号500点。龙傲天裸装涨到650点，加装备突破2050，柳如烟裸装730点，生存力大增，雪女也多了几十点生命值。龙傲天举起法杖砸向沙门，轰隆一声，大门直接碎裂。随后他们迈步走了进去，里面的空间很大，中央位置有个巨大的玻璃罩，里面封印着一只5米高的狗熊怪。龙傲天探查后愣住了，只是只普通狗熊怪，连金刚前缀都没有。奇怪，这不是狗熊王啊？为啥被封在这？弱小的人类，里面封的是我哥哥。清冷的男声从沙地下传来，下一秒黄沙旋风骤起，沙尘漫天。龙傲天赶紧把柳如烟护在身后，雪女和老五一前一后守住俩人，安全感拉满。等旋风散去，一个长得酷似熊二的家伙从沙土中浮现。龙傲天赶紧消耗方块币探查，探查费用竟然需要好几千方块币，这意味着狗熊王实力和他不相上下，甚至更强。家人们接上集，龙傲天一行人终于见到了最终 BOSS。那家伙身形壮硕如小山，脸却圆乎乎带着憨态，活脱脱放大版的熊二。可系统判定这狗熊王实力和自己不相上下，甚至比他更强。金刚狗熊王，击杀大概率获铂金宝箱，小概率获钻石宝箱，进阶2级，生命值4520，攻击860，防御950，速度650。仨人直接被这属性合技能干懵了，属性强的离谱就算了，居然还足5个技能，个个都是躲伤害，秒人的很活。柳如烟的小嘴张得能塞进2鸡蛋，龙傲天直接就爆了粗口：“你跟我说这他妈是2进实力？”龙傲天看向雪女，满脑子问号，同样是2进，差距咋这么大呢？他干脆收了死寂大法杖，1000的防御，这玩意儿上去纯属挠痒痒。没等他们从震惊中缓过来，狗熊王突然嘶吼起来。就因为你们人族害我哥哥熊大被封印，狗熊族和人族的恩怨才越来越深。若不是你们，我哥也不会落得这般田地，我们族群更不会日渐衰落。说到最后，愤怒竟转成了委屈。这么个小山似的大狗熊，居然抬手捂着脸哭了起来。你们这些外来者根本不懂两族的血海深仇。等等，有没有一种可能，若不是那些人封印你哥，你未必能下决心变强成王，咋不往好处想呢？龙傲天赶紧用胳膊肘对了他一下，脸都快挂不住了。这丫头哪壶不开提哪壶，可偏偏歪理还挺顺。雪女捂脸叹气，只觉得丢人。狗熊王更是彻底懵了，蹲在地上抠起了沙子。是啊，哥没被封印前，族里有哥撑着，自己确实没动力拼尽全力突破。趁他还在思考人生，雪女赶紧张嘴劝道：“两位主人，咱逃吧！他想明白也不会放过我们的。我们杀了他的部下，他的实力根本不是我们能扛的。”哼，逃个屁！杂鱼你别怂，这货看着唬人，咱俩联手未必拿不下他。雪女，你带小五退远些，以你的属性，在这纯属送人头。女主人，你实力弱，不如跟我们一起。少操心，我要和杂鱼并肩战斗。柳如烟叉着腰打断他，其实他也怕，可更怕的是跟龙傲天分开。雪女幽怨的瞥了眼，还是带小五退到了技能增援又安全的地方。龙傲天本想让柳如烟也退走，可至死不渝的称号绑定着，况且他生存能力比自己还强，只能作罢。这时狗熊王总算想明白，猛地抬头怒视柳如烟：“别狡辩，你们杀了我的部下，还盯着我哥的封印地，必须死！”话音未落，右手凝出杀刃射向龙傲天，龙傲天一个后跳就避开了。可下一秒，柳如烟的惊呼和危机感同时袭来，他雷光一闪，抱起柳如烟就退到一旁。原本柳如烟站的位置，突然窜出一双防沙大手，差点就把这小丫头拍得稀碎。好险啊，差点就去见了太奶。敢对小妮子出手，你废了！龙傲天眼神一冷，掏出生命手枪对准狗熊王的头破洞扳机。这一枪要是中了，以他2050的生命值加会心一击，足有4000多伤害，2枪就能解决战斗。狗熊王瞬间警觉，立马发动沙化盾牌，子弹被格挡了下来，没造成半点伤害，但他还是有些震惊。人类，你的武器竟这么强！既然如此，我不藏手了。狗熊王身形一晃，竟瞬间扑到跟前。龙傲天拉着柳如烟拼命后退，他清楚这是要放大招了，自己700多防御根本扛不住。狗熊王扑了个空，他本想放沙爆的，结果因为距离不够，只能作罢。随后他盯着俩人的装备，眼神贪婪：“你们的宝贝哪来的？献给我，饶你们不死！”谢你老母！柳如烟端起烈焰弓弩就射了过去，箭头带着熊熊烈焰擦过他的脸颊，灼烧效果滋滋冒烟，虽然伤不到皮肉，却成功激怒了狗熊王。
家人们接上集，狗熊王彻底炸毛了，压根没料到这俩看似弱鸡的人类，居然敢有胆子跟他叫板。结果还没等到他动手，后脖子突然唰的亮起一道雷光，那光芒亮得像劈开夜空的利刃。狗熊王猛地回头，就见龙傲天跟个幽灵似的闪到他身后，头发直接炸成了蓝色，活脱脱超级赛亚人附体，手里还攥着个亮堂堂的雷球，跟名媛那螺旋丸一模一样。打我没关系，敢动柳如烟，你这纯属厕所里点灯，找死！下一秒，雷球嗖的砸在狗熊王身上，轰的一下炸飞出去，结结实实的撞在大殿墙壁上。就这一下，直接干掉狗熊王将近1000点血。不过龙傲天也没好到哪去，身上爬着细细的蓝电流，体力掉了50多，精神力也耗了70来点。警告：3区积累1点雷电值，当雷电值抵达10点，将对自身产生3秒僵值。好家伙，掌控雷电这活儿副作用还挺大。不过龙傲天倒也不慌，造2000伤害才1点，10次才触发副作用，只要体力跟得上，这副作用压根不用放眼里。啊！狗熊王被电得直抽抽，动都动不了。龙傲天趁机一个闪身来到他的跟前，掏出生命手枪，直接对他脑门上。熊玩意儿，拜拜了您嘞！就在他要扣扳机的瞬间，脑瓜子旁边突然冒出来一股热浪，危机感刷的就上来了。龙傲天猛地一拉，一枚烧得发烫的穿甲弹擦着耳朵飞过去，嗡的一声震得他耳膜直接碎了，耳朵瞬间烂成一团，疼得他龇牙咧嘴直抽。这子弹少说4位数伤害，挨上就算不死也得瘫那儿。我靠，找死！龙傲天怒瞪后方，几百米外有个黑袍男扛着把黑黢黢的狙击枪，看着特像未来科技产物，那货剑没中，吓得赶紧收枪要溜。明显是后来登岛的玩家，想趁乱把他和狗熊王一起偷了。没等龙傲天动手，柳如烟蹬着小短腿踩着乐步冲上去了，他眼睛瞪得溜圆，火气大得很。小子别跑，你死定了！柳如烟扫了眼对方防御，立马掏出死寂大法杖，一枚黑不溜秋的法球嗖的射过去。结果就在法球要砸中时，黑袍男身上闪了道光，居然直接没影了，坏了！龙傲天心里咯噔一下，回过神的狗熊王抓着机会，直接开启了大招。龙傲天赶紧往后蹦，结果这一下虽说躲开了致命伤，却被气浪掀得头晕眼花。更坑的是，狗熊王借着他晃神的功夫，猛地跳起来，好家伙，一个直径100米的黄沙罩子啪的扣了出来，把龙傲天和刚掉下来的柳如烟全罩里头了。柳如烟啪叽一声坐龙傲天头上。龙傲天，这下芭比 Q 了。都怪我刚才有点得意忘形了，这俩活宝就这么被罩在了里面，本来好好的，可这下节奏全乱了，都怪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破狙击手。就在这时，雪女冲到罩子边，二话不说直接放了大招，冰天雪地，冰雪刷刷的往下冒，不仅把罩子打破了，还落在了狗熊王的身上，眨眼间就把他冻成了个大冰坨，动都动不了。好机会！龙傲天瞅准机会，掏出手枪对着冰坨脑袋砰砰2枪，呼，狗熊王的脑袋直接炸开，随后尸体慢慢变透明，掉出来俩湛蓝色的盒子。龙傲天直接瘫在沙子上大口喘气，耳朵还在呼呼淌血。杂鱼你怎么样了？我来帮你回血。柳如烟刚能活动，立马就焦急的上来询问，还顺手开启了恢复术，一道绿光照下来，俩人掉的500点生命值一点点往回涨。龙傲天闭着眼享清福，系统提示突然叮咚炸响，击败2进强者狗熊王，获得钻石宝箱2点。全球通告，恭喜玩家龙傲天成为所有蓝星玩家内第一个杀死2进生物的玩家，奖励龙傲天获得500点任意属性点，奖励龙傲天获得钻石宝箱1。爽！龙傲天嘴角直接咧到了耳根，虽说中间出了岔子，但500点属性点够他和柳如烟再上一个大台阶了。柳如烟趁机往他嘴里塞了块烤肉，自己也狂炫起来，吃的腮帮子鼓鼓的。等生命值回满，龙傲天的耳朵已经长好了，摸起来跟以前一模一样啊！家人们接上集，狗熊王总算彻底歇菜了。不过说真的，要不是那个偷袭的狙击手，他俩压根不会搞得这么狼狈。柳如烟这时突然凑过来，伸手就扒拉龙傲天的耳朵。喂，杂鱼，你耳朵真长好了，没留疤吧？别扒了，快拽掉了。切，我这不担心你成独耳龙，以后被同学笑吗？柳如烟嘴上不饶人，可眼神却藏着点没藏住的后怕。你耳朵没了是小事，脑袋开花就真凉了，我非得亲手宰了那偷袭的家伙不可。龙傲天心里莫名有点发暖，刚才光顾着恼火偷袭的事，倒没注意这丫头居然真慌了神。就在几分钟前，沙之空岛边缘的一个平台上，一道光芒闪过，扛着黑狙击枪的黑袍男踉跄着出现，他手都还在抖，眼神里全是后怕。哟，老弟，这才多久就回来了？别废话，抓紧开推进器走！狙击手声音都发颤了，上去就启动推进器开关，平台立马开始往岛外冲。出啥事儿了？咱可是全球前50的玩家，还有能让你慌成这样的？偷袭没偷成，那俩人实力比我们强多了。狙击手还没从恐惧中缓过神来，刚要细说，全球通告突然炸响在耳边。全球通告，恭喜玩家龙傲天成为蓝星首个击杀2进生物的玩家，全球第一。咱惹错人了，那对居然是世界第一，这下完蛋了。另一边的地下沙漠里，雪女拿着一枚弹壳跑过来，这正是之前狙击手发射的子弹。龙傲天当即用系统拍了照片，发了条悬赏帖。方才我与柳如烟战2进狗熊王时，遭此穿甲弹偷袭，偷袭者能闪现瞬移，提供偷袭者位置奖1万方块币，情报奖5万，击杀者奖30万。
30万对他来说就是小钱，卖死季空岛情报早赚了几百万，而帖子刚发聊天频道直接炸了。我天，龙傲天大佬都12进了，我才400血，人比人气死人。2进的多猛啊！我上次舰队1进首领都吓尿了。重点是有人敢偷袭大佬，还能跑掉，实力肯定不错。评论区吵得热火朝天，可翻了半天也没靠谱的线索。龙傲天正准备关键面时，一条私信弹了出来：龙傲天大佬，我知道点情报。发信人叫韩立，没在全球排行榜上，不知道是藏了排名还是实力一般。偷袭的叫何小峰，外号鹰眼，全球排第45，扛着把狙击枪，能瞬移，应该是他或搭档的天赋。我俩一个区域的，之前打过架。龙傲天翻了下全球排行榜，还真有个叫何小峰的，战力3000出头。随后他为提供信息的韩立支付了1万方快币。等忙完这一切，龙傲天把3个钻石宝箱摆出来，2个给了柳如烟，自己留了一个准备暴击。就听咔嚓一声，暴击提示弹出，暴击成功，获得星耀宝箱。星耀宝箱比钻石宝箱大1圈，柳如烟眼睛都看直了。我去，赶紧给我看看！急啥？复制次数不够，等咱几天再说，先开这些。龙傲天把星耀宝箱收起来，然后把之前得的铂金宝箱也丢给他。诺，归你开，省得说我抢你运气。柳如烟立马两眼放光，手飞快地打开宝箱，就见光芒闪过，几样东西飘了出来。获得任意属性点200，获得诡异黑金长枪图纸1，获得钻石上品技能书恐怖沙暴，获得钻石下品技能书沙化，获得钻石中品技能书沙月斩。技能书效果和狗熊王的几乎一样，就是伤害和控制时间消了点，冷却还变长了。看，全是干货，我手气是不是绝了？柳如烟举着技能书，高兴得像个大傻子。龙傲天被晃得眼晕，翻了个大大的白眼。知道了，确实比上次开的那些垃圾强多了。这对欢喜冤家的拌嘴声，混着沙漠里零星的沙响，成了这场恶战后最鲜活的收尾。而星耀宝箱里的秘密，还有对何小峰的追击，就得下集揭晓了。家人们接上集，这次柳如烟手气直接炸了，开宝箱开出一堆好东西，俩人总共得了700点属性，一人平均分了350。龙傲天一门心思想把生命值堆到1000，手指头刷全往生命值上加，结果刚点完，系统提示叮的弹出来，检测到龙傲天的防御攻击特别弱小，为平衡三体数字，请将防御和攻击提升到100点后，生命值才可突破到1000点。杂鱼，你生命值破千没？柳如烟凑过来看热闹，眼神里满是幸灾乐祸。龙傲天没好气的摇头，把系统提示念了一遍，没办法，他只能先把生命值拉到999，最后一点不情不愿的堆到防御上。得，卡这儿了，先凑合吧。随后柳如烟也开始加属性点，269点全堆生命值，也卡到999，剩下81点全加攻击。处理完属性，龙傲天把3本沙系技能书拿了出来，给我学，我学会了，你以后还能在我面板上复制。龙傲天想了想，把沙化和沙月斩递给他，把恐怖沙暴留了下来，等复制次数够了再给，毕竟万一星耀宝箱开出更好的呢。柳如烟也不纠结，盘腿坐地上就开始学技能，眉头皱得跟拧麻花似的，嘴里还碎碎念记技能效果。龙傲天在旁边望风，瞅着他这认真劲儿，莫名有点走神，赶紧晃了晃脑袋，想啥呢？这丫头也就手气好点，别瞎琢磨。没一会儿，柳如烟就把技能学完了。看，打我一下试试，我这沙化能躲所有伤害。行，你小心点，不对劲就说。龙傲天尽量收着劲，一拳往他胸口打去。他裸装攻击弱，就算没躲掉也伤不着。结果拳头刚碰到柳如烟，他的身子刷的变成黄沙，龙傲天的手直接穿了过去。哼，杂鱼，打不着吧？柳如烟恢复原形，一脸鄙夷的看着他。我看你就是想趁机占便宜，根本不是测试技能。谁占便宜了？龙傲天老脸一红，伸手挠了挠他的头发，俩人闹作一团。雪女和小五站在旁边，看着这对吵吵闹闹的同学，气氛倒也轻松。等闹够了，也是时候回去了。此时的沙漠地表上正是夜晚，龙傲天和柳如烟并肩坐在沙地上，旁边是临时搭的木屋和床铺，夜空里挂着一轮明月。其实回来的路上，俩人也没闲，在地下沙漠扒了不少沙粒方块，虽说硬度不如铁，但也是沙之空岛的特产，留着有用。还捡了蜥蜴怪藏的工具、作物和水，吃的喝的塞进乾坤袋，没用的全卖给系统换方块币，一点不浪费。除此之外，龙傲天还多了3个小弟，老五、老三和老大，都是用死记大法杖转化的。为了好记，也为了体现主人身份，他给他们命名为1号、3号和5号，跟之前的傀儡对应。暗影傀儡是001、003、004、005，铁傀儡是006，这么排着一目了然。正吹着风唠嗑呢，刘震的消息突然传了过来，基地被10来个玩家组队攻击了，他和狮虎兽把人全收拾了，就留了口气，等着龙傲天和柳如烟回来处理。嗨，杂鱼，你还真说对了，留俩护卫在基地就是靠谱，不然东西丢了都不知道。早跟你说过了，我啥时候错过？其实他早把石英大船的布局想好了，分3层用。甲板是他和柳如烟平时待的地方，负1层给仆从宠物住，让雪女管着，面积大还能隔卧室，以后要是碰到亲戚朋友来，也有地方住。负2层专门储物，放猪牛羊，还能种不用太多阳光的作物。真要阳光，到时候挖窗户或者买日光灯就行。现在也就大概轮廓，等回去再细弄。行了，时间不早了，赶紧睡，明天还得去搜刮其他村子的生命宝石呢。
龙傲天伸了个懒腰，忙碌了一天确实挺累的。收拾完蜥蜴怪，下一步就是找本地人类部落，等把这儿的资源刮干净，俩人就能回大船了。毕竟还有整整8天的时间，一点也不急。对活宝美美的休息了一晚，第2天一早就回了石英大船。刚登船就看见甲板上捆着10几号人，正是昨晚偷袭基地的玩家，被刘震和狮虎兽收拾的服服帖帖，这会儿正哆哆嗦嗦盯着龙傲天。大佬，我们就是好奇来看看，没敢偷东西，别杀我们。就这胆子还敢来偷袭？龙傲天看傻子似的瞅着他，抬手就往地上砸了道雷光，掌心雷炸开，密密麻麻的盾流瞬间把绑着的玩家全电成了焦炭。随后两人开始清理玩家掉落的物资，等处理完这些后，龙傲天盯着星耀宝箱手痒，没忍住把当天的复制次数用了上去。你不是说要存次数吗？柳如烟一脸我就知道你忍不住的表情。早用早享受，我就是想看看星耀级能出啥，之后再存也不迟。龙傲天嘴硬，刚要伸手开宝箱，柳如烟突然坏笑一声，用脑袋顶了他胸口一下，伸手就把宝箱抢了过去，啪的一下点开。柳如烟，你故意的是吧？龙傲天急得跳脚，结果系统提示音直接打断他的话。获得特殊物品饕餮魔法书，可寄存100点能量，1点能量对应10点生命值，加1点体力值，放置食物点击吞噬即可寄存，手持点击进食可消耗能量恢复生命值体力值。注意，此为女巫空岛特产，仅3级女巫有资格拥有。龙傲天尴尬的摸了摸脑袋，话说这丫头手气也太离谱了，3级女巫才有的宝贝都能开出来。臭杂鱼，刚才想说我啥？出啥什么啊？接着说啊。没什么，也就你手气好点，算你厉害行了吧？切，这还差不多。柳如烟把魔法书递过去，俩人凑在一起研究，书长得平平无奇，可一想到能存能量恢复，俩人都眼睛发亮。有这玩意儿，以后打起来不用瞎摸失误了，直接点一下就能回血回体力，不过就100点能量，还好你能复制，到时候多弄几本不就够了？龙傲天点点头，俩人立马把收集的食物往书上放，普通蜥蜴肉放上去能量涨了3点，牛排才涨1点，俩人把坤蛋、鸡肉、蔬菜、水果全塞了进去，等塞满100点后，书突然闪了道微弱的紫光，龙傲天把书收起来，刚要提议去搜刮村庄，柳如烟的消息提示突然响了，发消息的是前2天救下的林奇，他并没像俩人预想的那样离开沙之空岛，反而留在岛上继续搜刮，这会儿发现了一处泛着绿光的矿物，特意发来消息询问要不要一起看看，柳如烟当即回复让林奇先守着矿物，他俩一会就到。绿光矿物会不会是生命宝石的矿？走，说不定能挖不少生命宝石。龙傲天扛起柳如烟就往沙滩跑，这可给小丫头吓了一跳。死杂鱼慢点，别摔了，到时候又要我扶你。谁要你扶？俩人吵吵闹闹的，雪女和精灵跟在后面，毕竟要是真能挖到生命宝石，可是比搜刮村庄划算多了。而此时几公里外的沙漠矿洞里，有2个玩家有些不爽的看着林奇，他俩正是周俊小队里仅存的幸存者。林奇，这你就不地道了吧？这矿物明明是咱先发现的，你咋直接给龙傲天他们报信了？那可是全球第1的小队，到时候东西还能有咱的份。就是啊，要是这些宝贝全被他们拿走了，咱这几天不白忙活了。你们这话咋说的？咱能从地底下逃出来，周俊老大还能活着，不都是靠龙傲天他们吗？男玩家也知道龙傲天是救命恩人，可眼睁睁看着宝贝飞了，心里还是不得劲。周俊老大已经死了，你看他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这能叫活着吗？众人目光齐刷刷落在周俊身上，他周身绕着淡淡的黑气，怎么看都是个怪物。周俊没死，他不可能死，你说对吧，周俊？林奇说完，突然扑上去抱住他，对着他就啵的亲了一口，这一下给旁边俩玩家看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好好的人咋就魔怔成这样了？家人们接上集，没一会儿，林奇就跟这对活宝汇合了，一路领着他们往沙漠边缘走。很快就看到了一个黑漆漆的地底通道，跟着林奇往里走了几十米，就看到前方泛着绿光，不是别的，正是那处绿光矿物。龙傲天花费方块币开始探查，系统提示立马弹了出来。生命之矿，挖掘可获生命宝石，10颗宝石可合成1个生命方块，1颗宝石有概率增加1点生命值。他刚要掏钻石镐试试，周俊小队里那个男玩家突然挠着头凑过来。龙傲天大佬，钻石镐挖不了，我刚才试了半天，钻石镐都崩碎了，1颗宝石都没弄下来。他语气里满是不好意思，毕竟刚才还想着独占，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龙傲天倒也不意外，毕竟生命宝石这么珍贵，要是一挖就掉才奇怪呢。那用比钻石好的材料吧，你不是有那诡异黑晶石吗？硬度比钻石高多了。对啊，去市场里看看有没有黑金镐。龙傲天打开交易市场，结果几亿玩家的市场里黑金镐影子都没见着，毕竟死寂空岛能过去的人太少了。不过倒是看到了青金镐，1把要4000方块币，他直接买了10多把。给你1把，雪女1把，精灵们凑合用1把。龙傲天把镐子分下去，又让刘震带着5个傀儡过来。主仆有定位，刘震没多久就到了，放下傀儡后又被龙傲天打发回去守船，加上后来造的死寂人，矿洞里瞬间乌泱泱挤满了人。林奇和他那2个队友看傻了眼，龙傲天扔给林奇3人各1把青金镐。你们3人，我们11人，挖出来的宝石按3比11分，镐子我出，位置你们找，这比例合理吧？
合理，太合理了。张小伟立马点头，刚才那点小心思早抛到九霄云外了，能跟着全球第1分宝石，还有啥不满足的？别以为我们是好心啊，我可还没忘记你小时候总欺负我呢。哼！柳如烟叉着腰，歪着脑袋对林奇。龙傲天赶紧伸手把他拉到一边。你咋这么多话？你手气啊，在你我咬你。俩人又吵了起来，矿洞里满是他们的拌嘴声。林奇看着这场景，眼神里满是羡慕。要是周俊还好好的，他们会不会也这样呢？时间过得飞快，他们就这么挖了整整4天，矿洞总算被挖穿了。这4天里，柳如烟每次去附近方便，都要拽着龙傲天当保镖，美其名曰怕有残留的蜥蜴怪，其实就是不想一个人。龙傲天嘴上吐槽他胆小鬼，却每次都陪着他去。终于挖完最后一块矿，龙傲天这边一共得了1400多颗生命宝石，保守估计能加好几百点生命值。他先给了雪女200颗，看着他吸收完，生命值从2700涨到2830。我们该走了，这里太危险，宝石也够了，不想再待在这儿了。林奇他们3人得了300颗左右，每人能加几10点生命值，已经很赚了。龙傲天突然想起之前收下的技能果实，从乾坤袋里掏出来，复制了一个丢给林奇。这个还你，之前忘了还。林奇接住果实，眼睛瞬间红了，这可是能学习特殊技能的宝贝，龙傲天竟就这么还了回来。张小伟和刘雪更是愧疚，张小伟还扇了自己一巴掌，骂自己之前想独占矿洞不是人，刘雪也跟着扇自己，说自己太自私。龙傲天一脸疑惑，不明白他们为何如此激动，只说我就还个东西。林奇对着龙傲天深深鞠了一躬，承诺以后有用得上我们的地方，随叫随到。随后便带着张小伟和刘雪启动木板船，离开了沙之空岛。送走他们后，龙傲天带着柳如烟、雪女还有小舞等3个狗熊怪往村子走去。他得让村民知道，狗熊怪一族已经被解决了。可村长带着村里的高层一见到他们，尤其是看到跟在后面的3个金刚狗熊怪，当场就吓瘫了。妈妈呀！神明大人带着狗熊一族来抓我们了！村长这话一出，村民们瞬间慌了，好些人转身就要跑。龙傲天赶紧摆手，高声解释这是误会，狗熊一族已经被消灭了，这几个是狗熊怪的队长，现在已经投靠我了。家人们接上集，村子里的人听说狗熊一族的麻烦彻底解决，当场就炸了锅。之前总被抓去生孩子的村姑们更是激动的哭了，连声说苦日子总算熬到头。可没高兴几秒，几个村姑突然跳出来，不对呀，狗熊大人没了，谁来疼我？我家狗熊老公还说我是最漂亮的村姑呢。就是，你们凭啥多管闲事？我还等着狗熊大人来接我呢。这话一出，直接给龙傲天2人整无语了，只能说林子大了啥奇葩都有，被抓去当生育工具还挺得意。村长赶紧喊来2个汉子，把这几个村姑往屋里拖。对不住，让3位神明见笑了，这几个丫头被狗熊怪吓傻了，脑子不清楚。说着就引着龙傲天几人往自家屋子走，雪女和3个金刚狗熊怪守在门外。一进屋子，村长就指着桌上的几个木箱子，神明大人，这是周围几个村子凑的金银财宝，全献给您。说着就打开箱子，金灿灿的黄金和亮晶晶的珠宝晃得人眼晕。龙傲天却眼神瞬间锐利起来，气氛一下就凝重了。村长，你好像误会了什么啊？神明大人，您是不需要这些财宝吗？要，当然要，但你别忘了，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龙傲天抬手就把2大箱财宝收进乾坤袋。柳如烟立马叉着小蛮腰，仰着小脸，明明个子不高，气势却半点不弱。你们这些愚昧的家伙，我俩帮你们灭了狗熊怪，救了全空岛的人，就拿这点破烂打发，赶紧把附近所有村子的绿宝石全收集起来，就给你们1天时间，听懂吗？村长被对的连连点头。随后龙傲天吩咐雪女监督村长收宝石，尽量1天内凑齐。村长吓得浑身一哆嗦，赶紧应着是，跟着雪女往外走。1天很快就过去了，雪女提着满满几大箱绿宝石回来，倒在甲板上哗啦啦响，清点下来足足6352块。龙傲天半点不心虚，绿宝石对村民来说就是钱财，他每抢食物水源已经够厚道了。他先给雪女分了1000块绿宝石，看着她吸收完，生命值刷的从2830涨到3350，又给3个金刚狗熊怪各分300块，仨怪物的体型都壮实了1圈。等再给雪女复制件死寂大衣，她生命值能破4000，在2进里都算佼佼者了。接着就是生命宝石分配，先留3000枚给自个儿和柳如烟，2人攻防没到100，暂时用不了，得等解锁生命值上限，再分1000多枚给刘震、狮虎兽和俩精灵。刘震吸收后生命值1120，狮虎兽1250，俩都稳稳突破1进。雪精灵和冰精灵各分100多枚，小家伙们高兴的直蹦跶。这时龙傲天突然想起来，之前在交易市场买的冰之精魄、水之精魄都忘了给精灵们融合了，他赶紧点开雪精灵和冰精灵的属性面板，系统提示立马弹出来：检测到水属性同源精灵，可进行雪精灵加冰精灵融合，以达到融合要求。注意，融合后不可逆。主人，你要把他们俩融合吗？雪族传言雪精灵和冰精灵融合会出又强又忠诚的存在。龙傲天点了点头，随后点击融合，雪精灵阿咕阿咕叫着飘到半空，冰精灵咕噜咕噜跟着跃起，2道光芒，雪白的、冰蓝的，一瞬间裹住它们，旋转着缠成一团，周围温度刷的降了好几度。没一会儿光芒散去，一个帅气的小家伙飘到龙傲天和柳如烟跟前，声音软乎乎的：两位主人，
能给我起个名字吗？龙傲天笑着点了点他的属性面板，可不看到属性后，俩人满是震惊。要知道之前血精灵和冰精灵才临近融合后，居然直接解锁俩神技，一个是血之治疗，能给友善单位瞬间回满生命值，缓解负面状态；另一个是冰之护盾，能挡除真实伤害外的所有攻击。龙傲天满是后悔，早知道融合后这么猛，当初去沙之空岛前就该先给这俩小家伙融合。不过现在也不晚，这技能简直是团战神器啊！家人们接上集，两只精灵融合后冒出个帅气的小家伙，龙傲天干脆给他取名冰雪奶龙。这名字也太敷衍了，就不能想个好听的？好听能当饭吃吗？好记就行了。俩人拌了几句嘴，便转头着手给下属们盖住处。第一步先给雪女和奶龙建屋。龙傲天掏出方块开始搭，柳如烟凑过来帮忙，递方块时总慢半拍，还净搞小动作，气着龙傲天捏他脸，他还笑得眉眼弯弯，妥妥的情绪价值拉满，实际帮忙为零。没一会儿，一间闪着淡蓝光的冰晶小屋就成了。雪女，里面温度咋样？很舒适，多谢主人。接着轮到3个金刚狗熊怪，龙傲天搬来沙粒方块，在雪女小屋正对面盖了3间小屋，狗熊怪们乖乖进了屋。最后是刘震的住处，龙傲天干脆在负一层对面用黑铁石盖了间屋子，还顺便造了个死寂界门。死寂界门可前往真正的死寂世界，死寂生物无法进入主世界，进出需黑金装备作为媒介。要进去看看不？不急，先派个炮灰探探路。龙傲天随手召唤了个死寂人出来，指挥着他走进死寂界门，空间一阵波动，死寂人消失了。龙傲天切换到死寂人的视角，眼前是片被黑暗吞噬的大地，地表满是诡异黑晶石，还有些黑紫色的陌生方块。天上悬着9轮惨白的明月，却照不亮半点黑暗。干裂的土地上连草都没有，只有风化的岩石和干涸的河道。空气里的死寂之力浓得吓人。要是没吃死寂恢复药剂，咱俩进去秒变死寂生物。柳如烟也召唤了个和自己身形相似的死寂人，跟着进了死寂世界。2个死寂人刚汇合，就撞见一群摇摇晃晃的死寂人。探查显示大多是2进，生命值超2000，攻防速都在200以上。突然一个体型更大的死寂人出现，龙傲天咬牙花5000方快币探查。3进死寂人，击杀概率得断食宝箱，小概率得星耀宝箱，进阶3进，攻击会附带死寂侵蚀。3进死寂人突然就扑过来，一口一口吞了2个炮灰死寂人。龙傲天和柳如烟赶紧切回自己视角，果然3进遍地走，太吓人了，没足够恢复药剂，绝对不能去。他俩暂时打消了探查死寂世界的心思。闲下来的俩人便开始垂钓，就这么平淡过了2天。石英大船如期离开了沙之空岛，龙傲天囤了2天的复制次数没动。这2天柳如烟黏他黏得更紧，除了洗澡上厕所，全程跟在他身边，见不到人就着急。这天他背着龙傲天，脚踩空中乐步在半空飘着，手里还举着钓竿，说是练习乐步，得加阻碍，让龙傲天扯他头发，捏他脸干扰，这样实战时更顺手。杂鱼，我没力了。柳如烟小腿突然抽筋，眼看要掉下去，龙傲天周身亮起湛蓝色雷光，抱着他瞬间飞回甲板。刚站稳，柳如烟钓竿一沉，拉上来张图纸。1. 获得野兽空岛指引图纸1。野兽空岛，空岛有多个兽族部落，最强3进，最弱1进。兽族肉类富含营养，部分食用后可加体力、精神力或基础属性。下一站去野兽空岛不？先留着吧，万一遇到难打的空岛，就用这个绕路。龙傲天没把握能完美通关所有特殊空岛，毕竟他俩实力越强，遇到的空岛只会越危险。等柳如烟休息好，俩人刚准备继续练乐步，系统提示突然炸了，检测到玩家人数跌落至5亿，开放全新功能排位战，支援空岛。排位战以小队为单位匹配，2v2 投影对战，无队友则1v2，一方2人投影死亡或跌出空岛即失败，胜者得积分，败者扣积分，加随机10点属性点给胜者，定期按积分排行发属性点，方块币奖励。排位战还能抢属性点？先看看规则再说，别冲动。龙傲天皱着眉，心里盘算着，这排位战怕是又要遇到不少强敌。家人们接上集，系统的消息还在耳边不停往外弹。龙傲天逐字逐句的看，生怕漏了关键信息，毕竟这可是关乎后续资源的大事。资源空岛的面积多在1万平米以内，重点是基地核心，拆了就能占岛当岛主。岛上有互动、机枪塔等防御设施，更有伐木场、采石场等经济设施，能稳定产出资源。占过的岛会永久开通传送阵，花方块币就能往返取资源。龙傲天翻来覆去看了3遍，总算理清了逻辑。排位战是玩家对玩家的属性博弈，赢了拿积分抢属性，输了掉积分丢属性，以后强者只会越来越强。资源空岛则是移动资源库，能把石英大船上的动物迁过去养殖，还能种作物。一旁的柳如烟听得迷糊，直到龙傲天用他玩过的海岛游戏类比，他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斑白海岛吗？正说着，系统催着给大船起名，柳如烟立马蹦出个主意，叫无敌暴龙号，毕竟你在我心里最无敌了。我真想撬开你脑壳看看，里面是不是全是水？这名字也太幼稚了吧！死杂鱼，你说什么？柳如烟瞬间炸毛，俩人闹了一会后，龙傲天总算软下来，叫如烟号吧，你跟咱们的方块大船一样，对我来说都很重要。柳如烟愣了愣，随即脸都红了，他也没想到龙傲天这个大直男能说出这么暖心的话。那好吧，都听杂鱼的。
并下如烟号后，龙傲天点开聊天频道，玩家们早炸了锅。有人晒排位战果赢了+5积分，得4血2防2攻；有人哀嚎说输了扣9血1运气值，还有个叫李阳月的玩家骂系统，当场被禁言1天，扣10血。龙傲天有点震惊，以前骂系统没人管，看来这次更新连聊天频道都严了。龙傲天翻了10几页聊天记录，心里大概有了底。大部分玩家都在纠结排位战的属性风险，或是炫耀资源空岛的产出，也有人在琢磨强岛的阴招。他正看得入神，突然姑姑龙玉儿发来消息，还送了张资源空岛指引图纸。你和如烟人多，这图纸我用不上，拿着吧。龙傲天心里一暖，赶紧回赠几套黑铁装备和10万方块币。现在他靠卖死记空岛情报，方块币早有几百万，根本不缺。俩人跟姑姑聊了会儿后，决定先打排位战。资源空岛有指引图纸，现在还不急，排位战倒能试试手。龙傲天点开排位战面板，系统弹出警告。投影对战，失败扣10点属性，胜利的对方扣的10点属性加5到10积分，是否参加？他毫不在意，他和柳如烟综合战力超8000，甩第2名3000多，普通玩家根本不是对手。点击小队对战没几秒匹配成功，对手是灵山850血180攻，灵媒780血160攻，传送至100×100的排位空岛。俩人眼前一晃出现在空岛一端，对面光幕里站着2个陌生玩家，光秃秃的空岛连个遮挡都没有。杂鱼，来一场畅快淋漓的沙暴！好，听你的。龙傲天周身亮起雷光，瞬间飘到半空。柳如烟也蹬着双腿，跟他肩并肩，两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飞。等倒计时彻底结束，龙傲天和柳如烟从天而降，对着敌人一起施展恐怖沙暴。瞬间，2个巨大的沙暴笼罩在整个排位空岛，对面的2人直接懵了。我真服，第一次匹配居然遇到了全球最强的小队。这就是龙神和柳神的力量吗？没几秒，灵山和灵媒的投影就被秒杀，周围的2层沙暴还在呼呼旋转。很显然，恐怖沙暴可能对待一些顶尖的强者没有什么用，但是对待1进和2进底层左右的生物，那就是降维打击。战胜灵山灵媒小队，龙傲天获得5点攻击、5点防御，柳如烟获得5点生命值、2点防御、2点攻击、1点上限运气。小队获得积分12。注意，战斗表现越好，获得的积分就越多。杂鱼，咱俩配合也太默契了，下次再打。龙傲天笑着点头，心里却盘算着，等打完几局排位，就用姑姑给的图纸找资源空岛，先占个产好资源的岛再说。家人们接上集，这对活宝直接用帅气的双杀爆秒了林氏兄妹。当然，兄妹俩只是扣了对应属性点，没真出事。另一边的平台上，他俩哭丧着脸。妹妹灵媒本就只有1点运气值，输了排位后直接归零，连带着生出再也不打排位的念头。灵山看着匹配记录里全球第1小队的标识，也只能叹气认栽。谁让他们运气太差，首战就撞上顶尖高手。反观龙傲天这边，柳如烟正蹦着圈欢呼。杂鱼，刚才那沙暴帅爆了，再开一把，再开一把。急什么？积分涨到12点，匹配时间肯定要等。果然，足足等了3分钟，新对手才匹配成功。这局龙傲天没给柳如烟动手的机会，光幕刚一消失，他抬手就照出一道水桶粗的蓝色雷光劈了过去，2900点伤害直接给对手来了个闪电秒杀，连反应时间都没留。系统弹出提示，龙傲天拿了5点防御、3点攻击，积分还涨了13点。才多比上把多1点积分，肯定是对手太菜了。龙傲天心里门清，现在大部分玩家还在打前2、3局，积分都低得很，赢了加分自然少。接下来3局，龙傲天彻底玩嗨了，每局都秒天秒地秒空气。柳如烟在旁边晃悠划水，偶尔补个沙暴凑数，可他的运气跟坐过山车似的一路下滑，只拿到普通属性点。柳如烟气得直跺脚，心里暗戳戳嘀咕：早知道让我放技能，说不定运气能好点。龙傲天斜了他一眼，那眼神像在说你放技能能秒吗？别被人反杀了还得我来救。俩人心照不宣的小段子，妥妥的欢喜冤家日常。很快到了第6局，可这次光幕一消失，对面的人却笑着开口：龙傲天大佬又见面了。龙傲天一愣，这人竟然是之前给过何小峰情报的韩立。还没等他反应，韩立身旁一道透明屏障瞬间撑起，龙傲天下意识劈出的雷电砸在屏障上，居然全被吸收了。要知道这雷电近2900点伤害呢，韩立这屏障也太离谱了。大佬别见怪，我这是 S 级超能天赋超强屏障，耗10%生命值就能挡所有伤害，还能反弹1半。他的同桌陈南月正好奇地打量着龙傲天和柳如烟，毕竟能见到全球第1小队，跟见到明星似的稀奇。杂鱼，他说的超能天赋是啥意思？韩立见柳如烟不懂，干脆当起科普小老师。先前他还获得了龙傲天给的方块币，虽然他防御手段强大，可是不代表就不缺钱，所以韩立对龙傲天还是挺有好感的，更别提他和龙傲天有相同的敌人何小峰。韩立说，玩家天赋一共分5大类，分别是元素型，比如龙傲天的雷电；超能型，就比如他的屏障，这种有着能够具象化，并且如同超人一样的能力就是超能类型；生物型，有人可以靠着这种天赋变成一棵树，也有人可以靠着天赋变成一头羊或者怪物等等；辅助类型可以用于辅助战斗或者掌握一些治疗手段；概念类型则是类似于一些掌控特殊规则的天赋。龙傲天心里一动，小如烟的见闻感应是辅助型，他自己的复制该是概念型。没等他细想，韩立大喊一声：大佬小心，我要反弹了！屏障亮起蓝光，一道近1500点的雷光反弹过来，俩人反应超快，借着速度天势错开，龙傲天还绕到韩立身后，
你背后也能放屏障吗？韩立看的眼睛都直了，虽说只是投影，可这速度也太吓人了，不给他反应的机会。龙傲天释放响星雷打在韩立的身上，柳如烟也悄咪咪的打了陈南月个措手不及。就这样，韩立小队也被轻松击败。龙傲天大佬，是我输了。韩立说完，就跟同桌一起消失了。战胜韩立、陈南月，积分加5。龙傲天一看面板，积分已经42点，刚好是全球第一。不过第2名跟的也很紧。等他和柳如烟回去后，休息了一会，继续开打。因为防御和攻击马上要破100了，又打了几把后，积分来到60多。同时，裸装防御和攻击都来到了100多。检测到玩家生命值超过1000，攻击、防御、速度超过100，实力抵达1境。家人们接上集，系统刚弹出龙傲天实力抵达1境的提示，没等他俩消化完，全球通告直接在耳边炸响。全球通告，恭喜玩家龙傲天成为全球首个1境强者，奖励随机属性点100，幸运值下限加5，上限加5。特殊空岛秒通卷1，特殊空岛秒通卷，强制登录特殊空岛前使用，可直接通过并离开。我靠，100点属性，还有保命的秒通卷。龙傲天刚想嘚瑟，系统又提示柳如烟也突破1境了。他凑过去看柳如烟的面板，发现俩人属性差不离，总之都强的离谱。杂鱼打这么久排位我都饿了，我去弄吃的，你可别跟上次似的，嫌我做饭难吃。谁让你上次把野菜炒成炭，也就好食材能救你手艺。俩人拌着嘴，柳如烟气鼓鼓的往厨房走，趁着他忙活，龙傲天开始整理奖励。首先是运气值，终于从之前的波动区间变成正的了，上下限还各加5。接着是100点属性点，他没犹豫全加了生命值，加上装备和称号，生命值直接飙到2500。他突然想起枪械经验还差1点到100点了，就溜到甲板底层，那里圈养着几只羊。他掏出暗影手枪，砰的一枪毙了一只。暗影珠本来就所剩无几，暗影手枪和傀儡的强度也跟不上现在的战力，刚好用来刷经验。检测到玩家龙傲天枪械经验抵达100，开启枪械熟练度系统，当前熟练度枪图，枪械伤害增加1%，才1%也太抠了吧。但龙傲天转念一想，百分比加成后期能叠加，也不算亏，就没再多纠结。没一会儿，柳如烟端着一盘烧烤恐龙肉出来，香味直往鼻子里钻。交易市场买的暴龙肉，还花了几百方块币，我早就好奇这大家伙吃着啥味了。龙傲天尝了一口，浓郁的油脂香瞬间在嘴里爆开，比之前吃的任何肉都香。他突发奇想，想测测这肉的恢复效果，先是掏出小刀往自己肚子捅了一下，结果防御太高，连血都没掉。他拿起死寂大法杖往自己脑袋敲了一下，终于掉了点血，给柳如烟看得一愣一愣的。杂鱼你疯了，自残干啥？龙傲天没理他，又吃了一块恐龙肉，发现生命值涨了50点，一份恐龙肉能回50血，以后去野兽空岛，说不定高级肉还能提属性上限。俩人正吃着，柳如烟随手点开聊天频道，结果当场就愣住了，满屏全是聊龙傲天的事情。我靠，龙傲天大佬居然是全球第1个1境，这速度也太离谱了吧！有没有懂哥科普下1境到底要啥条件啊？我咋听都没听过。很快就有懂行的玩家出来科普：1境要求裸装生命值突破1000，攻击防御速度均超100；2境是1境的2倍标准，3境更是直接翻5倍。现在不少人裸装生命值刚过500，防御连60都不到，和龙傲天的差距肉眼可见。更有女玩家趁机发消息：龙神大大，秒通券送我呗，我发照片陪你聊天。结果柳如烟越看脸越跟个气包子似的，尤其是看到最后那条直接炸毛。你眼瞎啊？这杂鱼是我同桌，再敢撩他，老娘花100万方块币悬赏你，让你在方块世界里都待不安生。对不起柳神，我不是故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原本还想加龙傲天好友的女玩家也全默默撤回了申请，给龙傲天看的直乐。没想到这小丫头促进还挺大的。等到晚上歇下，柳如烟睡觉格外不老实，经常用小脚踢掉被子。龙傲天醒了好几次帮她把被子掖好，心里嘀咕这丫头睡觉跟小马达似的，但他没真叫醒她，怕打扰了她的好梦。夜色渐深，如烟号在虚空中缓缓航行，俩活宝虽没在闹腾，却也悄悄盼着明天的行程，毕竟资源空岛的新冒险还在等着他们呢。家人们接上集，第2天一早龙傲天先醒了，然后开始盘算复制次数，目前存了3次机会，现在要复制的东西多着呢。最关键的还是特殊空岛秒通卷，这玩意可是保命硬通货，真在空岛遇着危险，掏出来就能立马撤退，靠谱的很。他没犹豫，当场复制了1张出来，紧接着把刚复制的秒通卷给姑姑龙玉儿发了过去。傲天，这东西太珍贵了，姑姑不能要，你自己留着保命。姑姑，我这不止1张，特殊空岛比您想的危险，您拿着万一出事能救急，我和小如烟都挂念您。龙玉儿拗不过他，只能收下，还立马回赠了一堆物资，连青金石材料都有。龙傲天推了好几次，龙玉儿坚持让他收，他只能妥协。处理完姑姑的事，龙傲天掏出资源空岛指引图指点了使用。下一刻，如烟号突然慢悠悠往下沉，显然是往最近的资源空岛去。这时柳如烟迷迷糊糊醒了，杂鱼早安，你睡醒了还是香香的。龙傲天凑过去捏了下他的小脸，柳如烟的脸瞬间红透，系统面板状态上幸福直接蹦成超级幸福。他俩趁现在往资源空岛开的功夫，再打几把排位，把柳如烟的攻防再提
一踢。就这么又过了2天，龙傲天没再用复制，次数重新攒到3次，俩人的排位积分也涨到100点，比第2名足足多40点，匹配时间长的离谱，最短都要等半小时。这2天他俩也没忘了垂钓，可幸运女神像跟他们躲猫猫似的，钓上来的全是木头。柳如烟气得直跺脚。就在这时，系统提示突然响了，即将抵达资源空岛，占领小队，天下第1号，等级1级，每天产出100黄金，面积8250平方米。随着提示消失，一个小型空岛从下方冒了出来，如烟号刚好停在空岛正上方。这段时间一直在下沉，总算到了。柳如烟背着龙傲天在半空灵活的用着乐谱，俩人好奇的往下看，空岛上就3个建筑，一个像无人机枪，一个像小基地，还有个全是黄金方块的屋子。下去看看，瞧瞧这黄金屋咋产黄金的。平时赶路用雷电副作用大，飞行的事早就交给练熟乐部的柳如烟了。现在柳如烟用乐谱，就算在半空翻个跟头都轻轻松松。好嘞。柳如烟双脚蹬着空气，背着龙傲天稳稳落在空岛上。刚落地，就有个揣步枪的护卫吹了声口哨，喊着有敌人，让其他人警惕。龙傲天顺手探查了护卫信息。资源空岛护卫，每次占领空岛属性会升级，击杀后永久消失。连护卫都能升级，管他呢，干他丫的！柳如烟正想掏出死寂大法杖动手，却被龙傲天拦住。如烟别急，他们对咱们没威胁。这守卫看着很唬人，其实攻击力很低，根本破不了他俩的防御。果然，4个步枪手对着俩人不停开枪，可子弹打在他俩身上全被弹开，连点痕迹都没有。步枪手们当场慌了，却还是硬着头皮开枪。保护资源空岛是他们的责任，俩人没管这些小喽啰，径直走到黄金屋跟前。经济设施黄金屋，每隔一段时间会长金矿，资源空岛专有，无可破坏转移，产量每天100黄金。推开门往里一看，屋里有个瘦弱的小女孩，手里还拿着个金镐，女孩身上还有不少伤口。这女孩叫丽丽，没什么记忆，打出生就在这空岛挖矿，一天挖16小时，不挖就浑身难受。挖矿仿佛成了她唯一的使命。可自从上一个小队占领空岛，一切都变了。那队的男玩家对她又打又骂，把她当免费工具使唤，留着她也只是为了让她没日没夜的挖黄金。丽丽看着柳如烟身上漂亮的 JK 服，眼里闪过一丝羡慕，可很快又摇摇头。她的使命是挖矿，羡慕这些根本没用。她鼓起勇气，声音带着哭腔：你们是什么人？别碰金矿！龙傲天没多说什么，他和柳如烟这些日子也杀过不少玩家，土著和 NPC， 算不上绝对的好人，但看到丽丽这副模样，也觉得上一队的做法实在不地道，心里莫名多了点不舒服。家人们接上集，这对活宝刚登上资源空岛，就撞见黄金屋里藏着个 NPC 矿工，小姑娘浑身是伤，看得柳如烟都心疼了。可眼下先摸清空岛情况才重要。随后俩人走出黄金屋，目光落在那座基地核心上，龙傲天手里瞬间汇聚起一道水桶出的雷光，对着不远处的基地核心疯的砸过去，没几秒基地砰的炸开。恭喜占领资源空岛，等级2级，资产150黄金，210银。提示刚落下，空岛上就有了新变化，一座夹着手枪的高塔刷的冒了出来，黄金屋旁边还多了台类似挖掘机的机器，地面上同时陷下去一个坑洞，一个穿着工装的 NPC 走过来，操控着挖掘机，开始从空洞里挖石英。黄金屋里的丽丽也探出头，俩眼发直的看着眼前的一切，就这么眨眼的功夫，资源空岛就换了主人。但龙傲天的动作很快被原主人天下第1号知道了。您的黄金资源岛已被占领，请通过传送阵夺回。系统没提示占领者信息。高正义是天下第1号成员，有 A 级掌控黄金天赋，能日产10个黄金方块，前中期强势，仅因后期潜力不足，所以没到 S 级。老公，怎么了？说话的是高正义妻子，穿越前是个语文老师，可性格却格外变态。丽丽身上的伤就是他用鞭子抽出来的。跟我去传送阵，看看哪个不长眼的敢抢我岛。我的鞭子已经饥渴难耐了。俩人刚传送到空岛，就看见龙傲天和柳如烟在摆弄泥土方块，想着以后把这里打造成蔬菜基地。这是打算在空岛种地？高正义二话不说，刷刷就射出一堆黄金箭。柳如烟反应极快，步子一缩，身后一扭，轻松躲开了5支黄金箭。龙傲天靠剑纹感应，直接伸手抓住好几支箭，手指一捏，那些黄金箭就碎成了粉末。他本来还想商量互刷空岛升级，可一用读心术，就听见两人心里满是对他俩的污言秽语，还盘算着要把柳如烟抓起来当奴隶。龙傲天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别人怎么样他不管，可谁敢打他同桌柳如烟的主意，这事儿就没那么容易算完。等等，你快看对方的探查价格。白玉洁刚才试着点了下对龙傲天的探查，结果弹出的价格高的离谱，这只有全球顶尖玩家才会有这待遇。可他的话还没说完，2道雷光就从天而降，精准的照在他和高正义身上。白玉洁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雷光劈得灰飞烟灭。高正义侥幸留了口气，瘫在地上浑身发抖。别，大哥别杀我！柳如烟虽然没开读心术，不知道具体原因，但见龙傲天动了真怒，也乖乖站在旁边没插嘴。他知道龙傲天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大佬，我错了，求你放过我！
高正义看着妻子被轻松秒杀，彻底吓破胆。龙傲天探查了下2级基地的生命值，刚好500点，随即命令去击碎基地，重新占领空岛。高正义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龙傲天这是要把他当工具人，用反复抢夺空岛的方式刷空岛等级。可他哪敢反抗，只能磨磨蹭蹭的走到基地旁边，用尽全力砸基地核心。就这么反复刷了好几次，直到资源空岛升到10级，龙傲天才终于满意的停了手。此时的空岛彻底变了样，基地生命值涨到了5000点，空岛上多了3座机枪塔。5座狙击塔，10座手枪塔，密密麻麻的防御设施看着就吓人。经济设施也多了3座黄金屋，5个石英采石场，每天能产出600黄金，换算成方块就是60个，1000石英换算成方块是100个。到了这时候，以高正义的实力早就攻不破这防御了，别说他一个人，就算再带几个队友来，也未必能靠近基地半步。看来互刷空岛升级还得找实力和自己相近的对手，不然根本没效果，纯属浪费时间。高正义知道自己现在没了利用价值，而他也早猜出俩人身份，如烟号的名字加上离谱的探查价格，除了全球第1的龙傲天和柳如烟，还能有谁？高正义知道自己的利用价值已经被榨干，又开始一个劲的求饶。龙傲天没接话，反而把丽丽叫了过来，还把死寂大法杖递到他手里。你不想亲自报仇吗？丽丽眼里满是胆怯，她还是怕高正义，也怕实力强的离谱的龙傲天。看丽丽不敢动手，高正义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突然歇斯底里的吼了起来：他就是个低贱的 NPC， 龙傲天大佬带我走吧，我的天赋是掌控黄金，比他有用多了。这话像根刺扎进丽丽心里，她头埋得低低的，满是自卑。柳如烟看不下去了，立马冲过去挡在丽丽身前。你这种连下属都下狠手的人，就算变成死机人，也不配加入我们，真令人作呕。有了柳如烟撑腰，丽丽眼神里的胆怯少了些。她走到高正义面前，一下又一下的朝着他的脑袋砸了下去。高正义凄厉的吼着，没一会儿他的脑袋就砰地炸开。其实高正义的实力真不算强，龙傲天随便一个仆从都能轻松打赢他，根本看不上这种弱鸡。丽丽看着高正义的尸体，眼神里闪过一抹清明，像是解开了心结。她把法杖还给龙傲天，没说一句话，哼着小曲儿就回黄金屋挖矿去了。随后龙傲天简单处理了空岛后续，调整了防御建筑的攻击范围，确保没有死角，之后就带着柳如烟回了如烟号。接下来的2天里，柳如烟彻底放飞自我，天天缠着龙傲天用雷电背着他在半空飞，美其名曰体验飞翔。俩人除了上厕所几乎形影不离，龙傲天也没动用复制天赋，次数攒到了3次，还用上了野兽空岛指引图，偶尔拉着柳如烟打排位切磋实战，日子过得也算惬意。主人，前方有个巨型空岛，极有可能就是你们说的野兽空岛。仙女急匆匆的跑来报信，龙傲天拿出望远镜一看，果然是那空岛大的离谱，周围还有不少玩家的飞船正在准备登陆。龙傲天注意到一个最大的方块上，那是由4名玩家组成的队伍。他点开探查，发现这4人实力都在1境之上，虽然不弱，但跟他俩是没法比了。终于到了，该大干一场了。柳如烟摩拳擦掌，之前打排位、处理资源空岛耽误了不少时间，现在终于能好好打一场了。而在最大的方块上，最强的玩家胡雄波也在观察其他玩家，他在全球排名第15，还有 S 级天赋超级强化。胡老大，附近有个超级强者，探查价格要1万多，咱们探查超过1000的，基本都是排名靠前的玩家。胡雄波接过望远镜一看，只看见龙傲天和柳如烟2个年轻人，看着就像是一对。他之前打劫过不少玩家，觉得他们大多都很蠢笨，可没想到居然有能走到这一步。查，我倒要看看花1万方块币能探到什么信息。胡雄波也好奇对方的身份，可探查结果一出来，直接给他吓坏了。快把方块开远点，别跟那全球第1的小队碰上。他查到了龙傲天的名字，全球第1的小队，除了龙傲天和柳如烟，还能有谁？胡老大，连龙傲天都来了，是不是说明这空岛特别危险啊？他有3个 S 级天赋，1个 A 级天赋，速度比生命值还高，3、4进的怪物都未必是他对手。旁边的柳如烟也有 S 级见闻感应，估计是龙傲天复制的。胡老大，把他们的信息收集好，这情报卖出去，肯定能大赚一笔。可话音刚落，拿着望远镜观察的女生突然尖叫一声：胡老大，他们来了！龙傲天和柳如烟朝咱们过来了。另一边，龙傲天也查到了胡雄波的信息，发现他的属性一般，天赋倒是挺强的，而且居然有个技能熟练度到小成啊！杂鱼，咱们好像没有一个技能到小成吧？龙傲天点点头，下令把船开过去。他也好奇怎么让技能升级的。如烟号还装了新购的推进器，速度一下提了上来，朝着天人号的方向驶去。家人们接上集，胡雄波还没从龙傲天身份的震惊中缓过神，一道刺眼雷光刷着闪过，龙傲天背着娇俏的柳如烟稳稳落在他跟前。哟，你们好啊！可恶，来得好快！我该不该把他们的情报卖出去？不对，他们好像有读心术，我心里的想法该不会全被听见了吧？胡雄波眼神里满是纠结，看着笑眯眯的俩人，刚想发动天赋反抗，却又瞬间怂了。就算自己的速度强化5倍，也绝对赶不上龙傲天，而龙傲天早已把他的小心思听得清清楚楚。
你们还想把我和柳如烟的情报卖出去？龙傲天笑容一收，眼里瞬间闪过一抹杀意，掌心当即汇聚起一道噼啪作响的雷电，女孩王婷婷吓得魂都飞了。龙神柳神，别杀我们，我们绝对不卖情报。我这有黄金、铂金装备，你们想要什么，我们都双手奉上。行了，我来找你们就一件事。胡雄波，你的技能为什么有个熟练度是小成？普通技能升级对熟练度有什么要求？胡雄波长舒一口气，看来龙傲天不是来杀他们的。他赶紧从储物篮里摸出一块白色石头。龙傲天大神，是这个，我在上个特殊空岛弄到的。能量11，能可以合成能量核心或者能量结晶，亦或者给技能升级。10个能量石可以合成能量方块，20个能量石可以合成能量核心或者能量结晶，100个能量石可以给普通技能从入门升级到小成。好东西啊！可我在交易市场上怎么从没见过？因为能量石太珍贵了，它是技能升级的唯一手段，价值比很多能量核心还高，而且能量核心没法分解成能量石。不仅如此，能量石只能从能量矿物里挖，还得用青钻级别的镐子才行，而且能量矿物体积特别小，就算有青钻镐，挖起来也费老鼻子劲。这可是目前已知最顶级的方块。龙傲天瞬间明白了，难怪没人卖能量石。一是产能量矿的空岛极少，只有顶尖玩家才碰得到；二是没有青钻镐根本挖不了。他突然想起自己的生命宝石，不知道用生命宝石炼制的镐子能不能媲美青钻镐。玩家胡雄波向你赠送能量石15，青钻镐1。这是我最后的存货了，求龙神饶我们一命，我们绝对不泄露你们的情报。妈呀，为什么不卖？你卖情报赚的方块币，我们91分。等等，龙神，这可是您的属性面板，您只拿1成，是不是太少了？胡雄波挠着头，突然觉得这全球第一好像还挺好说话。龙傲天额头青筋暴起，我他妈说我分9成，你个傻叉！我懂了，龙神。还有，你得编一份虚假情报。我的天赋就随便是一个 S 级，要够强，够符合我的战力，属性随便编就行。这不是欺骗其他玩家吗？王婷婷傻眼了，完全看不懂这操作。胡雄波却若有所思，眼里闪过一丝了然。龙神，可怎么让大家相信这是您的真实属性啊？毕竟方块币能探查任何强者，根本瞒不住。龙傲天心里早就盘算好了，就算杀了胡雄波，也拦不住以后其他好奇的玩家探查自己。不如利用胡雄波全球第15的身份，先把假情报公之于众，等大家都信了，自然不会再花大价钱探查。本来付得起这笔钱的玩家就没几个，这波操作的阴险程度让胡雄波心里直发毛。好，龙神，我照做的话，您就不会对我和我的队友动手了吧？还有最后一点，帮我找通缉令上的那个男人何小峰，他差点杀了我。胡雄波一愣，立马反应过来，龙傲天之前发过通缉何小峰的帖子。您放心，从今以后您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要是碰到何小峰，拼了命也帮您抓住他。他斩钉截铁地说道，内心满是臣服。龙傲天实在太强了，他根本不敢有半点反抗的念头。家人们皆上级，在龙傲天的注视下，胡雄波添加了他的好友。随后，胡雄波又发了几条极尽谄媚的消息，什么龙神威武，以后您只拿我打哪，能跟龙神合作是我的荣幸。等截好了图，他花大价钱买了一天的9G推广，在交易市场上发布了龙傲天的假情报，售价1万方块币一份，按照约定，每卖一份龙傲天能拿9000。帖子里还附上了聊天截图，用来证明情报的真实性。因为系统公证只有龙傲天能享受，大家根本分辨不出情报的真假。再加上龙傲天的名头和胡雄波的排名背书，帖子很快就炸了。我去，真的假的？这真是龙神的属性？肯定是真的，发帖的可是全球前15的大佬。这是背刺龙神吗？居然敢泄露他的情报。虽然我只有2万存款，但真的好好奇龙神有多强啊！就在帖子热度飙升的时候，野兽空岛已经近在眼前，天人号和如烟号一同飞到了空岛的云海之上。我先走了，希望你是个聪明人，别逼我悬赏你。龙傲天看着胡雄波，随后雷光一闪，他背着柳如烟瞬间消失，回到了自己的如烟号上。胡老大，现在怎么办啊？王婷婷刚才还在犯花痴看龙傲天，现在终于反应过来，一脸的慌张。可恶，这就是全球第1的实力，刚才差点就死了，没办法，只能乖乖听龙神的安排。一旦被他永久悬赏，就算是全球第2、第3也扛不住。不过这说不定也是我们的机遇。与此同时，主世界虚空的另一处，一个拿着狙击枪的男子对着后方平台上的敌人扣扳机，对方当场爆头。该死，这已经是第5个了。自从被悬赏后，天天有人来追杀，这把狙击枪不能再随便用了，一被看到就会暴露身份。可小峰擦了擦额头的冷汗，语气满是焦灼。一旁，他的姐姐捂着手臂，脸色苍白如纸，她的手臂泛着青灰色，一根箭矢深深插在上面，明显是中了毒。姐，你怎么样了？可小峰突然反应过来，刚才对战睾丸的时候，对方有个拿紫色弓弩的玩家，虽然被自己爆头，但死前射了姐姐一箭。
姐姐你撑住，该死的龙傲天！何小峰眼里满是滔天恨意，姐姐何苗苗是他的逆鳞，谁动他都得死。他赶紧打开交易市场，想买解毒药剂，可问了一圈，所有卖家都不愿意卖给自己，哪怕是之前有过交易的熟人。你是何小峰吧？不是我不卖给你，龙神悬赏你都加到100万方块币了，我不敢冒这个险。尹勉哥，不是我不给面子，主要是卖给你风险太大，我这药剂不愁卖，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啊。眼看没人肯卖，何小峰突然想起自己可以匿名购买，可等他匿名询问时，又被当场拆穿。何小峰，你当我傻？你前脚刚问完，后脚就匿名，排行榜上就你一个匿名的，我还猜不出是你吗？你们这帮欺软怕硬的家伙，我就不信买不到。还好最后有个马虎的卖家不小心把药剂卖给了他，何小峰赶紧把药剂喂给何苗苗，可面板上显示他依旧是重度中毒，没有丝毫缓解。更糟的是，他们的平台突然朝着一座诡异的空岛驶去，那空岛大的堪比一座城市，上空还飘着悠悠绿光。登录特殊空岛，女巫空岛，检测到小队玩家实力不足，1成员重伤，难度将降低，停留时间30天，登录后将自动分配临时身份，融入空岛基础文明。何小峰听着系统声，心一下子沉到了底。这刚中毒就被拽进特殊空岛，简直是雪上加霜。可看着昏迷的何苗苗，他咬了咬牙，眼神变得坚定。天要亡我偏不，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带着姐姐活下去。话音刚落，一道幽紫色的光芒裹住他和何苗苗，下一秒，俩人就出现在一座满是哥特式建筑的广场上，周围还有几个刚被传送来的玩家，都在警惕地打量彼此。而另一边，如烟号已经飞到了野兽空岛的云海之上，一场新的冒险即将开启。家人们皆上集，龙傲天压根不知道何小峰姐弟的遭遇，就算知道，也只会鄙夷的骂一句活该。毕竟何小峰那把黑色狙击枪的伤害高达4位数，擦到一下就掉好几百生命值，要是自己真死了，柳如烟肯定会哭成泪人，这等同于伤害柳如烟，龙傲天绝不允许。而他们这边已经飞到了野兽空岛的云海之上。抵达野兽空岛，逗留时长15天，登陆野兽空岛的小队15个，检测到龙傲天和柳如烟实力抵达已尽，是否接受空岛任务？空岛任务，已晋级以上实力小队登陆普通空岛可触发，完成将获得奖励，失败受严厉惩罚，是否接受任务？杂鱼和变曲玉后新功能越来越多了，咱要接任务吗？既然出现了，我倒要看看奖励是什么，说不定还能拿到野兽空岛的情报。接受成功，击败邪恶兽王，拯救野兽空岛。邪恶兽王，曾被剥夺玩家身份的人类，天赋与野兽相关，迫害空岛50多个野兽种族，成为兽王，实力达3晋。空岛原住民受其压迫，极度排斥人类外来者。任务奖励待完成后发放，任务惩罚，失败将随机扣除2人共500点属性点。我的天，没想到被剥夺玩家身份还能混到3晋。柳如烟实在想不通这兽王是怎么做到的。这既说明人类是食物链顶端，也侧面反映出其他野兽智商不高，大概和我5-5开吧。你这自知之明还挺到位。找死！柳如烟抬脚就踹了他一下，俩人打闹间，队伍已经浩浩荡荡出发了。死寂雪女、冰雪奶龙和刘震跟在他俩身后，狮虎兽和3只1晋的狗熊怪则留在如烟号镇守。刚踏入一片森林，俩人神情瞬间凝重。主人小心，有杀气！死寂雪女连忙提醒，龙傲天也感应到周围传来10几道能威胁到自己的气息，每道攻击都在1000点以上。咻咻咻，数道破空声传来，龙傲天抱着柳如烟，雷光一闪，刚好躲过10几支弓箭的袭击。可乃龙和雪女挡在前面，各自中了一箭，血量掉了一小截。刘震则被箭矢擦边而过，以他目前的实力，应付起来已经有些吃力。人类外来者休想踏入野兽空岛！远处传来愤怒的声音，就见一只人头马身的奇异生物，手持弓箭死死盯着他们。与此同时，其他登陆野兽空岛的玩家也有好几支小队遭到袭击。胡老大，前面有野兽！王婷婷大喊，一只狼人从前方出现，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哼，打不过龙傲天大佬，还收拾不了你们这群畜生。胡雄波眼里满是不爽，他在上个空岛就杀过1晋怪物，现在实力更强，这些狼人在他眼里就是沙包。胡雄波大喝一声，闪身冲到狼人跟前，其他3名队友也拿出武器加入战斗。胡雄波的底牌是5倍强化，强化后不仅自身属性暴涨，装备也能受益，血量逼近6000，攻击防御速度都在2000出头，连2晋强者都能碰一碰。只不过这技能一天只能用1次，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动用。登陆空岛初期最危险，可能遇到其他玩家或土著袭击，虚弱状态绝对不行，这也是他臣服龙傲天的原因。毕竟龙傲天速度太快，就算强化后也能伤到他。没多久，胡雄波小队就击败了袭击的狼人，当然有成功闯过外围袭击的小队，也有失败的。这些外围野兽一族常年靠击败外来者抢夺装备和特殊物品，在野兽空岛被划为掠夺者势力，环绕空岛外围。这些情报都是龙傲天从人马弓箭手那打听来的。人类大哥，别杀我，我知道错了。你打伤了我的部下，还想让我放过你？龙傲天冰冷地盯着他。此时雪女正嚼着恐龙肉，补充掉血的生命值。人马弓箭手瑟瑟发抖。龙傲天听完情报，确认没有遗漏后，没再犹豫，一法上敲下去，直接结果了他的性命。
家人们接上集，龙傲天解决掉人马弓箭手后，地上爆了不少瘦肉块，好歹是一进怪物的肉，吃下能补充的生命值绝对可观。他随手就把肉块收进了乾坤袋，同时龙傲天从储物空间里掏出饕餮魔法书。雪女，试试用这个能不能恢复损失的生命值。好的，主人。雪女接过魔法书照做，很快就把掉的血量补了回来。龙傲天想了想，他决定把攒下的3次复制机会用一次在饕餮魔法书上，现在只有1本，每次只能恢复1000点生命值，多1本的话，后续遇到危险也更有安全感。毕竟没什么比柳如烟的安全更重要。根据逼问人马弓箭手，再加上读心术，龙傲天摸清了野兽空岛的势力分布，一共分7种。掠夺者由几十种一境兽族组成，势力范围环绕空岛边缘，种族数量最少，地位最低，只能靠掠夺外来者生存。正常势力有恐龙一族、岩狮一族、蛟龙一族、蛮牛一族、鱼人一族，以及掌控这5大种族的邪恶兽王。其中蛮牛一族最特殊，他们族群数量最广，地位却仅次于掠夺者，常年干着农活重活，劳动成果还要按不平等比例上交给其他4大族和兽王。因为生育率极高，除了大本营的蛮牛，很多蛮牛从小就被其他种族圈养在笼子里，长大后所有低贱劳累的活全由他们包揽，等年迈干不动了，就会被宰杀吃掉。毕竟蛮牛一成年就有一定实力，肉质非常鲜美，某种程度上，蛮牛一族的地位还不如外围的掠夺者。蛮牛一族不是没反抗过，之前的蛮牛族长有2境实力，曾联合外围掠夺者反抗4大种族和兽王，可最终失败了。所以要完成任务杀兽王，联合蛮牛一族反抗才靠谱。龙傲天跟柳如烟分析着，俩人边聊边走出了森林，眼前豁然开朗，外面是一片巨大的平原，一只火红色的狮子正慵懒地晒太阳。这些火红色的狮子就是岩狮一族，一旁还有个规模庞大的农场，一只生物正在劳作，它们脑袋长得像牛，个个都有一定实力，正是蛮牛一族。人类外来者，那些蝼蚁没把你们处理干净吗？既然闯进来了，就别走了。一只离得近的岩狮注意到他们，眼神轻蔑地打量着龙傲天几人，随后嘴里瞬间汇聚起一道火焰，朝着龙傲天轰了过去。3分钟后，平原上原本晒太阳的几只岩狮全都乖乖跪在了龙傲天跟前。农场里的蛮牛们纷纷停下手里的活，好奇地朝这边张望。我的天，岩狮大人怎么一下子就被解决了？好强啊！不过跟我们没关系，赶紧干活，不然今天没晚饭吃。龙傲天闪身来到农场栅栏前，没再多说废话，一拳就把栅栏轰碎。这栅栏的材质至少有钻石级硬度，他费了不少力气才砸开。可接下来蛮牛们非但没趁机跑出来，反而用奇怪的眼神盯着他，压根没有要离开的意思。这人啥意思了？放我们出去帮他干事，在这里多有安全感，又充实又有饭吃，出去干嘛？这人怕不是有病吧？我才不出去，家人都在这儿呢。龙傲天一阵的无语，这跟心甘情愿被圈养有啥区别？没用的，人类蛮牛一族早就被洗脑洗得根深蒂固了，在他们眼里，能给我们岩石一族和其他贵族干活是天大的荣幸。你以为你是谁，还想拯救他们？你就没想过蛮牛一族为什么是最底层？区区人类也敢痴心妄想救他们？龙傲天和柳如烟一眼就看穿，这岩狮是在拖时间，等着族里的强者打来救他。可龙傲天根本不在意，他很想听听他们打压蛮牛的理由。你倒说说看。很简单，蛮牛一族生育率太高了，不打压他们，迟早会诞生一个又一个强者，威胁到我们和兽王大人的利益，所以他们只能做我们的奴仆。我们岩石一族的吃穿住行，全靠他们供给，哈哈哈。说着，他还用不怀好意的目光打量着柳如烟和雪女，眼神里满是贪婪。龙傲天目光一沉，这下好了，岩石一族不仅该死，还得死得很难看。我的世界空岛生存模式降临，开局和同桌困在万米高空的方块上，掉下去就会死亡。家人们接上集，为首的岩狮得意的大笑，语气里的嘲讽都快溢出来，还贼溜溜的用目光在雪女和柳如烟身上扫来扫去。龙傲天刚要抬手教训这不知死活的东西，心里突然涌起强烈的危机感，想都没想背起柳如烟往后击退。一只篮球大小的巨大火球从天而降，狠狠砸在他们刚才站的位置。雪女、刘震和奶龙反应也快，连忙往旁边跳开，才没被火球波及。紧接着，一只又一只岩狮从树林里冲出来，足足有20多只，清一色都是2境实力。快走杂鱼，被围上就麻烦了。柳如烟瞬间绷紧神经，紧紧搂住龙傲天的脖子，手里已经默默攥紧了死寂大法杖。我来帮你牵制后方，你专心跑路。用不着，你乖乖待着，别乱动就行。龙傲天一边说着，一边掏出紫金乾坤袋，又随手复制了一个3下5除2体师。刘震和奶龙装了进去，他们3个速度跟不上，但实力可不弱。龙傲天绝不可能放弃任何一个。装好仆从后，龙傲天周身雷光暴闪，唰的一下背着柳如烟化作一道残影，转头就跑。没办法，对方全是2境强者，硬拼只会被源源不断的岩石包围。跑在路上，龙傲天心里满是不解，该死的蛮牛一族，这简直是没苦硬吃，都被圈养成这样了，还不反抗？未必是不反抗，可能是被打压的太狠，没机会了。柳如烟在龙傲天后背上不老实，还伸手揪了揪他的头发。你也别光吐槽，想想接下来怎么找蛮牛大本营。还用你说，早就有主意了。龙傲天反手捏了捏他的脸颊，暗自吐槽这词小鬼倒挺会操心。
与此同时，远处的高地上，一名雌性岩狮正盯着逃窜的二人，眼神里满是震惊。这种速度比狮王大人还快，发生什么事了？老实交代。他转头看向下方跪着的几只岩狮，等听完手下的解释，雌性岩狮才弄明白前因后果。居然还想帮助蛮牛一族，真是痴心妄想。不过，如果他们真能成功，或许我们岩狮一族也不会被兽王压迫了。蛮牛一族比岩狮一族地位低，可岩狮一族在兽王眼里，不也只是召之吉拉挥之即去的仆从吗？哪怕岩狮一族有3晋的狮王坐镇，也根本不敢反抗兽王。这2个区区1晋的人类，还想帮蛮牛一族翻身，简直是天方夜谭。想到这儿，雌性岩狮转头恶狠狠地瞪着一旁看热闹的蛮牛们。看什么看？还不赶紧干活！你们不干，有的是蛮牛愿意干，等你们没用了，就等着被我们吃掉。是岩狮大人。蛮牛们连忙继续埋头苦干，在岩狮的高压统治下，他们一天要工作超过20个小时，睡眠和吃饭加起来都不到4个小时。这种充实的生活，对圈养的蛮牛来说早已习以为常。另一边，龙傲天和柳如烟逃得正急，跑着跑着，龙傲天突然停下脚步。杂鱼累坏了吧？换我来背你。柳如烟关键时刻从不掉链子，背起龙傲天，脚底踩着月步往高空飞去。他的速度虽然没龙傲天快，但月步加持下，空中速度比陆地上快多了。当个交通工具再合适不过。10几分钟后，柳如烟突然往下指了指。杂鱼，你看那个5倍强化的狐熊波在跟岩狮一族打架呢，要去帮忙吗？龙傲天往下一看，只见下方也是一个巨大的园区，里面不知道圈养着多少蛮牛。狐熊波正挥舞着动物化的麒麟爪，一下就拍死了一只1晋岩狮。可周围的岩狮越来越多，整个草原上的岩狮都在往这边汇聚。狐熊波一伙人已经渐渐落入下风。走吧，不用管他们了，好歹是全球第15的实力，肯定有保命的手段。排名更低的何小峰都能伤到自己，排名更高的狐熊波手里绝对藏着底牌。而柳如烟这边终于背着龙傲天飞到了草原边缘，2人体力消耗都不小，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决定先休息一阵子，等晚上再出发。蛮牛大本营能否顺利找到呢？下集咱们接着聊。家人们接上集，龙傲天拿出铲子，很快挖了个隐蔽的石头内室，做成简易地洞，就在这儿休息吧。你这挖洞速度倒挺快，跟打地鼠似的。柳如烟嘴里吐槽着，手里也没闲着，点燃篝火后又拿出了烤肉。龙傲天又把雪女他们从乾坤袋放出来，一行人围坐篝火旁，烤肉的香气弥漫开来。柳如烟熟练地翻着肉串，龙傲天则在一旁帮忙递调料，2人偶尔拌2句嘴，地洞里倒也热闹。与此同时，岩狮草原深处的大型部落里，10几只强大的2晋岩狮围在一只体型巨大、毛发枯黄的老岩狮身边，先前追杀龙傲天的雌性岩狮岩力也在其中。父亲大人，新的外来者已经登陆了，我们斩杀了7个人类，押送回来10个，还有6个逃脱了，并且有2个已经实力的人类格外强大，20个弟兄联手追杀，根本追不上，其中1人还掌握着雷电之力。我知道了，严厉，你还有话想说，对吗？父亲大人，那2个外来者实力强大，还心地善良，想帮助蛮牛一族，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推翻兽王的统治？我不想嫁给兽王，他真实身份是人类，我是岩狮，这根本不可能。放肆！老岩狮勃然大怒，周身爆发出3晋的恐怖威压，气势都把严厉打翻在地。严厉，你休要痴心妄想，我知道你不想嫁给兽王，但兽王的命令不可违抗，下次再敢说这种话，休怪我无情。岩狮一族听令，全力追杀草原上所有外来者，无论是人类还是掠夺者，格杀勿论，这是兽王大人的命令。蛮牛一族是我们和其他4族的奴仆，而我们岩狮一族就是兽王大人的奴仆。说到最后，老岩狮的双目里闪过难以想象的狂热，仿佛被某种力量控制了一般。周围的岩狮们也纷纷齐声高呼。严厉不可置信地看着老岩狮，一直疼爱自己的父亲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一想到1周后的婚约，还有兽王怪异的模样，他的内心就充满了恐惧。另一边，龙傲天一行人刚吃完饭，柳如烟突然皱起眉头。杂鱼，你仔细听听。他把耳朵贴在石头壁上，龙傲天也跟着照做。轰隆隆的震动声从远处传来。岩狮估计大规模出动了，离这儿还远，但用不了多久就会到。除了我们，其他外来者怕是都得遭殃。这些岩狮的生命层次太高，最低都是1晋，2晋的数量保守也是2位数。全球几亿玩家，能不靠装备立足的没几个，足以见得野兽空岛的恐怖。继续往下挖，躲一躲再说，斜着挖，别垂直，万一下面是岩浆，雪女和奶龙可遭殃了。还是你想的周到。龙傲天点点头，2人继续往下挖。好在他们有冰洞吧，不怕地洞深处的寒冷，雪女和奶龙也能勉强适应。躲了大约2个小时，龙傲天的聊天界面突然弹出消息，是胡雄波发来的。龙傲天老大，你们也在岩狮平原吧？不错，老大，不如我们合作。随后胡雄波抛出合作邀约，提议联手击败岩狮一族，瓜分2晋岩狮的肉，不仅能高效恢复体力生命值，卖给游戏平台也能大赚一笔。
你们哪来的勇气？严氏一族数量庞大，2进最少也是2位数，想去送死吗？老大，你过来就知道了。严氏一族的公主带着心腹来找我们了，她没杀我们，反而想和外来者合作，这是个机会。说完，胡雄波发来一张严厉的截图。龙傲天一看，不正是先前那只雌性严尸吗？怎么突然成内鬼了？而龙傲天和柳如烟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动身前往胡雄波的位置。只是严厉的合作究竟是真心投诚，还是引君入瓮的陷阱？下集咱们接着往下说。家人们接上集，半夜的空旷平原上，3方人马围着一堆篝火聊天，严厉则是脸色复杂的看着这些人类。这场反抗能不能成功，全看龙傲天给不给力了。人类，我能看出你实力强劲。你是严氏公主，坐拥野兽空岛1/6的地盘，为啥要背叛族群？我想和你们一起推翻兽王，我不愿嫁给他，只要你们肯帮我，我愿意成为你们的宠物，为你们作战。龙傲天和柳如烟都好奇了，这兽王到底有多可怕？等严厉说完真相，两人都沉默了。兽王是个人类，不仅强迫10种以上不同兽族的雌性成婚，每一任小妾最后都会离奇死亡，1周后就是严厉的婚期，这才是他拼死反抗的真正原因。柳如烟嘴角抽了抽，盯着严厉的尸脸，实在想不通兽王怎么下得去手，心里暗骂太畜生了。这不合常理，兽王怎么会是人类呢？我也不清楚原因，只知道野兽空岛的统治者就是他。龙傲天用读心术确认了严厉没说谎，看着包括严厉在内的10头2进严尸，他突然升起了培养势力的念头。如烟号上目前只有他和柳如烟2个人类，柳如烟之前一直排斥其他玩家上船，毕竟这小丫头的占有欲极强，但从接纳雪女来看，她对非人类的伙伴并不抵触。等会我和这小雌小鬼聊聊。龙傲天拽着柳如烟的手腕，周身雷光一闪，瞬间飞到几10米以外。杂鱼聊啥呀？神神秘秘的。臭贝贝，我想把这群狮子带上如烟号，你觉得咋样？我都听你的呀，动物可以，不过其他玩家不行，这是底线。那好，先把狮子带上，今后的事今后再说。很快，龙傲天带着他回到原来位置。龙傲天眼神锐利地看向严厉和众严尸，我可以帮你，但解决兽王之后，你们必须臣服于我，跟着我走。没问题，只要不残害我们，给口饭吃就行。能不能别杀我父亲？他可能被兽王控制了，我不想亲手害死他。想起小时候老严尸的宠爱，再对比如今父亲被兽王影响后的狂热，严厉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杂鱼，不如让严厉背着隐身的我们去听听老严尸的心声。读心术能直接判断他是不是被控制了，还省事。这办法好，没想到你这小雌小鬼还挺聪明。隐身、读心，那是什么？这是龙傲天老大的能力，能隐身还能读取心声。要是老严尸被控制，想法肯定不对劲。胡雄波连忙在一旁解释，一口一个老大，态度十分殷勤。柳如烟白了他一眼，心里吐槽着胡雄波真会抱大腿，脸皮比城墙还厚。胡雄波被看得莫名其妙，心里暗自嘀咕：难道真正的老大是柳如烟？龙傲天老大是妻管严，该不会要叫柳如烟大姐头吧？没等他想明白，龙傲天和柳如烟已经发动无限隐身技能，瞬间消失在众人眼前。严厉正震惊，就感觉背上一沉，龙傲天和柳如烟已经坐在了他的背上。严厉，带我们去严氏一族的大本营。是，龙傲天大人。严厉带着2人火速出发，留下胡雄波4人组和雪女等人在原地等候。大家在此等候主人归来。此际雪女站起身，眼神紧紧盯着胡雄波一行人。她清楚胡雄波发动天赋后的实力不亚于柳如烟，不得不防。胡雄波也在警惕地打量雪女，她样貌诡异又美丽，皮肤煞白，身材高挑，周身还萦绕着不祥气息，看着就不好惹。唯独王婷婷2眼放光。胡老大，这个雪姐姐好好看啊！都啥时候了还花痴？你到底是男是女？怎么见了美女就走不动道？女生就不能喜欢美女吗？王婷婷不服气的反驳。雪女愣了愣，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夸她好看，在主人眼里，她向来比不上柳如烟，如今被一个人类少女真心夸赞，心里竟有些暖意。而另一边，严厉正背着隐身的龙傲天和柳如烟，朝着严尸大本营疾驰而去。老严尸真的被兽王控制了吗？下集咱们接着往下说。家人们接上集，这对活宝坐在严厉的背上往严尸大本营赶，柳如烟手里闲不住，一根接一根的往下揪狮子毛。龙傲天见状觉得好玩，也跟着揪了起来。严厉2眼一黑，差点没把这2未来主人甩进路边，可转念一想，还要靠他们反抗兽王，只能咬着牙忍了。这俩人类怎么跟没长大的小孩似的，揪毛还上瘾了。好了没多久，周围巡逻的严尸越来越多，显然是快到大本营了。途中经过一个又一个灯火的空明的园区，哪怕已是深夜，蛮牛们还在地里劳作，连歇口气的功夫都没有。这些蛮牛大晚上还干活，也太惨了吧！这是蛮牛的夜班，要干到午夜12点，中途只休息10分钟，之后接着干到凌晨2点，2点休息到5点，5点起床5分钟排好队，围着园区跑15分钟早操，还得拿着蛮牛饲养手册、作物耕种指南，甚至母猪的产后护理这种书。勤奋的蛮牛会一边跑一边读呢。这也太卷了吧！跑完发点小麦当早餐，这种日子要过到他们干不动为止。年迈的蛮牛可是大补，我们严氏的餐桌离不开它。兽王更是顿顿少不了蛮牛肘子，我最爱吃尾巴，嚼着可有劲儿了。
严厉说着，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柳如烟一听，瞬间忘了同情蛮牛，拉着龙傲天的胳膊撒娇，眼里亮晶晶的。杂鱼，我也想吃蛮牛尾巴。吃，你个小馋猫。龙傲天心里却也忍不住好奇，连兽王都爱吃的东西，到底啥味儿？很快，一行人抵达青金石部落群，龙傲天才明白蛮牛的工作强度有多恐怖。这些坚硬的青金石，大概率都是蛮牛从地底矿洞硬生生挖出来的。公主大人，您可算回来了。一名2级岩师迎上来，语气凝重，正是岩师长老。长老大人，出什么事了？狮王大人以为你逃了，刚下令让不少岩师去追你。我现在就去见父亲。严厉长吁一口气，背着两人往部落中心的主屋走去。门口2只2境巅峰的岩师守卫见是严厉，连忙打开大门，看向他的眼神满是不忍。严厉背着两人走进主厅，宽敞的大厅里摆着不少箱子。柳如烟两眼放光，偷偷戳了戳龙傲天的腰，嘴型示意快偷。龙傲天秒懂，掏出2个乾坤袋，两人默契配合，趁着严厉吸引注意力，飞快的把箱子往袋子里塞。获得岩狮王的箱子5。严厉眼角余光瞥见这一幕，嘴角抽搐，心想这俩人类也太能偷了吧，就不能等正事办完？可两人还不满足，又把墙上挂着的兽皮也收了起来。获得霸王龙皮1，获得蛟龙皮1。严厉，你来了。卧室里传来岩狮王冰冷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严厉听到后，恐惧的小声说，声音都在发颤。龙傲天大人，没了这些东西，父亲会杀了我的。别怕，我们只是探查他有没有被控制。龙傲天压低声音，可柳如烟从严厉背上轻轻跳下来，隐身藏在一旁。严厉硬着头皮走进卧室，刚进门就被岩狮王一巴掌扇飞，几颗牙齿带着血飞了出来，狼狈的摔在地上。龙傲天和柳如烟趁机打量岩狮王，同时开启探查技能。岩狮王击杀大概率掉落钻石宝箱，小概率掉落星耀宝箱，境界3境。龙傲天暗自点头，岩狮王虽强，但比之前的金刚蜥蜴王稍弱，单打独斗未必打不过。他随即发动读心术，可听了半天，只听到杂乱无章的阿巴阿巴，连一句有逻辑的思绪都没有。他看向柳如烟，柳如烟也摇摇头。果然被控制了，正常生物的思绪在发散也有逻辑，这根本就是没自主神智的状态。岩狮王还在对着严厉怒吼，两人却已经摸清了关键。老岩狮确实被兽王控制了，但他俩压根没心思看这场父子女笑，目光齐刷刷锁定卧室中央的圆桌，上面摆着一枚闪着寒光的戒指，还有5张泛黄的破旧羊皮纸，一看就不是凡物。隐身状态下的他们，能在3境岩狮王眼皮子底下顺利得手吗？下集咱们接着往家人们接上集，这对欢喜冤家手脚麻利的冲上前，龙傲天一把攥住戒指，柳如烟飞快将5张羊皮纸塞进背包，动作快得跟怕被人抢似的。获得钻石中品首饰，狮心王之戒，增加100点体力，100点精神力。获得3境契约卷，双方同意后，可与3境及以下生物契约，契约方需永远听从指令，可选择消除被契约方意识以便控制。这个契约卷跟死寂大法杖有点像啊，不过它能控3境，还能留着对方意识，层级比大法杖高多了。要不要用在胡熊波身上？他那5倍强化天赋挺好用的，契约了就稳了。太浪费了，这玩意儿得用在刀刃上。胡熊波还不配让我浪费1张3境契约卷。话音刚落，岩狮王突然低头瞥见刚才还在的宝贝没了，瞬间炸毛。我的戒指和契约纸呢？他不分青红皂白，又是一巴掌狠狠拍在严厉脑门上，严厉疼得惨叫一声，直接昏了过去。走了。龙傲天一把背起柳如烟，左手拎起被揍成猪头的严厉，周身雷光暴涨，一道刺眼的雷光柱直接冲破屋顶，载着两人瞬间消失在夜空中。岩狮王哪里还不知道是严厉勾结外人搞的鬼？给我把这叛徒和外来者碎尸万段！高空之中，龙傲天连续催动雷电异能赶路，脸色渐渐发白。快帮我把那枚戒指戴上，精神力有点顶不住了。来了！柳如烟手忙脚乱地从乾坤袋里掏出狮心王之戒，笨手笨脚地往他手指上套。好不容易戴好戒指，龙傲天瞬间感觉一股清明涌上脑海，体力和精神的压迫感骤减，舒服多了。这戒指果然是好东西，早知道早点戴了。顺着记忆中的方向往汇合点赶，龙傲天脸色凝重地看向刚醒过来的严厉。这下可以确定了，不止你父亲，其他种族的王恐怕都被这种3境契约卷控制了。那可怎么办？我爹难道要一直被控制下去吗？有没有办法解除契约啊？龙傲天看向远方胡雄波等人的方向，心里打起了算盘。如果能复制胡雄波的5倍强化天赋，对付被控制的各族王会轻松很多。可现在精神力刚靠戒指缓解，要是强行复制，万一精神崩溃就麻烦了。到底要不要冒险暴击升级戒指，凑够精神力？他一时有些犹豫。与此同时，岩狮一族的部落彻底乱了套，大批2境岩狮朝着龙傲天等人逃窜的方向追去，沿途还在疯狂搜捕外来者。原本登陆野兽空岛的玩家小队，如今只剩下龙傲天、柳如烟等7、8名玩家，其他人要么被岩狮捕获处死，要么不知所踪。而野兽空岛的中央，一座由黄金搭建的宫殿耸立在那里。宫殿内，一只体型堪比恐龙的怪物正端坐在巨大的王座上休息。老岩狮那边出事了，东西被偷了，连我给的5张契约卷都丢了。沉闷的声音从怪物体内传来，可下一秒，奇异的光芒闪过，怪物的身躯瞬间变成了一个1米8几的帅气男人。他正是兽王，前身也是一名玩家，在这空岛已经待了5年。他的 S 级天赋吞兽化躯堪称逆天，
吃下某种动物的肉，就能幻化成该动物的模样。吃的越多，血统越纯，幻化就越精准，掌握的能力也越强。这5年里，他吃遍了空岛100余种动物，能变身的形态高达上百种。可随着吃的品种越来越多，精神力常年被压迫，幻化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于是他放弃了杂七杂八的形态，专心猎杀空岛最强的5个种族，靠他们的血肉强化自身。可惜啊，我的鱼尾还没完善，还得靠美人鱼的肉身，这点小事让他们自己折腾去吧。任何外来者都不可能是我的对手。兽王邪恶地笑了笑，完全没把岩狮王的求助放在心上。他满脑子都是如何折磨被囚禁的鱼人公主，每次吃下她的尾巴，就用治疗药剂让其重新生长，既能天天吃到高血统的鱼肉，又能加快完美幻化的效率，简直残忍到了极点。这对活宝能否对抗强大到令人绝望的兽王呢？下集咱们接着往下唠。家人们，接上集，兽王一步步走向蜷缩在角落的鱼人公主，眼底没有一丝怜悯，只有对完美鱼尾的贪婪。深呼吸，很快的，吃完你的尾巴，我会让它重新长出来。兽王大人，饶了我吧！鱼人公主眼里满是绝望的泪水，可兽王根本不为所动，满心都是如何靠鱼人公主的血肉完善自己的吞兽化躯。与此同时，另一边的龙傲天他们已经和胡雄波小队顺利会合。龙傲天思来想去，还是放弃了暴击狮心王之戒的想法。比起赌精神力提升，暴击星耀宝箱显然更划算，对付兽王也更有保障。我来开，谁也别跟我抢！柳如烟早就盯着5个宝箱眼馋，没等龙傲天反应，就自顾自拿起第一个箱子。你这小雌小鬼，能不能等我说完？算了，开吧。随着5个箱子陆续被打开，众人瞬间被里面的宝贝惊到。5个箱子里装的一看就是岩狮王为严厉准备的嫁妆，如今全被龙傲天截胡，足足1000个2进品质的蛮牛肘子，不仅第一次食用能直接提升50点防御力，之后每次吃还能恢复300点生命值，还有1000根坚硬的蛮牛角，是锻造铂金品质装备的核心材料。另外3张永久图纸更是实用，分别是铂金中品蛮牛剑、铂金中品蛮牛铠以及铂金上品蛮牛靴。我勒个去，这剥削赚！难怪兽王爱吃，这肘子的香味隔着箱子都挡不住。胡雄波4人的目光则在肘子和装备之间来回打转，满是渴望。龙傲天犹豫片刻，突然看向胡雄波，把一张3进契约卷丢了过去。签了它，蛮牛肘子你们4人1人20个，蛮牛装备给你们造4套。龙傲天早已盘算好了，如果胡雄波签了契约，不消除他们的意识，也不强制他们登上如烟号，仅需在这次野兽空岛任务中出力相助，事后天元号可自由返回，只需顺带帮忙寻找何小峰即可。胡雄波接住契约卷，眼睛瞬间瞪圆，手指都有些发颤。胡老大不可，签了就没自由了。住嘴！龙傲天大佬是蓝星玩家最强者，如烟号是最强势力，天人号能当附属，是我们的荣幸。他毫不犹豫地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单膝下跪。我胡雄波誓死效忠龙傲天主人。胡雄波的队员也跟着跪了下来，这几人也都有很强力的天赋，再加上胡雄波的5倍强化，这战力确实不容小觑。龙傲天在签下自己的名字，系统突然弹出提示：是否将契约权利分享给柳竹烟？是。他毫不犹豫，柳如烟是他最信任的人，这辈子都绑定在一起了。等签完契约，他明显感觉到和胡雄波之间多了一丝联系，跟雪女那种羁绊很像。柳如烟在一旁看得眉开眼笑，龙傲天果然考虑到了他的感受，没让外人上传，这波必须给杂鱼点个赞。随后龙傲天把击杀兽王的任务截图发给胡雄波，对方看完直接惊呼出声：老大，你们要杀兽王，那可是能变100余种动物的怪物啊！龙傲天大人，您是为了我才要杀兽王吗？你太好了，呜！严厉和部下誓死追随你。严厉一听要龙傲天要杀兽王，激动的想要抱住龙傲天的小腿表忠心。柳如烟眼疾手快，掏出死寂大法杖就往严厉的爪子上敲。喂，你越界了，我家杂鱼只能我碰，你个红毛畜生不准碰。哎呀，柳如烟大人，你是不是有病啊？严厉疼得嗷嗷叫，爪子都被敲红了，委屈巴巴的缩了回去。你敢骂我的小乖宝，找打！龙傲天也不满了，拿起大法杖对着严厉的脑袋轻轻敲了一下，严厉瞬间蔫了，耷拉着脑袋不敢说话。雪女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大气都不敢出。接下来就该讨论如何对付兽王了。可击杀兽王哪有那么容易？兽王的 S 级吞兽化躯能变100余种动物，还靠3进契约卷控制着各族王，手段残忍又强大。他们现在虽然收了胡雄波小队和严厉的严师，可面对如此恐怖的敌人，真的能赢吗？接下来又该如何制定作战计划，突破守卫森严的兽王宫殿？下集咱们接着往下唠。我的世界空岛生存模式降临，开局和同桌困在万米高空的方块上，掉下去就会死亡。家人们，接上集，龙傲天先兑现承诺，给胡雄波小队分了80个蛮牛肘子，这可是能直接叠加50点防御的硬通货。4人二话不说就很一块，早叠 buff 早安心。随后雪女他们还有严厉带领的严师也各分到一块，先把防御 buff 叠上，剩下的肘子被龙傲天收进乾坤袋。他和柳如烟也各拿一个，大口啃了起来，油脂在嘴里爆开，浓郁的肉香瞬间弥漫。柳如烟3两下就啃完一个，这吃到美食的幸福感，在他心里仅次于和龙傲天待在一起。哇塞，好美味哦！杂鱼，我还想吃一个。不行，剩下的留着治疗使用。一个肘子能恢复300点生命值，比牛排管用多了。不嘛，龙傲天哥哥，人家想吃肉。
柳如烟突然换上楚楚可怜的表情，眼睛湿漉漉的盯着他。龙傲天只能又递过去一个了，反正还有900多个，不够再去蛮牛园区宰几只就是。柳如烟二呜一口张开大嘴，居然直接把和他脸一半大的肘子整个吞了进去，下一秒噗的吐出骨头，然后依旧用楚楚可怜的目光看着他，这表情很明显还想再要。就这样，他一口气炫了5个才终于安分下来。收拾完这只小馋猫，龙傲天拿出蛮牛装备图纸，用510根蛮牛角打造了17套装备，系统提示随之弹出：蛮牛剑加850点攻击力，蛮牛铠加350点防御力，加300点生命值，首次受击免疫50%伤害。蛮牛靴加400点速度，加100点生命值。套装提示：集齐蛮套装可激活蛮牛之心，效果是额外加30%生命值。居然是套装！龙傲天眼睛一亮，30%的生命值加成堪称极品，还差2个图纸就能凑齐。看样子接下来不得不再次接触蛮牛啊！岩石平原上最大的蛮牛园区或工厂在哪？最大的是蛮牛要塞，在平原北段，里面有几万头蛮牛，看守的岩狮只有几百头。要是能攻下这里，带领蛮牛燎原是占领岩石平原，并非不可能。但我们得罪了我父亲，岩石平原边境肯定重兵把守，你们能逃，可我们速度不够，迟早被包围。所以我们要统出来所有蛮牛对抗岩狮一族，说不定还能拯救你父亲。众人一番商量，最终敲定计划。龙傲天和柳如烟坐上严厉的背，胡雄波4人，雪女、刘震、乃龙则分别坐上其他岩狮护卫的背，朝着蛮牛要塞出发。路上严厉还在不停的科普。要塞里的蛮牛思想更固执，他们每天工作21小时，休息吃饭只有2个半小时，剩下半小时跑操加朗读忠诚书籍。这种压迫下，不是更容易反抗吗？你们到时候自己看就明白了。我和小如烟去要塞内部，你们没隐身能力，待在远处接应。放心，我有后手。他的自信给众人吃了颗定心丸，紧张的情绪舒缓了不少。时间匆匆，一大早，众人终于抵达蛮牛要塞附近。用望远镜一看，这哪里是要塞，分明是个巨大的牢房，周围全是巡逻的岩狮。在这等我们，有情况随时联系。龙傲天和柳如烟发动隐身，然后一溜烟钻进要塞内部。要塞大半建在地下，与巨大的矿洞相连，里面不仅有各种珍贵金属，龙傲天用读心术还发现了能量石矿，只因开采难度极高，目前储量不多，反倒是青金石被源源不断的开采出来。而这浩瀚的工程，全是蛮牛一族徒手建造，岩狮只需要坐享其成。随后两人继续往地下走。地上3层是岩狮的居住区，地下10层则是蛮牛的牢笼和工作区。每间牢笼只住1头蛮牛，显然是为了防止他们交流反叛。工作时也严禁说话，一旦张嘴就会被砍掉舌头，当场做成美食。被深度洗脑的蛮牛真的能被策反吗？龙傲天和柳如烟顺着阴暗通道往下走，很快抵达蛮牛工作的矿区。一个个矿区被分割开来，每个矿区有几十头蛮牛和1只岩狮守卫。一旦蛮牛干活懈怠，等待他的就是残忍虐待。此刻163号矿区内，1只岩狮正在疯狂殴打1头蛮牛，就因为这头蛮牛干活时不小心打了个瞌睡，眼看就要被活活打死。龙傲天和柳如烟悄悄混了进去，就在最后一棍即将落下时，龙傲天突然现身，一把攥住棍子。你是什么人？岩狮守卫瞪大双眼，认出他是被通缉的外来者，立马就要发动技能。可下一秒，狂暴雷霆从龙傲天身上涌现，瞬间将岩狮击晕在地。被殴打的蛮牛惊恐地看着这一幕，在他眼里如同神明的岩狮居然倒下了，这怎么可能？龙傲天没有杀这只岩狮，只是冷漠地看向瑟瑟发抖的蛮牛，递过去一把蛮牛剑，去杀了他。没想到蛮牛却摇了摇头，眼神里满是恐惧，死活不肯伤害自己的主子。你不杀他，我就杀你。那你就杀了我吧。蛮牛低下头，眼神里除了畏惧，还有一丝解脱。龙傲天和解除隐身的柳如烟对视一眼，满是无奈。这时，一只旁观的蛮牛突然站了出来。雷神大人，您是来拯救我们的吗？要知道，蛮牛们从小就被洗脑，每天都要朗读岩狮撰写的文章，劳动最幸福，挖矿最美丽，奉献一切的蛮牛死后会上天堂。久而久之，他们深信不疑，甚至渴望通过劳累换取所谓的天堂。但这只蛮牛不一样，他始终想不通，为什么岩狮能不劳而获，吃牛肉喝牛奶，过着天堂般的生活，而蛮牛只能靠劳作换取缥缈的幻想，这不公平。龙傲天眼前一亮，运气不错，居然遇到了没被洗脑的蛮牛。不错，我是来拯救你们的，杀了岩狮，获得自由。自由能让我吃饱饭，睡好觉吗？蛮牛犹豫着问道。柳如烟呵呵一笑，伸手就从乾坤袋里掏出一个蛮牛肘子。小如烟，你是不是有毒？龙傲天连忙把肘子塞回去，敲了敲他的脑袋。柳如烟吐了吐舌头，换了个大西瓜丢给蛮牛，这是先前野人空岛上的食物，蛮牛们从未见过。蛮牛犹豫片刻，在龙傲天的示意下啃了一口西瓜，瞬间激动得热泪盈眶。这种味道太美味了。后方的蛮牛们都好奇地盯着西瓜，眼里满是渴望。一只蛮牛忍不住跑了过来，嚷嚷着也想吃。龙傲天干脆拿出一堆西瓜，跟随我屠了岩狮护卫，占领要塞，对抗岩狮一族，就有数不清的西瓜吃，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这时被击晕的岩狮刚好醒了过来，最先觉醒的蛮牛握紧蛮牛剑，当头一剑劈了下去。蛮牛力气大，防御高，哪怕速度慢，也硬生生将岩狮砍死。不想尝尝反抗的滋味吗？难道你们只允许岩狮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一只啃着西瓜，
眼泪汪汪的蛮牛冲了上去，和他一起啃食岩狮肉。有一就有二，整个矿区的几十头蛮牛都疯了似的冲了上去，他们不想再被当作食物，不想再被洗脑。矿区的嘈杂声吸引了其他岩狮护卫，他们本想来嘲笑同事管不住蛮牛，结果看到蛮牛在啃食同类，瞬间惊得目瞪口呆。卑贱的蛮牛居然造反了！你们不想上天堂了吗？一只岩狮愤怒冲来，吓得几只蛮牛有些退缩。就在这时，一道雷霆从天而降，直接劈晕那只岩狮。龙傲天周身雷光闪烁，蛮牛们，他们才是你们的食物，有我在，随我一起反抗。雷神大人，雷神大人是来带我们去天堂的。为首的蛮牛高举双手欢呼，人都是从众的，被压迫到极致的蛮牛更是如此。163号矿区的叛乱如同星火燎原，龙傲天带着觉醒的蛮牛，一路势如破竹，接连策反了162。164号矿区沿途的岩狮守卫要么被斩杀，要么吓得逃窜。星火已经点燃，整个蛮牛要塞都开始震动。但逃出去的岩狮会不会引来岩狮王的大军围剿？其他矿区被深度洗脑的蛮牛能否顺利觉醒？下集咱们接着往下唠。家人们接上集，蛮牛血厚功高，就算是一进蛮牛，群起而攻之也能啃死2进岩狮。遇到实在打不动的硬茬，龙傲天一道雷霆，柳如烟一记法杖就能轻松解决。起初还有蛮牛被洗脑太深不愿反抗，但看着同伴们大口啃着西瓜、苹果、香蕉，甚至分食岩狮肉，这种从未有过的自由与满足彻底点燃了他们的斗志。与其被洗脑致死，不如拼一把换真正的活路。星火燎原之下，负4层的蛮牛很快全部觉醒。龙傲天带着这支生力军趁热打铁，一层层往上策反其他楼层。虽然有2-3只2进岩狮侥幸逃出去通风报信，但要塞内大部分岩狮守卫都被斩杀殆尽。第二天一早，蛮牛要塞顶楼的高台上，龙傲天和柳如烟并肩而立，身后是雪女、奶龙、刘震、严厉和他的10名2进岩狮护卫，还有胡雄波4人，这是他最核心的战力班底。高台下，原本用来跑操洗脑的空地上，站满了17000多头蛮牛，每头蛮牛手里都捧着水果，把龙傲天的存货差点掏空。还好如烟号有着近1000万方块币存款，买些食物根本不算事。这些蛮牛中有1000多个2进，6000个1进，1万多个0进，常年的压迫让他们身躯被掏空，能达到1进都算是佼佼者，但这依旧是一股恐怖的战力。柳如烟满脑子都是数不清的蛮牛肘子和美食，幸福感爆棚。他的梦想就是和龙傲天一起无忧无虑吃遍天下。龙傲天清了清嗓子，原本嚼着水果的蛮牛们立马正襟危坐，眼里满是敬畏。诸位蛮牛战士们，从今往后，我和柳如烟就是你们的主人，你们需无条件听从我们的命令，明白吗？但我可以保证，只要听话，你们能吃饱饭睡好觉，绝不会再遭受无缘无故的鞭打。丑话说在前头，若有背叛者，死无二话。所有蛮牛纷纷点头，龙傲天给的美食是真的，铁血手段也是真的。不听命的蛮牛和反抗的岩狮都成了尸体。现在要塞里仅剩的岩狮只有严厉和他的护卫，根本不会压迫他们。严厉之前早就求过龙傲天，希望刘老岩狮一命，他可以背叛父亲，但不愿亲眼看着他死去。龙傲天欣然答应。严厉和10名2进岩狮的忠诚，可比杀了3进岩狮王值钱多了。雷神大人，为首的蛮牛正是第一个觉醒，第一个吃西瓜的那只。他高举双手，兴奋高呼，17000多头蛮牛纷纷高举双手，蹦蹦跳跳的附和。眼里满是憧憬，跟着雷神大人有饱饭吃，不挨揍，这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就在这时，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雷神大人，为什么还有11头岩狮没被处理？说话的蛮牛眼里满是对岩狮的恨意，毕竟被压迫了这么久。龙傲天连忙解释，他们是自己人，不会再压迫你们。这位是岩狮公主严厉，是帮助我们策反的关键。严厉也连忙上前，再三保证不会伤害蛮牛。众蛮牛这才打消疑虑。会后，龙傲天让所有蛮牛在要塞内巡逻戒备，接下来大概率有一场硬战要打。食堂里堆满了龙傲天采购的水果，由严厉等人负责发放，让蛮牛们吃饱喝足，养精蓄锐。而龙傲天和柳如烟则直奔岩狮居住的区域搜刮战利品。系统提示接连弹出，看着堆积如山的宝贝，龙傲天眼睛都亮了。新金石方块每个能卖1万方块币，2563个就是2563万，加上之前搜刮的1000个，总共3563万，再算上其他物资，他的总资产很快就能突破5000万，距离全球第1位1元户不远了。普通玩家遇到这么多方块根本带不动，只能当场卖掉，但龙傲天有乾坤袋，直接全部收走。他大方地分给胡雄波500个青金石方块，乐得胡雄波当场就要磕头感谢。要知道，500个方块就是500万，比之前给的青钻镐贵重多了。现阶段青金石镐能卖14000方块币一把，有了这些方块，天人号的实力能再上一个台阶。至于那25000个劣质小麦，龙傲天直接卖给了系统，每个才0.5方块币，换算下来才12500块。这也能看出岩狮对蛮牛的苛刻，近2万头蛮牛，粮食储备居然这么少，简直把蛮牛当工具压榨。家人们接上集，龙傲天和柳如烟搜刮完岩狮居住区，不仅收获了海量物资，还拿到了400个能量石，加上之前胡雄波给的15个，总共415个，足够把4个小技能升到小成。两人没有犹豫，直接砸出200个能量石，将各自的恐怖沙暴双双提升到小成。技能描述焕然一新，这招钻石上品技能需消耗大量体力，使用者跃起至敌人身前，便能制造出100米范围的狂暴沙暴。沙暴中央的敌人会遭受黄沙侵蚀，速度骤降80%，每秒还要承受70点真实伤害，持续25秒下来
总计1750点真实伤害，哪怕躲在沙暴边缘，也会被风压控制 3.5秒。技能冷却则为24小时。我勒个去，咱俩一起放就是3500点真实伤害，还能连续减速80%，控制7秒，这跟直接捆住敌人有啥区别？哪怕是龙傲天3600点的速度，减速80%后也只剩720点，更别说兽王了。到时候2轮沙暴下去，兽王怕是连动都动不了。可惜月步是特殊技能，没冷却没法用能量石强化，不然更爽。龙傲天也想起自己还没吃技能果实，不过他没打算现在赌运气，等精神力质变，直接复制胡雄波的5倍强化，比赌技能靠谱多了。他看着剩余的215个能量石，心里盘算着，下一次复制是第10次暴击，先给星耀宝箱来一发。暴击成功，获得10月宝箱1。暗紫色的星耀宝箱旁多了个蓝白色的华丽宝箱，个头更大，光芒更盛，正是10月宝箱。龙傲天趁热打铁，复制出第2个10月宝箱，随后丢给柳如烟。小刺小鬼，开宝箱的活儿归你，别手抖。柳如烟眼睛一亮，连忙搓手开箱，系统提示接连弹出，获得星耀中品技能行军士气，使用后麾下90忠诚度以上2级以下，数量超1000人的士兵，加500生命值，加200攻击，加200防御和速度，加100士气，士气越高越凶猛，冷却48小时，获得10月下品装备陨月剑，加2000攻击力，技能陨月斩，蓄力释放恐怖剑气，造成5000点伤害，冷却5小时。注意，距离越远越易躲避，敌人速度超过1500，有概率闪避。这波简直血赚，新军士气简直是为蛮牛军团量身定做的。龙傲天直接瞪大双眼，他想都没想，复制技能后拉着柳如烟一起学习，俩人叠加使用，就是加1000生命值，加400攻击，还有400的防御和速度，加200士气。这要是给17000头蛮牛加上，直接变成野兽空岛最强兵团。杂鱼，这要是打兽王，咱俩先放陨月斩，2发就是1万点伤害，再叠沙暴和士气，蛮牛冲上去围殴，这不稳了。两人当即换上新装备，龙傲天带是星王之剑，握陨月剑；柳如烟持烈焰弓弩和灵能护臂，再配上两人共用的死寂大衣、蛮牛靴和诡异黑金库，战力直接拉满。至于蛮牛们手里的钻石镐，龙傲天也懒得收回，挖矿是工具，打架也能当武器，刚好物尽其用。就在这时，巡逻的蛮牛急匆匆来报。雷神大人，岩狮王带大军杀过来了。龙傲天和柳如烟立马升空查看，只见2公里外，黑压压的大军正往要塞逼近，足足5000头岩狮，1万头被控制的蛮牛，还有500头2进恐龙，气势汹汹，连地面都在震动。原来岩狮王得知要塞失守，17000头蛮牛反叛，气得浑身发抖，不仅出动了全族岩狮，还花大价钱请来了恐龙大山的恐龙军团。这些恐龙属性比岩狮蛮牛还强，堪称王牌战力。好家伙，这是要跟咱们决一死战啊！面对岩狮王的大军和强大的恐龙军团，他们的新军士气叠加后究竟有多强？2发陨月斩能否重创敌军？17000头蛮牛能否顶住恐龙军团的冲击？下集咱们接着往下唠。家人们接上集，龙傲天当即下令，让所有蛮牛集结。不到10分钟，17000头蛮牛便整齐列队，有龙傲天和柳如烟坐镇，他们再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工具。与此同时，岩狮王带领的大军已兵临城下，5000头岩狮烈焰般奔腾，1万头被控制的蛮牛麻木前行，500头2进恐龙更是气势骇人。外来者，现在把我女儿和蛮牛军团交出来，还来得及，否则就算你赢了我，兽王大人也会率领所有兽族围攻你们。你父亲让我把你归还给他呢。龙傲天转头看向身旁的严厉，语气带着几分调侃。严厉当即对着岩狮王啐了一口。以前的你我或许会听，但现在你就是兽王的傀儡，我绝不会为岩狮一族送死。我的主人只有龙傲天大人。傀儡这2个字彻底激怒了岩狮王，他仰头怒吼。很好，不过是1万多头劣质蛮牛，看你们怎么跟我岩狮一族恐龙军团抗衡。龙傲天早已看穿恐龙军团的实力，自己和柳如烟专攻500头恐龙，至于岩狮和被控制的蛮牛，有双重新军士气加持，己方蛮牛军团绝无败的道理。龙傲天上前一步，声音传遍整个战场。诸位蛮牛士兵，曾经岩狮一族让你们终日劳作，饱受鞭打，吃不饱睡不好，如今他们想把你们打回奴隶的深渊，你们愿意吗？不愿意，我们不愿意。17000头蛮牛齐声怒吼，反观岩狮王麾下的蛮牛却满脸疑惑，他们纳闷这些蛮牛精神头怎么这么好。岩狮王见军心浮动，连忙大声嘶吼：所有蛮牛奴隶，反叛者死后必下地狱，不要被迷惑，反抗兽王只有死路一条。被洗脑的蛮牛这才压下疑虑，跟着大军冲锋。刹那间，敌方大军如决堤洪水般涌来，1万头炮灰蛮牛踩踏地面，5000头岩狮紧随其后。柳如烟紧张地咽了口水。杂鱼，他们冲过来了！一起发动新军士气，不想当奴隶，想为幸福抗争的蛮牛们上，杀光敌人，只留岩狮王活口。
没错，给我冲！诸位蛮牛们！柳如烟差点喊出蛮牛肘子，连忙改了口。双重星君士气瞬间生效，17000头蛮牛肌肉暴涨数倍，身躯窜至3米多高，皮毛绷紧如钢甲，眼神中燃起视死如归的烈焰。他们不再畏惧，迎着敌方攻势义无反顾地冲上去，如同一堵移动的钢铁城墙。众人登上要塞的最上方，俯瞰着这场惨烈的厮杀，喊杀声、咆哮声、利爪碰撞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岩狮们凭借敏捷身手在蛮牛群中穿梭，锋利爪子挥，却只在对方表皮留下轻微血痕，却让他们彻底震惊。他们也纳闷，平时一抓就破的蛮牛，怎么变得这么硬了？一头一进岩狮被临近蛮牛扑倒在地，他嘶吼着挣扎。你们的力量哪里来的？你们这群贱奴隶！回应他的是蛮牛高高举起的钻石镐，狠狠砸下。龙傲天这边的蛮牛组成坚不可摧的防线，将昔日的压迫加倍奉还，而岩狮方的炮灰蛮牛更是惨状百出。他们一大早挖矿跑操，本就虚弱不堪，面对龙傲天方的蛮牛，彻底惊慌失措，士气大乱。一时间，战场胜利彻底向龙傲天方一边倒。龙傲天大人，您和柳如烟的技能把我属性也加强了，现在我说不定能单挑岩狮王了。原来胡雄波加上装备也只有1000多生命值，可双重星君士气让他生命值飙到近2600，要是发动5倍强化天赋，属性直接暴涨5倍，12000多生命值，4000多攻击防御，3000多速度，妥妥超越3境的存在。龙傲天眼前一亮，竟忘了身边人的属性也能享受加成。他下意识看了看自己和柳如烟的面板，两人居然也各多了一众星君士气的增益，想来也正常。龙傲天和柳如烟互相忠诚，自然能吃到对方技能的加成，这波简直是意外之喜。家人们皆上级，龙傲天和柳如烟互相忠诚，能吃到对方的星君士气加成一点不意外。不过龙傲天很快想到关键，胡雄波的天赋和士气加成有先后顺序，要是先开天赋再叠士气，5倍强化可吃不到双重士气的增益。此时战场局势突变，后方的霸王龙和火翼龙终于加入战局，瞬间让场面更混乱。哪怕龙傲天这边的蛮牛属性暴涨，依旧顶不住霸王龙的恐怖力量。龙傲天见蛮牛在恐龙军团那边接连吃亏，对着胡雄波下令：“你把天赋开了试试，看看最终属性怎么样？”是，老大。话音刚落，胡雄波就发动了 S 级天赋超级强化，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他的身高从1米多暴涨到5米多，还好身上装备伸缩性够好，不然早被撑爆。龙傲天大人，我的天赋没吃到星君士气的加成。胡雄波挠了挠头，有些尴尬。龙傲天通过契约查看他的属性面板，心里了然。胡雄波是先把自身和装备效果强化5倍，再叠的双重士气，虽没达到预期，但依旧强的离谱。此刻战场整体是龙傲天方占优，但恐龙军团这块依旧是牛命填堆，尤其是2境巅峰的霸王龙首领，4500生命值加近1000攻防速，在蛮牛群里所向披靡，不断收割生命。喂，杂鱼，那些恐龙是不是霸王龙啊？我记得霸王龙肉超好吃的，这可是好几百头呢。你小脑袋瓜里除了吃还想啥？上次吃恐龙肉睡着的事忘了，到时候又掉链子，我可不管你。龙傲天顿时无语，这丫头真是又菜又爱玩，眼里只有美食。结果柳如烟突然跳起来，趴在龙傲天背上嚷嚷：“论，你管我？是啊，杂鱼，这么多恐龙肉可不能浪费。”奶龙、刘震，我们也上。雪女缓缓开口，随后带着两人跟着龙傲天、柳如烟冲进战场。最前排的胡雄波速度飞快，直奔霸王龙首领而去。霸王龙首领冷漠瞥了他一眼，根本没放在心上，他只是来帮恐龙一族完成任务，顺便饱餐一顿，谁输谁赢都无所谓。人类竟然能这么高，有点意思，不如做我的奴仆吧。做你奶奶个腿！胡雄波懒得废话，手里突然出现一把暗白相间的巨斧。一斧子就劈向对方脑袋。结，和远古霸王龙比力量，你可真有。去字还没说完，霸王龙首领的脑袋就被砍中，他连技能都没来得及放，生命值就掉了大半。胡雄波补了几子，霸王龙首领轰然倒地。柳如烟立刻掏出乾坤袋对准尸体，这霸王龙肉和之前交易市场买的暴龙肉是同物种，品质却高得多。霸王龙肉首次使用就能加60攻击力。无敌的首领居然被干掉了，这5米高的人类是什么怪物？其他恐龙又惊又惧，尤其是火龙首领，他看着胡雄波在战场里屠杀同类，又瞥见龙傲天和柳如烟在收集恐龙肉，仗着对方体型弱小，突然有了主意。可恶的巨人，再不住手，我就杀了你的2个主子！翼龙首领飞到龙傲天和柳如烟上空，怒吼着威胁。胡雄波用奇怪的眼神瞥了他一眼，根本没搭理。这下翼龙首领彻底怒了，一道恐怖热气喷向两人。可热气散去后，原地空空如也。那俩弱小的人类呢？难道直接烧没了？他正纳闷呢，结果龙傲天和柳如烟已经站在了他的背上。杂鱼，这火龙好漂亮啊，跟小型飞机一样。漂亮就打晕当玩具，虽然实力不如霸王龙，但会飞，刚好当做急用。翼龙首领汗毛直立，这两人怎么上来的？下一秒，雷霆笼罩翼龙全身，酥麻的痛感瞬间传来。火翼龙痛苦哀嚎，他是2境生物，死寂大法杖没法把他变成死寂人，但好好教育一番，让他签契约不成问题。别电了，我家杂鱼明明在奖励你，你怎么不喜欢？
这叫奖励，你怕不是有病？翼龙首领彻底绷不住了，这两人简直又强又疯。被教育的翼龙首领会不会真心臣服呢？下集咱们接着往下唠。家人们接上集，翼龙首领的哀嚎彻底激怒了其他翼龙，他们一窝蜂的冲了过来。可没等靠近，雪女突然跳到半空，冷喝一声，发动了冰天雪地，瞬间方圆100米内寒气暴涨。除了己方阵营和被骑在背上的翼龙首领，所有冲过来的生物全被冻成了冰雕。胡雄波紧随其后，拳头如铁锤般落下，把一个个冰雕砸得稀烂，连渣都不剩。不到半小时，前来支援的500头恐龙军团就被彻底斩杀，整个战场只剩下翼龙首领悬在空中。要不是他会飞，早被龙傲天和柳如烟这2个恶魔折磨死了。2位主人，我愿意听话，别电了。翼龙首领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声音都带着哭腔。龙傲天伸手摸了摸他的大脑袋，不错，听话就是好鸟。翼龙嘴角抽搐，心里疯狂吐槽我是龙不是鸟，但面对这2个惹不起的准，只能敢怒不敢言。远处的炎狮王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满头冷汗直流，连忙疯狂向兽王求援。可此时的兽王正专注于折磨鱼人公主，通过吞噬她高血统的血肉，贪婪地吸收鱼人的基因与能力。等彻底吸收鱼人之力，我就能突破4境，成为5级以下海陆空最强生物。兽王一点也没吹牛，他的能力海里有鱼人、蛟龙，陆地上有岩狮、蛮牛，空中有恐龙与飞禽。数年的沉淀让他自认为是3境中的最强者。他不是蓝星人，却也受空岛规则约束，不能及时离开就会遭遇恐怖危机。可他硬生生扛过了所有兽族的追杀，一路踩着尸骨成长为兽王。为什么要折磨我？为什么？你们这些畜生怎么懂我的感受？这不过是你们曾经施加给我的，现在就受不了了。兽王语气里满是怨毒，看来之前他也遭受过折磨。说罢，他再次对鱼人公主展开了残忍的折磨。这边炎狮王接连发送求援信号，却始终没得到兽王的回应，眼里渐渐浮现出绝望之色。快逃！他看了一眼还在拼命抵抗的大部队，毫不犹豫地带着心腹就开溜了。不多时，炎狮王一伙人就消失在了战场边缘。龙傲天在战场上厮杀时，早就注意到了这一幕，正想化作一道雷电追上去，可偏偏这时他的雷电值积满，天赋副作用突然发作，这是他最虚弱的时候。柳如烟立马紧紧守在龙傲天身边，警惕地盯着四周。他虽然平时爱闹，可关键时刻一点不含糊。不过龙傲天哪会没人手？他对着远处的胡雄波大喊：胡雄波上，抓住炎狮王，记得留活口。是，老大。胡雄波得令，速度飙升，朝着炎狮王逃跑的方向追去。没过多久，鼻青脸肿的炎狮王就被五花大绑的丢到了龙傲天面前。龙傲天怕他挣脱，一狠心直接捏断了他的4肢。年迈的炎狮王疼得哀嚎不止，严厉在一旁看得心疼，却也知道龙傲天已经手下留情。换成别人，炎狮王早死了。打断4肢已经是最大的宽容，可炎狮王哪怕见识到了龙傲天一伙的实力，依旧不肯服软。可恶！兽王大人一定会消灭你们的，带下去关入大牢，别弄死了。此时，整个战场也来到了尾声，敌方的岩狮被全部歼灭，还剩下4、5千只被控制的蛮牛。龙傲天当即下令，尽可能招揽这部分蛮牛，没了主人的压迫。又听闻龙傲天这边不用挖矿，能吃饱饭，还有水果吃。这4、5千只蛮牛没多犹豫，在一番洗脑后，全都选择了加入。此战，龙傲天方的蛮牛陨落了大约2000只，但加上新补充的5000只，蛮牛军团的人数彻底突破2万。而这些新加入的蛮牛才明白，龙傲天麾下的蛮牛过的是何等好日子，不用终日劳作，有假期，顿顿能吃饱，还有美味的水果，这不就是他们一直被灌输的天堂吗？接下来，他们的任务很简单，解放整个岩狮平原上的所有蛮牛，顺便清理掉没参战的岩狮余孽。可他们不知道，恐龙军团全军覆没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兽王耳朵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悄悄酝酿。岩狮平原的解放之路会顺利吗？兽王会带着各族联军杀过来吗？下集咱们接着往下唠。家人们接上集，兽王正忙着融合鱼人公主的力量，突然接到恐龙军团全军覆没的消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手下居然败得这么快。他懒得再慢慢融合力量，一口就吞了鱼人公主。当务之急是收拾外来者。随后，他立刻召集所有兽族族长前往兽王宫殿开会。兽王宫殿内，兽王以人类身躯坐在地座上，眼神阴狠地盯着台下4位族长。第一位是恐龙王，是除兽王外最强的3境强者，这要是被龙傲天宰了，柳如烟指定得闹着抢恐龙肉吃。第二位是蛟龙王，蛟龙一族族长，血脉稀薄导致族群实力和恐龙一族相当。传闻远古时蛟龙有真龙血脉，曾统治整个野兽空岛，可惜后来没落了。第三位是鱼人女王，曾经最恨兽王的3境强者，可被控制后，她的女儿们全遭兽王残害，就连最后一个小女儿也在刚刚被吃了。而第4位便是最弱的蛮牛王了，只有2境实力，管辖着北方蛮牛草原，说白了就是给其他兽族提供奴隶的。而兽王也打算先拿他开刀。一群外来者居然敢在我地盘上撒野！蛮牛王，岩石平原的蛮牛反叛，你有什么想说的？兽王大人，这不关我的事啊，是岩狮王管理不善，我的子民怎么可能？蛮牛王的话还没说完，兽王瞬间瞬移到他面前，一拳直接打爆了他的脑袋。可怜的蛮牛王，子民被奴役，自己最后还成了替罪羊。周围的族长吓得瑟瑟发抖，哪怕被契约控制，亲眼目睹爆头场面，依旧忍不住生理上的恐惧。而另一边的要塞大牢里，严厉正看着呆滞的老岩狮，眼里满是心疼。
老严师被兽王抹除意识后，就跟行尸走肉似的，连女儿都认不出来了。龙傲天用读心术查看，结果只看到严尸王内心阿咕阿咕，压根没有完整意识。老严师只是重复这一句，眼神依旧呆滞。严厉，你父亲的意识已经被抹除了，别难过，我们一定会杀了兽王，为你父亲报仇。严厉只能伤心的点点头。三人回到要塞上方，此时蛮牛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连不少散落的岩狮都想来投奔。岩狮王没了，他们也不想反抗，足足有400只岩狮主动归顺。龙傲天来者不拒，全收下了。2天后，整个岩狮平原彻底被龙傲天掌控，麾下足足有35000头蛮牛，400头岩狮，堪称规模庞大的军队。当然，也有不服管的，上千头蛮牛被洗脑太深，觉得不挖矿、不奉献肉身就上不了天堂，执意反抗。龙傲天劝不动，干脆成全他们，收集了上千头蛮牛的肉。刚好柳如烟爱吃蛮牛种子，够2人吃好几年了。还有几10只岩狮反抗，也被一并解决。只是岩狮肉味道一般，2人吃了一顿就丢在一边了。这2天，龙傲天的复制次数也没浪费，一个复制给了陨月剑，一个给了狮心王之剑，全给柳如烟带上了。狮心王之剑能提升体力和精神力，柳如烟带上后只觉得浑身舒畅，现在就算吃技能果实也没问题了。第2天，龙傲天复制了一颗技能果实，喂给了柳如烟。他自己打算等精神力富余后直接复制天赋，毕竟强大的天赋比不确定的技能果实珍贵多了。柳如烟吞下果实，系统提示响起：1. 获得特殊技能，局部硬化，效果可使身体任意部位硬化，硬化部位减伤。20%赠800点防御，攻击时额外增伤，20%赠800点攻击。提示：建议硬化拳头、胸膛、脑袋等部位，一次仅能硬化1处。这技能看着强，好像没啥用啊。柳如烟速度快，还有见闻感应和沙化技能，遇到攻击第一反应就是躲，哪会傻乎乎站着让别人打。不过攻击加成还行，龙傲天的关注点却不一样，他心里很是好奇，其他那地方能不能硬化。柳如烟察觉到他不怀好意的眼神，小脸一红。喂，臭杂鱼，你看什么呢？柳如烟又气又急，他本来还想分析技能用法，结果龙傲天满脑子都是乱七八糟的。这看似鸡肋的局部硬化技能，能否在关键时刻发挥奇效？咱们接着往下唠。